阮清抱着这个华丽的彩蛋玩了一会儿，深感夏明之真的是败家子，也就他大哥可以容忍了。但他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去年生日第2天，在楼道里发现了一个礼盒，写着我的名字，里面是一个胸针，是你送的吗？他那时候收到这么一份匿名的礼物，上面写着祝他生日快乐，字体也是陌生的笔迹，但他却着了魔一样，不知为什么就觉得是夏明之来看他了。然而他捧着礼物一路跑下公寓楼，外头树影浮动，周边有几个年轻的外国男女靠在树下说话，他怅然的站了许久，才只能承认是自己痴心妄想。但他后来怎么也没找出送礼物的人是谁。夏明之难得露出了一点羞赧的样子，是我送的。他那时候本来想送这个彩蛋过去，但考虑到太昂贵了，那时候的阮清肯定不会收下，最后选了一个比较低调的胸针，想在生日当天送到阮清手上。然而那天阮清跟别人一起过生日去了，他在公寓里等了一整夜，阮清都没有回来。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胡思乱想，神经兮兮的觉得阮清早就有了真命天子，也许还是他上次来看见的那个人，他们也许正在约会。那人会送阮清玫瑰，亲吻阮清的眉眼，而他只能当一个影子，拿着一份也许永远不会被收下的礼物。但夏明之还是想等一等，他还想看一眼阮清，甚至想能不能走到阮清面前，就当是偶遇，说一句话也好。可是等到夜里，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他哥在国内跟他们父亲发生了剧烈冲突，这次争吵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夏家未来的走势。他作为夏家和余家的另一个继承人，不得不连夜里买了机票赶回去。阮清第2天回到公寓，收到那份礼物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在飞机上，即将降落国内。而等他帮着他哥正式夺得了夏家全部的控制权，他在蓝无为那里的等级评定也变成了良好。他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找阮清，他却听说阮清要回国了。我怎么这么傻？夏明之把额头抵在阮清的肩上，嘀咕道：傻透了。阮清轻轻摸了摸他的脑袋，像在安抚一个失落的大型犬。再过3天就是阮家老爷子的寿辰了。阮清跟夏明之都不怎么在意，两个人想起这件事就动作一致的皱眉头。阮家老爷子名叫阮振生，年轻时候也是个人物，到老了却惹得家中儿孙不是敬畏恐惧就是厌恶。唯一一个女儿阮爱敏算是贴心，最得他偏爱，养得脆弱又娇气，真拿他当花儿一样看守在温房里，却偏偏出了意外。阮清至今都记得阮家老爷子审讯他的时候，那双鹰隼一样狠厉的眼睛，但阮清还是决定去。他靠在夏明之怀里，手被夏明之握在掌心里，心情不是很好。我有件事情需要确认一下，所以我要回去。阮清淡淡说道：你不用太担心，我跟阮家其实早没有关系了，这次回去也一样，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当年阮家老爷子失去爱女，痛彻心扉，但是4年了，他也该冷静了。夏明之也没干涉，阮家如今已经式微，自从阮家老爷子退居2线，阮家就一日不如一日。他们几家说是世交，但阮家跟夏家如果不是早年有过联姻，也不会有几分亲近。如今的阮家儿孙都不成器，有几家公司已经被其他人收购了。夏明之的哥哥评价起阮家如今的掌权者只有一句话：空有野心的废物。光是废物还能守住家业，可是既没有才干，野心却不小，问题就大了。只是夏明之捏了捏阮清的手指，阮清自从回国一直和他在一起。他虽然不从商，但这么多年他不仅是写书上拿到众多奖项，自己名下也有不少投资。最重要的是，他手上有夏家和余家2家的股权。他哥又偏疼他，兄弟间绝不会为了家业闹出不愉快。
他永远是夏家的二少和余家的外孙。怕是有心人早就把阮清和他重归于好这件事传进了阮家的耳朵里。他哥也早就提醒过他了，阮家靠的是联姻起家。阮清虽然是养子，但也姓阮。我会陪着你，我绝不可能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夏明之握着阮清的手，认真说道。不过在去阮家前一晚，阮清先跟着夏明之回了次夏家。上次夏明之的哥哥就提出邀请，但是那时候阮清觉得他和夏明之的关系不尴不尬的，不太合适，就推拒了。这次倒是借着夏明之小侄女的生日，夏明之和阮清提了提。阮清想了想，就答应了。他还记得那个小女孩4年前还是抱在怀中的小婴儿，身上奶乎乎的一股香气，脸颊边有个小小的酒窝，手和脚都是肉乎乎的。如今夏明之从手机上翻出照片给阮清看，照片上的小女孩穿着一件小鸡外套，满脸都是水彩，咯咯的笑着，伸手去抹他小哥哥的脸，比他哥还要皮。夏明之话中透着笑意。阮清带着礼物随夏明之去赴约，车子开进夏家的时候，他看着夏家熟悉的草木栏杆，感觉夏家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只是当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夏家还不是夏明之的哥哥一手掌家，夏明之的父亲也还没有退居国外养老。那时候也和今天一样，夏明之牵着阮清的手进门。夏明之的父亲正从楼下下来，父子两个一看就关系冷漠。夏明之眼神阴沉的看着他父亲，抓着阮清的手紧了紧。阮清有点怕夏明之的父亲，他觉得他的眼睛特别冷，是那种没有感情的眼神，却还是礼貌的叫了声叔叔。夏明之的父亲沉默的看了阮清一会儿，对着他点了点头，然后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夏明之对他的父亲视而不见，带着阮清径直入里。阮清却在低头的一瞬间看见了夏明之父亲手上的婚戒。他也听说过夏明之的父亲花边绯闻从来没有断过，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居然在夏明之母亲离世多年后还带着婚戒。夏明之的哥哥嫂子都已经在等着他们。夏明之的嫂子叫安杰，是个贝塔，当初嫁给夏明之的哥哥，很多人不看好，背地里揣测他嫂子是贝塔会难以生育，觉得他早晚坐不稳夏家夫人的位置。然而阮清却听夏明之说过，说他哥追自己嫂嫂追的腿都要断了，从大学里一直追到毕业，别说有没有孩子这种小事，他嫂子让他哥向东，他哥都绝不向西。但阮清当初和夏明之恋爱的时候，夏明一的二女儿夏眠刚刚出生，为了不让老婆再有生育烦恼，夏明一直接背着所有人去结扎了。如今阮清跟着夏明之刚走进夏家的客厅，就有一个软波波的小奶团子一路跑着撞到了他腿上，没来得及刹车，一个屁股蹲跌坐在他的脚上，却也不哭，就是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他。阮清低头看见他白嫩嫩的脸，嘴唇像花瓣一样漂亮，睫毛长长的眨巴着，可爱的不行，弯下腰把他抱起来。4年前他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还是一个捧在手里的小婴儿，如今却已经能伸出手搂着他的脖子，奶声奶气的问他：哥哥你是谁啊？叫错了宝贝，这不是哥哥，是你小婶婶。夏明之在旁边老不正经的回答。阮清无奈的瞪他一眼。夏眠不知道自己小叔叔又抽什么风，专心致志跟漂亮哥哥做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绵绵，你也可以叫我小棉花。阮清心都要被他奶声奶气的声音融化了，赶忙说：你好，小棉花，我叫阮清。绵绵，你又去缠漂亮的哥哥了。安杰走了过来，看见阮清发自内心的高兴，走过来拉着他坐下。我听说你回国，就一直想邀请你来玩，软软快来坐。夏眠看见自己妈妈挣扎了一下要不要投奔他的怀抱，最终考虑到妈妈可以天天见，美人哥哥却不一定，坚决腻在阮清身上不下来，还要给他表演歌。
安杰忍不住跟阮清吐槽，这么花痴也不知道像谁，反正不像我。夏明一也牵着自己儿子走过来，闻言面无表情的接了一句，昨天也不知道是谁对着电视里的人喊老公。安杰二话不说踩了他一脚，夏明一被踩了一下也不在意，对着阮清笑了笑。他长得和夏明之其实不太像，整个人的气质更加冷硬严肃，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细纹就冲淡了这份生硬。阮清，今天就是家里人聚会，你不要拘束，夏明之是我弟弟。你也是。夏明之在旁边搂着阮清的腰，把自己的小侄女从阮清怀里拎出来，丢给他爹，懒洋洋的接口，我哥当年就想要个 Omega 弟弟妹妹，守在产房外等我出生，结果听说我是个 Alpha， 立马嚎啕大哭，要我妈把我塞回去。阮清和安杰一起笑起来，夏明一抱着女儿拍了拍，面无表情的瞪了自己弟弟一眼。现在我也很后悔没把你塞回去。晚饭是在庭院里吃的，庭院里的石灯亮着暖色的光，假山上留下潺潺的细流，空气里有一点淡淡的草木香气。就只有他们6人坐着。虽说4年不见，但是当初阮清除开跟夏明之的恋爱关系，他和安杰和夏明一也认识，2个人都很喜欢阮清，不然也不会让夏明之带他回来过春节。当初夏明一打听到了阮清被阮家囚禁的事情，回来告诉自己老婆，安杰当场翻脸，安家跟阮家本来要谈的一笔合作直接换人，如今他们几个还能坐在一起吃饭，不得不说也是缘分重续。彼此心里都有些唏嘘，却也知道眼下不适合提起。但是聊了一会儿，这几年的生疏也散去不少。确实像夏明一说的，这只是一次家常聚会，让人很容易放松下来。夏眠作为生日主角，一直惦记着生日蛋糕，他一定要靠着阮清做。偷偷跟他讲，哥哥我蛋糕分你。阮清喜欢他喜欢的不行，给他包虾吃。夏明之在旁边等了半天，以为阮清多少分自己一只，结果阮清理都没理他。夏明之只能自己默默给阮清加了个荷花酥，阮清毫不走心的说了句谢谢，又跟安杰聊了起来。哥，你有没有觉得这张桌子咱俩有点多余？夏明之最终只能找他哥寻求认同。夏明一慢条斯理把菜咽下去，让夏明之看看自己碗里。只见他7岁的儿子夏云正努力给自己老爸夹菜，还要认真道：“爸爸吃。”夏明之这日子没法过了。见阮清跟安杰正在说话，还要分心照顾自己那个粘人女儿，夏明一小声跟夏明之说：“你跟阮清现在算是复合了吧？还差一点，主要看阮阮什么时候能完全接纳我。我一切服从安排。”夏明之也小声回答，他说的是实话。夏明一看他这个糟心弟弟一眼，有点想训他，又忍住了。聊起了别的，我看阮清很喜欢绵绵，你们要是以后有个小女儿也不错。夏明之闻言却一怔，他当然知道阮清是很喜欢孩子的，尤其是他们2个的孩子。但他看着阮清抱着绵绵，眼含笑意，温柔的听着绵绵咕咕唧唧，心里头微微漫开了一点苦意。夏明一还在小声跟夏明之传授育儿经，他自从当了爹以后就很有心得，奈何夏明之不给他传授的机会。别说了，哥。夏明之轻声道：“如果阮阮现在真的跟我有了一个孩子，那我一定会开心疯了。”可是那天他在阮清家里留宿，在浴室里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一瓶 Omega 用避孕药，已经吃掉了半瓶。他看着那瓶避孕药沉默许久，最终放回了原位，仿佛什么也不知道，走出去继续抱着阮清一起入眠。夏明一不明白自己弟弟怎么瞬间低落下来，但是夏明之不想多提，跟他哥碰了碰杯子：“哥，跟我喝一杯。”夏明一稀里糊涂的举杯，看见夏明之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吃完晚饭，几个人依旧坐在庭院里闲聊。夏家的这个庭院设计的很清凉，引入了流水，露天坐着也不嫌热，
停下的勺要开了。天黑以后看不真切，却也朦朦胧胧，如美人半遮素面。夏明之中途被自己哥哥打发进去拿饮料，安杰抱着夏眠，牵着夏云去看池塘的鱼，一时间坐在沙发上的倒只剩下夏明一和阮清两个人。夏明一咳了咳嗓子，他其实不像自己妻子这么适合与别人谈心，只能没话找话，问问阮清这几年在国外过得怎么样。阮清一一回答了。夏明一的手指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敲了下，看着阮清的眼神有点迟疑。他知道夏明一把安杰和夏明之支开是有话跟自己说，所以他耐心等着。这些年你过得实在不容易。夏明一看着他，我虽然是个商人，但对家人不说谎话。阮清，我是真的很希望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不必回答我。夏明一看出阮清的尴尬，我没有想要替夏明之求情的意思，他做错了事情，活该受罚，我只代表我和我妻子。欢迎你来我家。夏明之辜负了你，你有权选择原谅他，还是抛弃他。我虽然心疼他，但我不会纵容他，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如果夏明之脑子犯浑，你也可以告诉我，我不会允许我的弟弟仗势欺人。夏明一说得很郑重。阮清笑了笑，夏明一这个人确实是有一说一，他虽然商场上名声狡诈，但为人却是这批子弟中难得的正派。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我和明之这一次能有个不一样的结局。阮清轻声说道，但4年了，我们都变化太多，我不能保证我们会有好的结局。阮清诚恳道，如果最终我们还是分开了，希望您能理解。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们一家人，但命运是无法揣测的。夏明一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能理解，他自己也是爱情里面走过来的，知道并非所有的爱意最终都有所回报。但他也知道，如果没能和阮清走到最后，等着夏明之的结局，也许只有孤独一生了。而他就这么一个弟弟，自小和他相扶相持。他犹豫了一下，到底是有点心疼，又道，阮清，我说这个话未免袒护我弟弟了，但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如果我们母亲没有去世，没有对他造成这么大影响的话，他不至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至于这么抗拒 AO 的结合，抗拒承诺、爱还有婚姻。夏明一不自觉流露出一点难过，他真的不是个坏人，他只是对于母亲的去世太过愧疚，也太过愤怒。他到现在都记得葬礼那天夏明之撕心裂肺的哭嚎，像个陡然被抛弃的小狮子，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来得及开疆扩土，却已经失去了这么多。而他抱着夏明之站在边上，捂着自己弟弟的眼睛，却清楚的听见自己弟弟哽咽的问他，是不是我不劝妈离婚，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夏明之把所有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而他听的心都要碎了，却无可奈何。他唯一的弟弟，他抱在怀里长大的弟弟，已经长高长大了，变得这么优秀，如今却趴在他肩上，哭得像个孩子。夏明一叹了口气，他看了一眼阮清，试探的问，我不知道明之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母亲去世的原因。阮清有点疑惑，他如果没记错，夏明之的母亲是因病去世的，但听夏明一的意思，似乎其中还有隐情，但他没能听到后续。夏明之端着几份饮料回来了，声音压得很低，带了一点制止的味道，叫了一声哥。夏明之不知道听见了多少，他往阮清跟夏明一两人中间一坐，彻底分隔开了他们两个。阮清只能歉意的对夏明一笑了笑。夏明一被自己弟弟不动声色的瞪了几眼，知道这话是说不成了，干脆站起来去找自己老婆去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夏明之却跟了过来，跟安杰道，嫂子，麻烦你先陪陪软软，我有话跟我哥说。安杰看他们一眼，
也不掺和他们哥俩的事情，带着两个孩子走过去，拍拍夏明的屁股，让他像个球一样扑进了阮清怀里。你干嘛跟阮阮说这些？夏明之等安杰一走，就不满地冲他哥道：我不需要谁来替我求情，我自己犯过的错，那是我罪有应得，我活该。阮阮什么都没错，他不需要为我负责，我自己有心理阴影是我的事情，是我不够成熟冷静，自以为是才走到这一步的。阮清不需要体谅我。夏明之想冲他哥嚷嚷，却又不敢说的太大声，怕阮清听见。阮清在那边跟安杰聊天，其实他也看了夏明之几眼，却终究没有探究的意思。你是活该，但就算罪犯还能有辩护律师，我凭什么不能替我弟弟分辨两句？夏明义也很不满，你跟阮清已经复合了，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爱人到底有什么心理问题。你问过阮清吗？他愿意你瞒着他吗？夏明疑问道。他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夏明之，但夏明之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所以呢，我应该恬不知耻的告诉阮清，说我也是有苦衷的。虽然我把你在发情期丢下了，虽然我害你被阮家囚禁，害你一个人孤独的过了4年，但我有苦衷的，我只是生病了，所以原谅我吧。是这样吗，哥？夏明之惨笑了一声，带着自嘲，我得多不要脸，才能理直气壮的去告诉阮清这些。他太了解阮清了，太明白如果他把自己的全部都和阮清和盘托出，告诉他自己有标记障碍，再告诉他自己为什么会有标记障碍，阮清一定会原谅他。可他不需要阮清原谅，阮清可以一辈子都不要原谅他的过错，因为他罪有应得。做错了事就要得到惩罚，这是小孩子都懂的事情。夏明之说道，阮清这么心软，如果他知道我的心病，即使他不想接受我，他也会强迫自己放下过去，重新和我在一起。可我不能心安理得去利用他的心软。夏明之呼出一口气，他看了一眼在沙发那里跟安杰说话的阮清，斩钉截铁道，我做不到这么无耻。夏明一块被他一连串的话气死了，这个兔崽子就是在骂他无耻是不是？两个 Alpha 大眼瞪小眼，谁都不肯先低头，像两个狮子对立，怒目而视。假山上的流水潺潺的沿着石头往下流淌，溅起碎玉般的水花。这在夏日里本应该让人觉得平静清凉，但此刻听着这声音，却无端让人有点烦躁。夏明之恼怒的揉了一下头发，他咬着嘴唇，像是要制止自己说出更多。夏明义也皱着眉头，一语不发的瞪着夏明之，大概心里在盘算要不要把这个兔崽子踢池子里去算了。但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夏明之首先移开了视线。他放软了声音，带了一点哀求，哥，你知道阮清受了多大的苦，我不能再让他委屈自己一星半点。哥，我已经痊愈了，我不会再犯了，所以阮清没必要知道。我不想他可怜我，我只希望他是因为爱我，我是他人生最好的选择，我能给他安全感，他才和我在一起，而不是他觉得不该怪我。夏明之恳切的看着他哥，哥，你别打扰阮清，有问题你找我就行。夏明之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他在对他哥哥示弱。为了阮清，夏明义还能说什么？他向来疼这个弟弟，母亲去世前握着他的手说，弟弟就交给你了，他却没能看好他。你这是在犯蠢。夏明义盯着自己弟弟，缓缓说道，爱情里哪有这么多公平，我宁愿蠢。夏明之说道，我以前就是活得太聪明，一心保全自己，才把阮清害到这个地步。我现在宁可蠢一点，慢一点，去讨阮清的一点欢心。夏明之回头看了阮清一眼，阮清也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遥遥相接。阮清对着夏明之笑了一下，夏明之就情不自禁也笑了。夏明之笑起来是很像他母亲的，眼神明亮，
眼尾微微上勾。一心一意看着自己爱人的时候，仿佛整个人都有了温柔的光。他是爱着阮清的，虔诚到刻骨的爱着他。夏明一看得出来，他叹了口气，懒得再说夏明之了，说了也没用。他踢了一颗石子到鱼池里，底下红头锦鲤攒动。夏明仪看着这些鲤鱼为一颗石子争先恐后，却觉得夏明之比这些鱼还傻。晚上阮清跟着夏明之回去，他们现在经常住在4年前买下的那座公寓里。谁也没有刻意提，但是夏明之留着阮清在这边住下。阮清也不反对，1星期倒有6天都在一起。在阮清的强烈抗议下，夏明之把照片墙给撤了，一边撤还要一边跟阮清嘀咕，这是你们高3演出的时候，我在底下给你拍的。这张你过生日的，还有这张我们去新西兰旅游。阮清懒洋洋的在沙发上翻着杂志，眼皮子都不抬一下。就2个字，快收。夏明之只能委委屈屈抱着箱子去了客房。但是墙上重新挂了阮清以前画的一幅画，画上是一幅写意山水，笔法说不上多么精妙，却也有一番开阔意境。阮清心里嫌弃自己当年画技稚嫩，可是看夏明之认真摆放，极其珍惜的样子，嘴角翘了翘，没说什么。这个晚上阮清其实过得挺开心的，他刚刚离开的时候，绵绵已经困了，却还拿肉乎乎的小胳膊搂着他，嘴巴像抹了蜜，含糊不清的说，漂亮哥哥以后还来看我吗？我好喜欢你啊。小孩子就是这么赤诚天真，喜欢就是喜欢，坦坦荡荡的说出来，不怕碰壁也不怕受伤。夏明之却偏偏酸溜溜拆台，他上回对江宇也这么说的。阮清不在乎，这个年纪的孩子喜欢10个8个都正常。他在绵绵的脸上亲了2下，我也喜欢绵绵。如今坐在夏明之车上，因为夏明之刚刚喝酒了。是阮清开的车。他开着车穿过隧道的时候，突然想起明天要去阮家，心情的愉悦就打了点折扣。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起夏明义准备告诉他的事情，只听了个开头就被夏明之打断了。阮清看了夏明之几眼，他想起夏明义说，如果他们的母亲没走，夏明之不会这么抗拒 AO 的结合。他其实也想知道原因，他没和夏明之在一起前，就听夏明之提过他是不婚主义，绝不会标记任何一个 Omega。 但夏明之那时候只是说，因为他要纵情享乐，不想把自己在一个人身上捆住。可如今听夏明一的口气，这里面似乎另有隐情。当年夏明之母亲去世，其实也算个大事，因为他母亲去世前正在和他父亲办理离婚手续，可是手续还没有办成，他母亲却疾病去世。而在夏明之母亲的葬礼上，夏明之的父亲自始至终都很冷静，穿着一身漆黑的西装，面容英俊冷漠，仿佛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告别，而非生离死别。以至于那时候传言纷纷，甚至有人猜测他父亲是为了财产继承害死了妻子。不过阮清是不太信的，要是真有这个可能，夏明之不会只是对父亲冷漠以待，而是真的会父子反目成仇，想尽办法把他爸送牢里去。但夏明之明显想要回避这件事情。阮清看着窗外，最终什么也没有问。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隐藏的秘密，即使是伴侣，也不能过分去窥探。阮清开着车停到了地下室，推推夏明之，夏明之才像如梦初醒，跟着他上楼。等回到家里，阮清洗了个澡就去睡了，他今天很累，不一会儿就沉沉睡过去。但他睡得并不安稳，他梦见了阮三小姐。他去国外的第1年，他也经常在梦里看见她，看见她毫无生机的倒在地上，惨白暗淡的一张脸，嘴上沾着血迹，玫瑰花一样的红。不管他怎么哭泣哀求，阮三小姐都没有回应。可是今天他梦见她，阮三小姐却变回了平常的样子，穿着柔软的长裙，头发盘起来，耳朵上缀着2颗圆润的珍珠。
她还是这么柔弱，是阮家模范般的 Omega 小姐，比橱窗里的洋娃娃还要精致温婉，不会反抗，也不会违背父亲的意愿。可是阮清在梦中握住她的手，她却看见阮三小姐微笑着看她，低声道：“你为什么还活着啊？”声音是这么的可惜，带着真切的遗憾。阮清心如刀绞，却还是笑了出来。他对阮三小姐说了一句话。阮三小姐本来温柔明媚的脸庞在一瞬间变得扭曲起来，眼神变得幽怨而凄怆。而阮清始终微笑着，可他心里却疼得快呼吸不上来了，他快溺毙了。阮清从梦里惊醒的时候，夏明之还没睡。他听见阮清小小的惊叫了一声，连忙打开一盏灯，俯身去看阮清。怎么了，阮阮？阮清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是夏明之。他慢慢的坐起来，暖黄色的灯光底下，他的脸色一片惨白。过了好一会儿，他对夏明之说：“我想喝水。”夏明之担忧的看他一眼，下床去给阮清倒水。阮清接过水杯，慢慢的喝了几口，温水滑进喉咙，似乎缓解了一点心口的冰冷。你做什么噩梦了？夏明之问他。他看到阮清额头上有冷汗，替他擦了一下。阮清看着手中的水杯，水面上隐约倒映出他的脸。我梦见了阮三小姐。他始终叫自己的养母阮三小姐，而非妈妈。你知道吗？我以前被丢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也想过，如果我有妈妈，她应该是什么样子。阮清转动着手中的水杯，他的声音很轻，也很平静。夏明之安静的听，手却环住了阮清瘦弱的肩膀。后来我被阮家收养，阮三小姐疯狂的时候，我很怕她。可是她平静的时候，我总是想，妈妈就该是她这样的吧。温柔的，身上带着蜜桃的香气，抱着我看窗外的花，给我读14行诗。阮清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起刚被收养的那段时间，他是住在阮三小姐房间里的。他第一次被人这么温柔的对待，颤巍巍的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够好，生怕给人添麻烦。可是阮三小姐拿着手帕给他擦脸，对他笑，让他看镜子里。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很像？他们确实有点像，一样精致漂亮的眉眼，头发睫毛都比一般人要淡一些。所以我在孤儿院一眼就看见你了，也许你本就该是我的孩子。阮三小姐柔软的手摸了摸他的脸。我以为母亲就是这样的，童话里说母亲都是爱孩子的。虽然我是被收养的，但我想，如果她能选择一直保持清醒，她应该也是会爱我的。可我错了。阮清抬头看着夏明之，突然笑了一下。夏明之心里回忆起了阮三小姐的脸，突然意识到，阮清的眉眼是真的和阮三小姐有些像，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他心里头猛地沉了一下。可阮清没有再说下去，他喝完了杯子里的水，就又缩回了被子里，露出苍白的小小的一张脸，看着夏明之，有点撒娇的口气，说：“头疼。”夏明之轻轻帮他按摩太阳穴。疼得厉害吗？要吃药吗？一点点疼。阮清闭上了眼睛，却在被子底下拿小腿贴着夏明之。他有一瞬间像是又变成了那个缩在夏明之怀里撒娇的阮清，轻轻的哼了一声，说：“你看着我睡，如果我做噩梦，你要喊我。”好。夏明之答应他。夏明之的手宽大而温暖，轻轻的贴着阮清的脸，手指打着圈摁着他的太阳穴。无论到什么时候，一想到夏明之在自己身边，阮清总会觉得安全和放松。4年过去，他还是如此不长记性。他困得迷迷糊糊，却还从眼睛的缝隙里看着夏明之，看夏明之灯光下英俊的脸庞，睡袍下露出精壮干练的身材，肩膀上有道浅浅的疤，是小时候骑马摔的。后来他带阮清去骑马，骑术已经很好了，阮清坐在他怀里，一点也不害怕。明天去阮家，你别离开我。
阮清声音软绵绵的，我不想一个人，我一步都不会离开你。夏明之跟他保证。阮清得了保证，终于重新睡着了。他睡姿很好，只是头往夏明之这边偏，睫毛浓密的像小扇子，偶尔不安的眨动一下。夏明之守了他一会儿，看阮清没在做噩梦，才躺进被子里，把阮清揽进怀里。但是刚刚阮清说的话却像惊雷一样留在夏明之心底。他之前其实想不太明白，阮清为什么要答应阮家去参加寿宴。依照阮清的性格，他根本不在乎阮三小姐留下什么遗产，否则也不会回国后一次都没和阮家打交道。可是他回忆起阮清刚刚从噩梦里惊醒那一瞬间，阮清的眼神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终于冲出了水面，明明已经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知道自己安全了，却还心有余悸。很快就到了第二天晚上。阮家向来喜欢豪奢，阮家老爷子的大寿，虽然阮家如今有了颓势，却到底还是家资不菲，往来者依旧是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明星来争奇斗艳，其中几个甚至是阮老爷子的绯闻对象，走红毯一样招摇。阮清是坐着夏家的车来的，他跟夏明之一起坐在后座上。有人拉开车门，夏明之先走下来，然后弯腰伸手去扶阮清。阮清从座位上抬头看他，夏明之穿正装总是比平日里更英俊，收敛了一点不逊的意味，显得稳重又可靠。阮清把手放在他手心里，从车里钻出来，夏明之接住他，轻轻搭住他的腰。阮清能感觉到周围若有若无打量的视线。如今夏家风头正盛，夏明之自然也是炙手可热。阮清虽是阮家的养子，但是当年认识他的人也不少。如今再看见他和夏明之一起出现，估计不少人心里暗恨，怎么兜兜转转又是他在夏明之身边。当年阮清跟夏明之恋爱，也不是没有遇见人从中作梗，但是一晃4年，如今他面色平静的和夏明之牵着手，神色淡淡，落落大方的任别人打量。阮家今天大宴宾客，宴席摆出去10几桌，但在晚宴开始前，宾客们都在旁边的一个客厅里面碰面，也算是借着这个机会联络交流。夏明之跟阮清走进去，就有人过来打招呼，有些算是阮清的旧识，也有没见过的新鲜面孔。夏明之会附在他耳边小声提醒都是谁家的人，但很快就有一张阮清想都没想到的熟悉面孔跑过来，碧蓝色的眼睛像猫一样亮亮的看着他。林卡尔，那个来他们杂志社当兼职模特的林卡尔，顶着一张混血的脸，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林家刚刚回国的三少爷。这个林家也算是夏家旧识，他们家的大少爷自己是 Alpha， 择偶取向还是 Alpha， 之前几次三番纠缠过夏明之。阮清倒是没听过林家还有第3个儿子。夏明之在旁边冷笑一声，低声跟阮清解释道，林家老爷去年娶了第3任妻子，妻子是英国人，没有结过婚，单身抚养一个19岁的儿子，也就是这个林卡尔。话说到这里也就明了，如果真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子，林家老爷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让人来认识自己的新儿子，只能是私生子转正了。但阮清也没奇怪，高门大户里隐秘的事情多了去了，这是实在连个八卦都算不上。林卡尔今天也穿了一身黑色的正装，他本就是模特身材，被这黑色一压，肤白如雪，眼瞳深邃，少年人的青涩都褪去了不少，只剩下年轻人的俊朗。但他一笑起来还是阳光灿烂，一点都不顾夏明之的黑脸，蹭到阮清身边，阮阮，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阮清不等夏明之发作，就好脾气的笑着回答，因为没有必要。我说了，我仅仅负责你的医药费，其他一概不管。林卡尔的脸顿时垮了下来，但他很快又高兴起来，他看准了今天的场合，阮清不会让他下不来台。
赖在阮清身边不走，摆着天真的一张脸，说自己谁也不认识，只认识阮清。夏明之脸色阴沉的看着他，他也不甘示弱的瞪回去。大家都是拿着请柬进来的，谁怕谁啊？阮清被他俩一左一右夹攻，搞得有点进退两难。过了一会儿，有个从前关系还不错的女孩邀请他坐坐，他就对着夏明之笑笑，自己抽身走了。只剩下夏明之跟林卡尔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两个人的侧脸有些微妙的相似，看着对方的眼神也是如出一辙的厌恶。乍一看，他们两个倒像半路兄弟。最终还是林卡尔沉不住气，先开口讥讽：“我听说过你和阮清的事情了，你4年前就抛弃了他，现在又死皮赖脸的求复合。”他不屑的哼了一声：“我要是你，根本没有脸出现在阮清面前。”夏明之冷不防被一个毛头小子戳了痛处，但面色却不变。林卡尔这点皮毛对他来说连开胃菜都不够，他甚至笑了一下，慢条斯理的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阮清还是选择了我。”林卡尔没想到他能这么不要脸，简直目瞪口呆。林卡尔气急败坏道：“你以为你能拥有阮清几年？你比我老了10岁，挨大叔，我随时可以等你老了再抢走阮清。”夏明之跟看白痴一样看他：“你是不是脑子不太好？我是夏家的继承人之一，还是余家的外孙，我自己也事业有成，我能永远站在阮清身边保护他。但你有什么？”夏明之冷笑一声，一个19岁的毛孩子，私生子刚刚转正，无权无势，除了年轻，你一无所有。夏明之看林卡尔涨红了脸，却还要逞强开口，但他没给他这个机会。夏明之继续说道：“你想说你比我爱阮清吗？你永远不会伤害阮清，不会像曾经的我一样抛弃他，是吗？”是又怎样？林卡尔被夏明之激出了脾气，愤愤的盯着他：“我就是不会伤害他，我会比你对他好。你不过是占了天时地利而已。”中文学的不错，还知道天时地利。夏明之嘲讽的勾起嘴角，可惜情商不高。你以为你的爱很昂贵吗？夏明之眼中流露出明晃晃的讥讽。不，这世界上只有被需要的感情才有价值，不被需要的感情不过是一叠废纸。你以为是因为我比你更爱阮清，所以阮清才和我在一起的吗？你错了。夏明之怜悯的看着林卡尔，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上位者对弱者的怜悯。他讨厌林卡尔，仅仅是因为他讨厌有人觊觎阮清，而不是他真的觉得这个男孩对他有威胁力。我的爱没什么特别的，是因为阮清爱我，才赐予了我与别人不同的权利。他爱我，所以他选择我，仅此而已。夏明之已经懒得与林卡尔多费口舌了，这个19岁的男孩脑子还行，被他这么一通打击，已经领会到了他的意思，脸色扭曲。夏明之站起了身，准备去找阮清。走之前，他轻飘飘的给了林卡尔最后一击：无论你怎么努力，你的爱对阮清始终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他不爱你。夏明之说完就不理林卡尔了，他慢悠悠走到阮清身边，跟他身边的人打招呼，一只手轻轻搭到阮清的腰上。阮清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林卡尔的脸色相当难看，愤愤的咬着嘴唇：“你又去欺负小孩子了？”阮清无奈的低声问：“谁欺负他了？只是提早教他一点人生道理。”夏明之轻笑道。他在阮清脸颊上落下一个吻，并不多么暧昧，却足够亲密无间。一直到宴席开始之前，阮家老爷子才被人用轮椅推了出来。他一向身体硬朗，可是年前一场大病让他到现在都还没缓过来，只能坐在轮椅上跟众人相见。阮清4年都没见过阮家的老爷子了，上一次相见还是在那间阴暗的封闭室里。这个老人的拐杖恶狠狠地落在阮清的肩膀上，瞠目欲裂，赤红着一双眼睛，
像是下一秒就要把他剥皮拆骨，流放到地狱里。阮清从他的眼中清楚地读出了憎恨与厌恶，而阮清挨了这一仗，肩膀上的淤青到他被放出来都没有完全消退。可是4年过去了，这个当年对他怨毒狠辣的阮家老爷已经明显衰老了，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枯瘦，手指微微蜷缩，虽然还能走动，但是已经大不如前了。阮清曾经很怕他，这个人在阮家是独裁者一般的存在，他的妻子与情人敬畏他，儿女胆怯却又依附于他。他是阮家的天，有他在阮家就不会抖，可也只要他在，阮家所有人都被压抑的喘不过气。反倒是阮清，因为只是个被收养的养子，跟他没多少接触，阮家老爷子也不会没事想起他，反倒能透一口气。可阮老爷子的威严还是刻在了当时还年幼的阮清心里。他知道收养他的阮三小姐心底里是畏惧这个父亲的，他还没有疯的时候，是他最得意的温顺女儿，从来不懂得反抗，养得跟名贵的花一样娇贵柔软。他什么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不管是读书还是自己的终身大事。所以阮老爷最疼爱他，时常拿出来夸耀，和别人家叛逆的 Omega 做对比，说他贴心顺从，最孝敬父亲，从来不和父亲起冲突，不像他2个哥哥只会惹是生非。但他从来没在意过阮三小姐自己愿不愿意变得如此乖顺，人偶一样精致美丽，成为阮家的一项体面的资本。大概是顾及阮家老爷子的身体，护工推他走得不快，阮清有时间直白地打量着他。4年过去了，阮家老爷也变成了一个寻常老人，干瘦虚弱，依靠在轮椅上，像一头雄狮，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眼中的火已经熄灭了。他坐在轮椅上，阮清已经可以俯视他。在场的人纷纷跟阮家老爷问好，阮清跟夏明之站在人群后，没有走上前，但是阮家老爷却示意看护推他上前，停在了阮清跟前。他满是感慨地看着阮清，好孩子，你能回来，我很高兴。阮家老爷伸出手去拉阮清的胳膊，他的手很粗糙，树皮一样刮蹭着阮清的皮肤，可他的眼神里竟然透出一点慈爱，看着阮清的眼神仿佛透过他在看什么别的人。阮清听见他甚至有点哽咽，满是叹息地说，如果你妈妈，如果艾敏在这里看见你该多高兴啊。阮清面无表情地看着他，4年前也是这双手抓着他问，为什么死的不是你？艾敏就不该收养你这个扫把星，你为什么不去死？而阮家老爷还殷切地看着他，好像在等待他说什么。阮清不由有一点反胃，上位者当得太久，阮家老爷子已经失去了共情的能力。他不知道原来别人也是会痛的，以为自己施舍出一点怜悯就可以抹消从前的种种。他大概以为阮家肯重新敞开怀抱接纳阮清，阮清就该感恩戴德。可是人又不是玩偶，哪有扔了就能捡回来的？如今大堂里的人视线都落在他们身上，宾客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好明着议论纷纷，可是谁都看得出来阮家老爷子对这个养孙态度不一般。落在阮清身上的视线一下子变得复杂暧昧，夏明之不由上前一步，挡在了阮清身边。他跟阮家老爷问了声好，态度恭敬有余，亲近不足。然后他拉住了阮清的手，他站在阮清身边是充满保护欲的姿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有多重视阮清。阮清的手指跟夏明之相贴，夏明之的体温比他略高，透过相贴的肌肤传过来，他心里头多少有了一点可以依靠的感觉。他知道自己身单力薄，是抵抗不了阮家的，如果阮家不来打搅他，其实他也不会愿意和阮家扯上一点关系，因为这个世界对弱者就是如此不公平。但是夏明之站在他身边，代表的就是夏家。阮清这次答应阮家的邀请的时候，
开诚布公的和夏明之说过，他要夏明之跟他一起出席，就是为了借夏家的事。狐假虎威。夏明之的回答是落在他唇边的一个吻，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你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你可以代表我的一切。听见夏明之和他问候，阮家老爷子的视线分出了一点到夏明之身上。夏明之如今愈发稳重了，站在阮清身边，确实是一对璧人。再想到他丰厚的身家与夏家的地位，阮家老爷子看他的目光就带了点满意。一段时间不见，明之越来越出色了。当年你跟阮清分开，我就可惜，如今你们再续前缘，我心里头也高兴。阮家老爷子声音不大，但清晰的传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我正想着哪天约你哥吃顿饭。阮家老爷与夏家长子的饭岂是随便吃的，这分明是要联姻。在场已经有人嘴角露出讥诮，拿一个养子捆上夏家。阮家的算盘倒是打得精，不愧是靠着 Omega 的裙带起家的。阮清也感受到了在场的视线，他的手轻轻捏了下夏明之的手，他看着阮家老爷子，露出了阮老爷出场后第一个微笑。他的眼睛是冷的，人却显得温和。阮老爷子，感谢您这次邀请，我来参加您寿宴。不甚惶恐，阮清声音很真诚，甚至刻意的抬高了一点。他看着阮家老爷的眼睛，字句清晰的说道，虽然4年前我就跟阮家正式解除了收养关系，和阮三小姐也不再是母子，但是您能邀请我，我非常感激。阮清已经听到有人发出了低低的惊讶声，阮家的一次寿宴附带一出八卦，宾客们估计都觉得来的不亏，而阮清心里只剩下冷漠。他今天来就是要跟阮家断开所有关系，他再也不需要背负和阮家有关的一切了。4年前他出国，以为这一切都已经了结，可是4年以后，阮家竟然还想把手伸到他身上来。那他就干脆借阮家的大寿、大宴宾客，所有上流家族都在的时刻，宣布他们已经断开关系。4年前，阮家确确实实跟他解除了收养关系了，户口也迁出来了，如今他只属于自己。他不在乎其他人是不是会说他忘恩负义，说他攀上夏家就飞上枝头，他只想要把和阮家有关的一切都留在4年前，留在他割开自己手腕的那一刻。阮清看见阮家老爷的脸上出现了怒色，是那种身居高位的人看见一个远比自己卑微的人居然敢挑衅自己尊严的恼怒。他看上去想说些什么，但阮清没给他这个机会。阮家对我这些年的栽培，我从心底里非常的感激，即使不再是家人了，我也衷心希望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阮清眉眼温顺，声音也温柔的说道。在灯光下，她这一刻看上去真的很像死去的阮三小姐，一样的美貌又温柔、脆弱且金贵。阮家的老爷子不禁心软了片刻。罢了，这是艾敏在这世界上仅有的延续了。他自认为可以宽容孙辈一时的糊涂。他放缓了声音，笑起来掩盖起刚刚的怒容，仿佛真的是个和蔼的老人。他拉着阮清，声音并不大，孩子说什么傻话，家人之间并不是收养关系可以确定的，以后没有以后了。阮清嘴角一直是笑着的，他弯下腰，假装把耳朵凑过去听阮家老爷子说话，然后他用只有他们2个听得到的声音说，没有什么以后了，我早就知道了，阮三小姐。阮爱敏是我的亲生母亲，但那又怎样呢？她已经死了。她死去的那一刻，阮家在她心里就什么都不是了。阮清的声音很小，连身边的护工都听不见，可是阮家老爷子却清晰的听见了每一个字。阮清直起身，冷冷的看着阮老爷子震惊的脸，但他却始终笑着，得体礼貌的那种笑意，仿佛刚刚真的在倾听阮老爷说话。阮老爷子这次是真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嘴唇甚至有点抖，不可置信的看着阮清，他像是从来没认识过阮清一样看着他。
阮清此刻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阮三小姐了，她远没有她那么柔弱顺从，也没有她那样脆弱易折。她只有一双与阮三小姐相似的眉眼，可是眼神却要坚毅冷酷得多。阮老爷，好像快到开宴的时间了，阮清提醒他。要我推您过去吗？阮老爷子抓紧了轮椅的扶手。到底是一辈子都在大风大浪里经历过来的人，他迅速冷静了下来。不用了，护工推我过去就好。你跟明芝一起入座吧。他没有再试图亲昵温和的去拍拍阮清的手，也没有再费心维护一副慈爱长辈的假面。他冷着脸被护工推走了。开宴落座的时候，阮清注意到主桌上似乎临时有了变动，而他跟夏明之被安排在了旁边的桌子上。如果他没猜错，刚刚主桌上本来是有他一个位置的。夏明之不知道阮清刚刚都和阮老爷说了什么，但是他就站在阮清身边，清楚的看见阮老爷子震惊的眼神跟瞬间冷却的态度。他跟阮清坐下来以后，忍不住低声问：你刚刚说什么了？他怕阮家是不是要对阮清不利。阮清遥遥的看了阮老爷子一眼，阮老爷子坐在主位上，接受大家的祝贺，面色却还有些僵硬。阮清心想，他这个寿宴怕是过不好了，估计等晚宴结束，你就知道我刚刚说了什么了。阮清回答道。如果他没猜错，阮家老爷子还是会要找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开，然后追问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世的。阮家大概以为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想要拿这一层血缘关系来重新接纳他。阮老爷子对阮三小姐多少是有父爱的，知道他是阮三小姐的亲生儿子后，自然不会允许自己的外孙还流落在外。可惜他想要认回的外孙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阮清能感觉到桌子上其余人好奇打量的视线，他对着右前方的一个小姑娘笑了笑，那姑娘顿时有点不好意思。宴席开始前，灯光暗了一会儿，阮老爷子的长子安排了礼物，自己也发表了一通冗长的对父亲的祝福，说的情真意切，可惜近2年发福，没几句就有点喘气。阮老爷子一言不发的看着长子表演，阮清看得有点想笑。在这个暗淡却豪华的室内，他想起了阮三小姐。如果他还在，父亲的这个寿宴，他会送上怎样的礼物呢？很久之前，阮清罕见的问过阮三小姐一个冒犯的问题。他问他是真的有这么敬爱他的父亲吗？阮三小姐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他是保护我的高墙，也是束缚我的围城。可是我已经习惯玻璃花房里的生活了，去不了外面了。他摸了摸阮清的头，像是想说什么，却又最终没说。过了一会儿，他翻出了一个旧相册，给阮清看最里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英俊清爽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和一件浅色的开衫，很儒雅，有一双深情的桃花眼靠在一个钢琴边上，对着镜头外的人微笑。他有一双薄而柔软、桃花一样漂亮的嘴唇。这是我以前的钢琴老师哦，很好看，对不对？阮三小姐摸着阮清的头问道。阮清认真的看了几眼，这确实是个好看的有些勾人的青年。阮三小姐细白的手指轻轻的在照片上抚摸了一下，但是她翻动相册的时候，又不小心掉落了另一张照片。阮清捡了起来，看见上面是阮三小姐和另一个文弱清秀的男人的合照。这男人生的也不错，但明显更为沉稳冷静。阮三小姐跟他牵着手，却靠得不是很近。阮清认的这个人是阮三小姐的未婚夫，他父亲为他选择的。这男人身世清白普通，无权无势，却足够聪明精干，在阮家的集团里担任要职。他很喜欢阮三小姐，订婚以后更是死心塌地为阮家卖命。阮老爷子很满意自己的安排，自认为对女儿用尽了心思，因为他挑了一个没有家世却能干的女婿，可以一心一意服从阮家，娇惯他这个柔弱的女儿。然而这个年轻人最终没来得及娶到阮三小姐就死了。
死在来见阮三小姐的路上，连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付给阮三小姐一句。而在他的车上，还有带给阮三小姐的花被鲜血染红了，变成脏污的一团，掉在地上。阮清猜的没错，宴会快结束的时候，阮老爷子确实派身边人来请他散场后留步。阮老爷子有些话想和他谈谈，他本来只想请阮清一个人留下，并没有希望夏明之陪同，但阮清拒绝了。我的事情明知都可以留下来听，如果只有我一人在场，那这事就不必谈了。阮清说道。那人没办法，又打电话去请示了一下，才恭敬的表示请夏少爷一起过去。如今宴席已散，刚刚还是宾客满堂，转眼就变得安静冷清。在盛大的场面一旦走到尾声，留下的也不过是一地清冷。那庭院里的灯光还亮着，花也还开着，花上的露水却已经干涸，花瓣都微微的卷曲起来，掉在石子路上。阮清跟夏明之牵着手走过走廊，看见小花园里的一个假山被青色的藤蔓覆盖着，他回过头对夏明之笑了一下，说：我小时候曾经躲在那里面，我被人打了一巴掌，又没法反抗，最后只能没用的躲起来。那时候他又瘦又小，躲在假山里头，谁也看不见他。他不想当阮家的孩子了，他知道被收养是种幸运，是他们这些被抛弃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可他宁愿回到那个破旧的照不到阳光的孤儿院里，也不想再当阮清名义上的小少爷。衣食无忧也没什么好的，缺衣少食也没什么不好，起码孤儿院里的人都喜欢他。他还是想回去，他以为不会有人找到他的，阮家可能根本不会发现他走丢了。他躲在山洞里面，看外面的天色渐渐变得昏暗，有一刹那觉得一直躲在这里也好。可是阮三小姐找了过来，她这么瘦，手腕细细的，小心翼翼的把她抱出来，累得气喘吁吁，可她没有骂他，也没有责怪他，只是轻声说了一句：你吓坏我了。他一边抱着阮清回房间，一边低声问：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呀？下次你告诉我，你不要躲起来，我找不到你会很担心。阮清确实被欺负了，被打了他都没有哭出来，可他趴在阮三小姐的肩头，闻到她身上暖融融的蜜桃的味道，眼泪很快晕湿了他的衣服。他后来无论受过多少委屈，都没有跟阮三小姐说过一次，但他也没有再想逃跑或者离开了。他一直以为，即使整个阮家都轻视他，嫌恶他，阮三小姐总是喜欢他的，起码他清醒的时候是喜欢他的，这就够了。他也是有过母亲疼惜的，这就够了。可惜他错了。阮清把视线从假山上收回来，他感觉到夏明之握着他的手逐渐用力。他转过头，看见夏明之眼中的难过和心疼。阮清说的平淡，可是夏明之听的心都在发痛，在他不知道的那些时刻，他的软软受了不知道多少委屈，却还长成了如今温柔的样子。我不可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夏明之认真说道。阮清只是笑了笑，事到如今也没人再能让他委屈自己了。他曾经最在乎的东西全都破裂在了他面前，让他如坠深渊，以至于放弃了自己。可现在他活下来了，已经没什么能再伤害他了。阮清和夏明之穿过走廊，就到了阮家老爷子独居的那个别墅。从前阮老爷子是不住这里的，但也许是上了年纪，喜欢清静，特地搬来了。老爷子在屋子里面等着二位少爷，替他们引路的那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为阮清和夏明之推开了门，门内只坐了阮家老爷一个人。他坐在窗边，屋子里只开了几盏小灯，窗外的光透进来，照出他脸上的每道皱纹。听到门开的声音，他也没有回头。他看着窗外的月光，发现自己已经有点记不起来他的女儿阮爱敏10几岁时是什么模样了，但他却还记得他出生的那一天。
因为这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 Omega 女儿，他难得在产房外等候。护士小心翼翼的把孩子放进他手里，一个皱巴巴的小婴儿，看不出好看还是难看，牙齿都没有，哭得满脸通红。他是个没多少感情的人，可看见这个孩子小小的拳头捏在一起，全身都软绵绵的，他突然觉得有这么个孩子也不错。可是这个得到了他全部父爱的孩子，被他这么娇生惯养的宠爱着长大，最后的结局居然是自杀而亡。他无法接受，他一生里见过太多鲜血，早在7、8年前他就失去过一个私生子，可他痛惜了2天也就平淡了。唯独这个女儿是在他手掌心里养大的，即使疯了，他也舍不得他再受一点伤害。可偏偏他死了。他缓慢的转过头去看阮清，他听见阮清平静的叫了他一声，声音里并没有什么起伏和情绪，仿佛这真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谈话。而阮清只是他一个没有血缘的小辈。阮振生一双眼睛盯着阮清看了许久，他的眼睛已经有点浑浊了，但是眼神还锐利。他是真心的想补偿阮清，想把他接回阮家来，让他门当户对的跟夏明之结婚，两家联姻，他会保他一辈子平稳富贵。但如今看着阮清的眼睛，他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冲着补偿来的。他不会回到阮家了，但他还是要和阮清聊一聊。坐吧，阮老爷子说道，我叫你来确实是有事情商量的。我在艾敏的旧物里面发现了这个，还找到了艾敏的遗嘱，你可以看看。阮老爷子推过来的是一张已经陈旧的亲子鉴定书，委托方阮艾敏，鉴定结果阮清和他确实属于母子关系，而日期是阮清被阮艾敏收养的前2个月。阮清比所有人都要更早的知道真相，但他拿到这封鉴定书的时候，手指还是不易察觉的颤抖了一下。他的亲生母亲一早就知道了鉴定结果，可最终选择的却是让他作为养子回到了自己身边。他这一辈子都懦弱而脆弱，想狠心又不彻底，想当一个温柔善良的母亲，他又做不到。他永远都活在煎熬里。夏明之看清了那个鉴定书上的内容，尤其是那个鉴定日期，惊讶到几乎说不出话。他不可置信的看着阮清，阮阮，你早就知道了吗？他看着阮清平静的脸色问道。4年前我就知道了。阮清把鉴定书放到了一边，他看着阮老爷子的眼睛，这个人曾经让他畏惧，但如今他只觉得他可笑，自己断送了自己女儿的一生，却还以为自己是个无辜的慈父。我还知道是我的亲生母亲阮爱敏自己选择把我抛弃在孤儿院的。阮清看见阮老爷子波澜不惊的脸上终于出现了震惊的神色，而他心里最深处的地方，他埋藏所有秘密的地方，被掘开了一个角落，淌出滚烫的血。他把我扔在了吴城一个郊区的孤儿院，以为一生一世都不会看见我了。可惜我3岁的时候，那个孤儿院关闭了，我们被分散至其他孤儿院。我被送来了龙城，然后我9岁的时候，阮三小姐来做慈善。阮清没忍住，嘲讽的低笑了一声。一个抛弃自己亲生孩子的人来孤儿院里做慈善，天大的笑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但他在一堆孩子里认出了我，最终他收养了我，把他的亲生儿子当成养子带在了身边。阮清每说一句，阮老爷子的面色就难看一分。不可能，艾敏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阮老爷子激动的断然否定。当年艾敏怀孕，我们都是知道的，你是他和宇泽的孩子。她怀孕了以后，我们就让他们赶紧办婚礼，只不过是宇泽那小子没有这个福气。他的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为自己的女儿辩解。他没有理由抛弃你，一定是他身边的人做了手脚。当年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去了别庄休养，结果突然早产。阮老爷子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
他说的也是实话。当年阮三小姐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离婚礼只有几个月了。阮老爷子对于自己唯一的女儿怀孕是欣喜的，他最宝贵的小女儿即将有属于自己的孩子。他甚至亲自给这个孩子取了名，但他取的名字是阮寻。如今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孩子叫阮清。他看着阮清冰冷平静的眼睛，突然觉得阮清似乎早就洞悉了一切。他去了别庄休养，结果早产，你们都不在他身边。他是被临时送进一个私人医院的，对不对？阮清问道。然后他说他的孩子生下来就先天不足，没有呼吸。你看见他生产了吗？你看见他的孩子了吗？长得像他吗？会哭会动吗？有呼吸吗？你看见了吗？阮清一声一声的逼问，他的声音并没有刻意太高，可落在耳朵里却像针一样尖锐。阮老爷子说不出话来，因为答案是没有。当年他在外面处理生意，知道消息的时候，就是一直照顾艾敏的阿姨打电话，说他们现在在医院，小姐的孩子因为意外没能保住，生下来就没了呼吸，还慌张的问他该怎么安慰三小姐。而他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女儿说谎？他那个柔弱的天真的女儿，花朵一样脆弱柔顺，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庇护。他怎么可能这么果决的调换自己的孩子，设计了一个精心的骗局，瞒天过海，最终骗过了所有人？可是如今阮清坐在他面前，那张亲子鉴定也放在他面前，他清楚的知道阮清说的才是实话。阮爱敏特地在怀孕的时候借着休养的名义去了别庄，就是为了避开所有人，丢掉这个孩子。当时陪伴他的主要的几个人都是从小照看他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就为了这一场骗局。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阮老爷子茫然的问。他看着阮清，他心里的女儿一瞬间变了个模样，可他却不敢相信。明明他这么乖，什么都很听话，又胆小柔弱。而4年前，阮清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他流着泪问他的母亲为什么要丢掉他。阮三小姐是怎么回答的，阮清一刻都没有忘记过。他说，因为你是罪证啊，是不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每次想到你在我的肚子里，我就深深的厌恶自己，也厌恶你。我背叛了老师，也背叛了宇泽，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只得到你这样一个错误。太痛苦了，阮清，我每天都在痛苦。是阮清看着阮老爷子的眼睛，这双眼睛在此刻终于变得有了人类的感情。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他看着更像一个父亲了，而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大家长。阮清攥紧了手，他能感觉到夏明之担忧的扶住了他的手臂，他忍不住贴过去一点，好像这样才能汲取到一点温度，让他有勇气说完接下来的话。你从来都不了解你的女儿，你只要她听话乖巧，按照你的心意发展。阮清冷冷的说道，她小时候喜欢骑马，喜欢击剑，你却觉得 Omega 就应该乖乖去学钢琴舞蹈，她长大想要选择物理系，你不让；她想要搬出阮家，你也不让，而她什么都听你的，最终你让她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她也听了。她太听话了，被压抑着只能听话，明明有着最深刻的恨意，却拼命压迫在心底，最终害了所有人。阮清闭了一下眼睛，他眼前似乎能看见4年前那天，阮三小姐跟他说这些话的样子，他看上去这么平静，眼神却这么怨毒。他恨着所有人，恨他的父亲，也恨阮清，还恨与他曾经相爱的那个人。他也恨他自己，他从来没爱过自己的未婚夫，但是你让他订婚，他就听了。后来他的未婚夫死了，他本该有更多的选择，可他腹中却还有一个被众人期待的孩子，5个月大了，流产已经很危险了。你真的以为他有这么想替不爱的人生孩子吗？他根本不爱那个人，
又怎么会爱和他生下的孩子？他恨透了这一切，恨透了你们安排他的人生，也恨你们让他失去了真正爱的人。他最终选择了把我生下来，再扔掉，他就解脱了。可是之后，阮三小姐就疯了。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因为失去孩子才变得疯狂的，可直到4年前，阮清才知道她是被自己亲手扔掉了自己的孩子这件事给逼疯的。她这么恨他，恨到甚至想过直接杀了他。可是真的把他丢掉了，他又被愧疚折磨疯了。阮清如今想起他，只觉得可悲。他一生都活在囚笼里，当一朵名贵柔弱的花，这一生最果决的时候，就是为了扔掉自己的孩子而布下了一个局。而9年以后，他在孤儿院里居然又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他没有因为意外死亡，好好的长大了，虽然瘦弱了一点，可那双眉眼，桃花一样漂亮的嘴唇，让他一眼看出这是自己的孩子。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我领回来。阮清轻声说道，让我杂草一样自生自灭不就好了？他总是这样，又想当个不管不顾的坏人，却又坏得不彻底。他又想起阮三小姐摸着他额头的手，抱着他去看窗外的第一场雪，每一年都记得他的生日，要给他下长寿面。可他也记得阮三小姐掐住他的脖子，他发疯了，恶狠狠地把他压在窗户上，含着眼泪问他，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他不愧是阮老爷子的亲生女儿。当年阮三小姐自杀后，阮老爷子也这么问过他，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如果可以，阮清垂下眼，云淡风轻的想，如果可以，他也希望自己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阮三小姐安排的那样，一出生就没有了呼吸，像一滴水蒸发在这个世界上，不留一丝痕迹，对所有人都好。那你为什么不说呢？啊！阮老爷子攥住阮清的手，他也许真的对自己这个唯一的外孙有了点感情。他看着阮清，眼里居然有点痛苦。4年前你为什么不说呢？艾敏他为什么自杀你是知道的，对吗？都到了那种地步了，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他死死的捏着阮清的手。夏明之忍不住隔开了阮老爷子的手，阮清的手腕已经被抓得通红。他一只手横在阮清身前，提醒阮老爷子自己还在这里。夏明之快被阮家的这群人恶心坏了，事到如今却只会抓住阮清逼问。他恨不得现在就带阮清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再也不需要回来了。阮清不属于这里，但阮清轻轻摁住了他。阮清看着阮老爷子说道，他4年前来找我，把我的身世告诉了我。他说他恨我，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因为我是肮脏的，是他人生的污点。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然后他骗我出去拿药，自杀了。他终于把深藏多年的秘密吐露出来，连带这么多年的爱恨。然后他自杀了，解脱了，却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阮清。他当年心如刀绞，简直不敢相信这是阮三小姐会说出来的话。他心目中一直温柔的，发自内心喜欢他的母亲，原来全是假的。没有人喜欢他，一直没有。所有人都觉得他如果不存在就好了。阮三小姐是这样，阮老爷子也是，连夏明之都选择不要他。阮清及时收住了自己的思绪，没有再回忆下去。他最后对阮老爷子说道，如果不是你们找我回来，我知道你们肯定找到了证据证明我们是母子关系，我这辈子都不会说。如果有人问他是否恨过阮三小姐，那一定是恨过的。可他难道就没有爱过她吗？他拿她当做一个真正的温柔慈爱的母亲，爱了10多年，所以连他最后一个无理取闹的遗愿，他也答应了。可是这个秘密也只保守了4年，被阮三小姐自己留下的一个亲子鉴定揭开了。阮老爷子像是一下子又变得苍老了几岁。屋子里昏暗的灯光映出他脸上的皱纹和满头的白发，
搭在扶手上的手攥得很紧，却微微的颤抖着。阮清看见他的眼睛似乎红了，那双很辣的浑浊的眼睛似乎出现了一丝猩红与悲痛，可是再仔细看又没有了。阮清心里想，他到底有多爱自己这个女儿呢？阮三小姐确实是得到了他全部父爱的孩子，可是他的感情本就稀薄，所谓的全部又能有多少？他的野心，他对权力金钱的控制欲，才是占据了他人生最多分量的东西。阮三小姐被他放在手掌心里疼爱，但这疼爱和怜爱一只羽毛华美的雀儿也没什么分别。那你这次回来到底是想要什么？阮老爷子深吸了几口气，变得平静多了，他鹰隼一样的眼睛牢牢的锁住阮清。你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世，你这次参加寿宴是想要什么？阮清反问他，你觉得我想要什么？艾敏给你留了一份财产，但是想要继承这份财产，你必须是阮家人。阮老爷子冷声提醒道，你还有选择的机会。孩子，这世界上想得到什么，就必须要有所妥协。你身上流着阮家的血，阮清不需要依靠阮家生活。夏明之忍不住出声嘲讽，他甚至释放了出了信息素。高级别的信息素充斥在房间里，对于阮家老爷子这种已经衰老虚弱的 Alpha 已经相当于一种压迫。他的脸上不由出现恼怒，为自己的衰老，为夏明之的年轻气盛。阮清是我的伴侣，夏明之瞪着他，一字一句的说道，他会分享我的一切，而我从属于他。阮家的这点财产他不稀罕。阮清心里有了一点预贴。阮老爷子看起来被夏明之这话气得不轻。我确实是要跟阮家索取东西，索取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阮清说道，但不是财产。你们还欠我一个我与阮家已经彻底断绝关系的公告。他这次回阮家要的就是这个，他要干干净净的离开阮家，再不与这个地方有任何牵扯。他阴雨连绵的童年，阮三小姐和阮家曾经给他留下的伤疤，他要通通从自己身上撕开。他不再祈求血亲与亲情了。如果我说不呢？阮老爷子倒也没有多惊讶，而是尽量平静的问道。阮清拿过那个亲子鉴定报告，那上面明明白白有着阮三小姐和阮清的名字。你真的以为这个报告只有这一份吗？我手上还有一份。阮清的眼神带上了一点嘲弄。阮三小姐抛弃亲子又收养，10年后阮家又险些弄死这个名为收养其实亲生的孩子。你猜这个新闻能养活几家花边小报，又会让阮家的股份下跌多少？阮清说的轻描淡写，他的手指在那份鉴定报告上轻轻拂过。但只要你们发出这则通告，出了这扇门，谁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我永远是阮家收养的那个孤儿，如今与阮家再无干系。空气一瞬间有些僵持。阮老爷子瞪着这两个坐在他面前的年轻人，一样的年轻，彼此信赖的样子挑战了他的威严，却若无其事。这两个人根本不在乎他的想法，也不会畏惧于他的权势。你倒是好本事，搭上了夏家当你的后盾。阮老爷子冷嘲了一声，但是你以为高门大户的爱情有多可靠？只有利益联姻才是稳定的。等你被夏家扫地出门，再想回阮家就晚了。夏明之眼睛微眯起来，刚准备说话，阮清却先开口了。那就等那天再说吧。他微笑起来，当着阮老爷子的面撕掉了那一张亲子鉴定，就像把旧日的不切实际的期盼与感情一并撕得粉碎。他把亲子鉴定的碎片扔进了垃圾箱里，不带一丝留恋。阮老爷子沉默地看着这一幕。等公告登载的那天，我会把我手上那份鉴定交给你处置。阮清说道，阮三小姐的遗产我不要了，你爱捐就捐了，不捐随便给谁。阮家的所有东西他都不要，包括亲人。阮清站了起来，坐了这么久，他身体也有点僵硬。如果您没有别的要交代的，
我和明芝就先走了。虽然快过12点了，但还是祝您生日快乐。阮清礼貌地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站在俯视阮老爷子的角度，他的头发微微有些松散了，有几缕垂了下来，窗外的月光照在他那张精致的脸上，勾勒出瘦削的下巴和漂亮的嘴唇。阮三小姐年轻时候就以美貌闻名，可是如今阮清的脸比她当年还要好看，像花丛里长出来的妖精。阮老爷子的手突然在扶手上握紧了，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是个年轻的贝塔男人，有一张极为出色的俊秀脸庞，笑起来的时候嘴唇尤其漂亮。这个年轻的贝塔男人好看到迷惑住了他的艾敏，他弹琴的样子，他念诗的样子，在艾敏的画册里出现了过许多次。那画册里还夹着一支干枯的玫瑰，是无法宣之于口的爱意。那张鉴定书是谁给你的？阮家老爷子突然死死地拉住了阮清的手，抓得很用力，铁圈一样箍住阮清的手腕。你的父亲真的是宇泽吗？他盯着阮清问道，脸色一瞬间变得有些骇人。阮清垂眼看着阮家老爷子，事到如今，问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年那场故事里的3个人，2个都已经埋于九泉，再追问又能得到什么？是的，除了他还能有谁呢？阮清低声的肯定的回答道。阮老爷子死死看着他，阮清的眼睛里无波无澜。阮老爷子抓着阮清的手松懈了，他疲惫的倒在座椅上。你们走吧。他像是真的累了，甚至不愿意再看阮清一眼。出了这个门，你就再也不是阮家的人了。阮清头也不回的跟着夏明之走了。阮老爷子注视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后。他想起来了，20多年前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听见了钢琴的声音。他走过去，从半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女儿，他的艾敏靠在钢琴上，俯身亲吻另一个年轻人的脸颊。他们2个都生得如此好看，在阳光明亮的室内，像一幅精美的画。可他却无心欣赏，他震怒的推开了窗户，看见了女儿一瞬间惨白的脸。阮清和夏明之坐在了车上，送他们来的司机已经被吩咐离开了，车内只剩下他们2个人。阮清一坐进车里就倒在了座位上，胸口一起一伏，呼吸急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解过来。夏明之想带他回家，阮清却摇了摇头。我要去龙华墓园。他看着夏明之，眼神认真，送我过去。龙华墓园是阮家家族墓地所在的地方，阮三小姐葬在那里，那个代替了她的婴儿也葬在了那里。夏明之开车到龙华墓园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凌晨2点了。守园人的小屋子里还亮着灯，看见这个点还有人进来，惊讶的探出了头。阮清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他头也不抬的对夏明之说：你不要跟进来。阮阮，夏明之不放心。你不要跟过来。阮清却突然像被触及了逆鳞一样，抬高了嗓音。他和夏明之都同时一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跟你发脾气。阮清声音软了下去。他疲惫的看着夏明之，我只是心情不太好。夏明之却探身过来抱住他。你随时可以跟我发脾气。夏明之抱了抱阮清。阮清这么瘦，在他怀里不易察觉的发着抖。你不想我跟进去，我就不跟。但你告诉我多久你会出来？阮清把头靠在他肩上，放松了几秒。我只是去看一看他，最后一次看他了。阮清低声道，很快我就会出来的。他的手轻轻推了一下，离开了夏明之的怀抱。而他拉开车门的时候，夏明之突然拉住了他的手。他回过头，以为夏明之还要和他说什么，夏明之却深深的看了他几眼，松开了手。一直到阮清走进墓园里，他清瘦的背影被夜色吞噬了，再也看不见了。夏明之才倒在座椅上。
这墓园在郊外，从窗子里能看见今天的夜空，漆黑一片，一颗星星也没有。夏明之打开车窗，点燃了一根烟，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焦苦的味道充满了口腔。他刚刚拉住阮清，其实是想问，你恨阮家，那你恨我吗？直到今天，他才彻底的知道4年前阮清到底都遭遇了什么。他又想起了阮清打给他的那通电话，电话里阮清的声音这么虚弱，却还带着一点微弱的欣喜，跟他说，明之哥哥，我是阮阮。他在叫他，在向他求救。他刚刚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抛弃了，被否认了存在的意义。他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依赖都寄托在这一通电话上。明明已经被囚禁的神志混乱，身上带着伤，第一句话却是又乖又软的喊他明之哥哥。夏明之像是承受不住这份回忆的重量，他一向挺拔笔直的背脊终于弯了下来，肩膀垮下来，伏在方向盘上，发出一声野兽濒死般的哀嚎。他的眼泪打湿了他的手背，从温热变得冰凉。他到底都对阮清做了什么？他连1分种都没有留给阮清。他给阮清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再见，阮清，再见。夏明之狠狠地捶了一下方向盘，用力到自己的手指都发麻。车子里回荡着他压抑在喉咙里的痛苦到极致，也绝望到极致的嘶吼。阮清当年才19岁啊，这么小又这么乖，只会躲在他怀里，满是信赖的看着他，而他居然就这么把阮清丢下了。阮清那时候得有多害怕？所有人都不要他了。他明明有父母，有爱人，可那个时候他却孤身一人，面对着鲜血淋漓的残酷现实，面对阮家的责打与质问，谁都没来帮他。夏明之能感觉到他刚刚没有熄灭的烟头，现在就摁在他的皮肤上，有种尖锐的烧灼的痛苦，可他却像没感觉到，他近乎自虐的想着，这一点疼有阮清当年遭受的1/1000吗？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渴望过时光能够倒流，回到4年以前，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得及挽回自己的愚蠢、轻狂、自负，让他把阮清牢牢的护在怀里，不许任何人欺负他。他会把自己的所有都献给阮清，他的爱情与终身都归阮清所有，只求换取阮清的一个垂怜的吻。可是来不及了，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他亲手参与了一场谋杀，他跟阮家还有阮三小姐一起谋杀了当年那个天真柔软的阮清。夏明之趴在方向盘上，双眼猩红的看着墓园门口，看着阮清消失的地方。刚刚有一刹那，他很怕阮清就这么离开了。也许阮清是骗他的，他根本不是去看阮三小姐，他只是要离开她了。可他别无选择，最终还是松开了阮清的手。他从来没有这样动摇过，怀疑阮清是否真的还爱着他。他简直无法想象，在经历了这么绝望的4年以后，阮清真的是因为还爱他才回来他身边的吗？他根本配不上阮清的爱，他是个骗子、恶徒，他窃取了阮清最好的年华与爱情，又把他们粉碎了，丢弃在路旁。阮清一路走到了墓园深处，夜晚的墓园虽然亮着暖黄色的灯，却总显得阴森可怖。可是阮清平静的走在过道上，他已经见过太多可怖的东西了。曾经他连恐怖片都不敢看，但如今他却觉得与人间比起来，地狱兴许还要干净一点。他找到了阮三小姐的墓，在坟里面被树丛环绕着，是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面雕着花丛，碑上嵌着阮三小姐的照片，是她20岁时候的模样，还有点青涩，皮肤白皙，一头及腰长发微微打着卷儿，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的笑容。阮清看着他，他已经走了4年了，在他还在的时候，他没有叫过他一声母亲，而他走后，他也一直固执的喊他阮三小姐，好像这样就能否认2人的血缘关系。
今天的风是有些冷的。阮清一个人站在这里，却一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声道：“你知道吗？我今天回了阮家，你居然还留了一张亲子鉴定，所以现在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孩子了。但你的另一个秘密，我帮你保守住了。”阮爱敏这样复杂矛盾的人，怎么会只有一个秘密？4年前他留给他的隐秘故事是双重的。阮清自始至终，无论是4年前还是4年后，都没有透露那个最深的、真正伤害到阮三小姐的秘密。他看着墓碑，眼泪突然决堤一样滚落下来。我也在想，我为什么帮你保守秘密呢？你根本不是一个好人，你自私怨毒，你从来没有爱过我。阮清像是爆发一样指责道。他恶狠狠地盯着墓碑上阮三小姐微笑的脸。就是这个人，这个永远对他露出微笑的人，4年前来到他的房间，平静又冷漠地告诉他，这10年里他一直在绝望里徘徊，觉得如果当年彻底杀掉他就好了。你这样的罪证为什么要活着呢？阮三小姐的眼神冷得像冬日的雪，而我还要日复一日的扮演着母亲的温柔角色。我想对你好一点，可我又真的厌恶你。可血缘又真是奇怪，我明明这么恨你，却又想抱抱你。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血缘，而非爱。阮清跌坐在地上，他哭得快喘不上气来。他怎么可能真的不难过？他保持了一个晚上的镇定，与阮老爷子谈判，揭开4年的伤口，仿佛变成了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战士，没有任何利刃能伤害他。可他怎么会真的不难过？他难过的快疯了，难以呼吸，像一个溺水的人即将被淹没在水下。这4年里，一次又一次，他总是梦见阮三小姐。梦里他总是穿着长裙坐在窗边，像个与世无争的温柔的大小姐。而他走过去，轻轻拉着她的手，问她：“妈妈，为什么要生下我啊？”他只有梦里才会喊她妈妈，问出来的却是：“你为什么要生下我？”或者再干脆一点，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抹除他好了。他永远都这么狡诈。4年前，他来到阮清的房间，把亲子鉴定和事情的真相全部交给了阮清。他要自杀了，要寻求解脱，却不肯平静的离开，非要把20年的恩怨都留给自己的后代，让他去抉择。而阮清选择了闭口不言。如果我真的说出来了，你会再疯一次吧？阮清失笑了一声。你这么厌恶我这个污点，觉得我是你人生里的罪证。如果我公开了这一切，你得多难过呀！所有人都会知道，你背叛了自己的未婚夫，还间接害死了他。阮清捂住了眼睛，都到这个地步了，他居然还会怕他难过。他刚刚说谎了，他根本不是阮爱敏和宇泽的孩子，他是阮三小姐与自己钢琴老师的孩子。当年阮三小姐迫于压力与自己的恋人分手，却不知道自己腹中有了孩子。等到查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这孩子是他和宇泽的，纷纷说着恭喜，却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他的腹部一天一天的鼓起来，里面有了一个小小的婴儿，一个结合了他与所爱之人血脉的孩子。可他却要带着这个孩子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却对他很好很好的男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坦白，也许是知道宇泽真的是个好人，他不想这样欺瞒他，所以他发了一条短信过去，把真相3言2语的说开了，说如果宇泽要悔婚，他毫无怨言。但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未婚夫正在来见他的路上，带着玫瑰花。在看到这条短信的刹那，他打错了方向盘，和一辆车追尾后又撞翻了护栏。而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他焦急的等待着回复。他不知道那束要送给他的玫瑰花已经和他的未婚夫一起凋谢了。你真可悲啊！阮清轻声呢喃，什么都想要，却什么都没得到。他做不到压抑自己的感情，却又无法反抗自己的父亲。
扔掉了自己的孩子，觉得他是自己背叛的罪证，却又在9年后把他又领了回来。而他明明已经做了这么多坏事了，却又不能坏得彻底，还被道德的枷锁拷问着，太可悲了。阮清嘲讽他，但片刻后，他从自己的衣服内侧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很小，上面是2个不同年龄的男人，但却一样俊秀，甚至长得有点像。这上面一个是阮清，另一个则是阮三小姐曾经爱过的那个钢琴老师，那个名叫贺文的贝塔。你估计会难以置信吧，我在国外居然遇见了自己的父亲。阮清的手指拿着照片转动了几下，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亲叫贺文。他遇见我的时候，我因为胃疼坐在公园里，他给了我一杯热可可，那杯可可很甜，他陪我聊了一会儿天，说我长得很像他一位故人。当阮清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时候，其实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这个人的容貌20年来都没怎么变，除了添了几条皱纹，还是这么的俊秀迷人，笑起来尤其好看，以至于阮清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是个很温和也很体贴的人，陪胃疼的阮清坐了一会儿，怕他还需要救助。而聊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忍不住告诉阮清，其实他会注意到阮清，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像他年轻时的爱人，但她是个女生，而且我已经20年没有见过她了。贺文的表情微微有点低落，他应该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吧。贺文又看了阮清几眼，他大概真的难以按捺自己的心情，说道，也许这有点冒犯，但你会不会真的认识他？我不是想打扰他，我就是……贺文说不出来他就是什么，只是递过来一张他随身带着的老旧的照片，照片上是他和阮三小姐的合影。他殷切的看着阮清，带着一点希冀，也许面前这个孩子真的与他爱过的女孩有点联系。而阮清心里尘埃落定，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他父亲。不认识，阮清听见自己说道。他看见贺文眼中的光瞬间熄灭下去。不过他是个怎样的人，可以问问吗？阮清忍不住问道。贺文有点失望，他听见阮清的问题，想了想，她是个有点害羞，但是非常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在豪门里养大，却一点没有小姐脾气，很乖巧，弹琴其实很烂。我到今年之前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总觉得也许有一天会不会和他在某个地方相遇。贺文叹了口气，却又带着点释然。不过这次我终于遇见了想要交往的对象了，祝贺你。阮清低声道。他很想笑出来，却又笑不出来，面前这个人是他的亲生父亲，等了阮三小姐20年，可他明明就是这人的亲生儿子，却什么也不能说，因为在他父亲心里，阮三小姐始终是那个可爱的善良的大小姐，她永远温柔，永远不会做坏事。他的父亲马上也许要结婚了，会有一个新的幸福的家庭，一个不需要他的家庭。希望你一切幸福。阮清又说了一次。贺文开朗的笑了起来，揉了一把阮清的头发，谢你吉言啦，肚子舒服点没？小年轻不要仗着年轻就不当心身体啊。贺文的手很温暖。阮清闭上了眼睛，他怕他再不闭上眼睛就会哭出来。我后来有的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在他身边长大，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会不会爱我？阮清自言自语道。会的吧。他问着永远不会回答他的阮三小姐，他是个好人，还等了你20年，你应该很开心吧？没有人能回答他了。阮清发了一会儿呆，又掏出一个打火机，将照片点燃了，却只燃烧了一半，有贺文的那一半，然后他就在空中剧烈的抖了几下，把火熄灭了。你应该不想看到我了，就让你再看他一眼吧。阮清看着照片上笑靥如花的阮三小姐，吐字清晰的说道。这也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了。
我们两清了，这次是我不要你了。他自己选择了丢弃过去的一切。天突然下起雨来，起初还是细密的雨点，但转眼间就变成了瓢泼大雨。夏日的雨总是来得迅疾而猛烈。阮清在雨里被浇得透湿，浑身都发冷。他知道他应该走了。他和阮三小姐已经两清了，他们应该再不相见了。可他却无论如何迈不开脚步。过了好一会儿，在细密的雨声里，能听见一个极尽委屈与难过的声音。再问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他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所有人遗弃？夏明之打着伞闯进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阮清呆呆的站在雨里。雨这么大，阮清却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衣，眼睛通红。看见他来，神色惶惶且无助。阮阮，夏明之赶紧把他抱进怀里。阮清身上很冷，冷得像块寒玉。他低头看清楚了阮清的神情，这还是阮清回国后，他第一次看见阮清脸上有这么委屈仓皇的表情，像一个受尽了委屈与欺负的孩子，却又没有人可以诉说，也没有人可以依靠，只能无措的立在原地，连哭都不敢大声。夏明之心疼的心都搅在一起，而阮清呆呆的看着他。你为什么会来？下雨了，我怕你淋雨。阮阮，我们先回家好不好？夏明之低声哄他。阮清看着夏明之焦急的脸，这个人4年前连一通电话的时间都不愿意给他，如今却露出这么心疼的表情，好像他对他有多重要。阮清心里突然委屈起来，他已经有点混乱了，一整晚的高压让他的大脑一片混乱，现在的行为更接近于本能。夏明之把伞塞进他手里，然后打横把他抱起来，快速往外走。他靠在夏明之怀里，外头是夏日迅猛的雨，而他被人护在怀里，仿佛世界上只有这个人可以依靠。可他却这么委屈。他低声的带着哭音问夏明之，为什么你也不要我？这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放弃我，但为什么连你都要离开我？阮清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雨伞掉在了地上。阮清一直知道他对夏明之的感情是不健康的，一个人不应该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信仰，不该把他给予的爱当做全部。可他遇见夏明之的时候，他一无所有。他那时候还不知道阮三小姐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一边阮三小姐清醒时候的母爱，一边又清楚的知道他只是阮家收养来安抚阮三小姐的工具。他要足够好，足够乖巧，才能讨阮三小姐的欢心。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他无论想得到什么，都需要付出东西去交换。唯独夏明之不要他交换。在夏明之身边，他可以不那么乖，不那么好，他可以耍小脾气，可以任性，可以说拒绝。而夏明之始终带着一点无奈的纵容，一边说他娇气小哭包，一边把他抱在怀里。他的家长会是夏明之来开的，毕业典礼是夏明之参加的，成年礼和升学宴还是夏明之举办的。夏明之代替了他需要的所有角色，把他前面18年缺失的所有东西都捧到他面前。夏明之明明是他的恋人，却如父亲，如长兄，包容他也爱护他。那时候他第一次代表学校去参加竞赛，夏明之不知道从哪里搞的票也进去了。他在台上心如擂鼓，可是看见夏明之坐在台下望着他，对他笑了一下，他突然就什么也不怕了。他有夏明之，他的明之哥哥可以代替所有人，所以他即使知道夏明之没有理由为他一生负责，可是今天在这个墓园里，在4年前的伤口被血淋淋的揭开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在夏明之怀里嚎啕大哭，问他，你为什么不要我？他明明已经放下从所有人与他曾经渴望的一切断绝关系，却唯独不能放弃夏明之。夏明之被他这一声问的心都快碎了，像被一把钝刀凌迟着，已经千疮百孔，却还连着最后一点血肉。
如果可以，他甚至愿意把心都挖给阮清，交由他保管。可他却回答不了这个问他，他没有资格回答，因为他确实抛弃阮清了。在阮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当阮清的骑士，而是当了行刑的刽子手。夏明之抱着阮清一路冲到汽车旁，打开车门，把阮清放进去。阮清脸上不知道是泪痕还是雨水，眼睛通红的看着他。他还在哭，他已经很多年没这么哭过了，像是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都在今天宣泄干净。可他的手却一直抓着夏明之的衣服。夏明之低头吻了上去，他吻得这么用力，两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阮清的头发都贴在脸上，不知道是冷还是想要索取依靠。他一直往夏明之怀里钻。夏明之睁着眼睛，他看见阮清眼里也映着他，他们的睫毛碰在一起，像两只蝴蝶小心翼翼碰了下触角。我再也不会离开你。夏明之慢慢松开阮清的嘴唇，现在他们全身只有嘴唇有一点温度。我知道我的承诺一文不值，但我还是想和你承诺，这辈子我都不会离开你。阮清呆呆的看着他，他已经不哭了，却还抽抽噎噎，眼睛还是红的，看着像个可怜巴巴的小兔子。我会证明给你看的，软软。夏明之吻了吻他的额头。4年前我拒绝了标记你，但是这一次我欠你的都会还给你，我会想办法证明的，证明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了。只要你还要我，软软。夏明之去吻阮清湿漉漉的睫毛。只要你还要我。他知道阮清不会再轻易接受他的标记了。标记意味着占有，意味着 Omega 的一生都与这个占有他的 Alpha 相连。他们再难成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无时无刻不被自己的 Alpha 影响。何其残酷！但是没关系，这次他来当付出代价的那个，阮清永远都可以全身而退。即使有天阮清后悔了，想要抛弃他，他也不会有半句怨言。阮清呆呆的看着他，他的大脑现在还是一片混沌。他很冷，但是和夏明之接吻的时候，他却觉得是热的。他听见夏明之说永远不会离开他了。一瞬间，他有点分不清自己到底在4年前还是4年后，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阮家那个狭小的审讯室里，还是在夏明之的车上。可不论是哪个，夏明之现在就在他身边。他们刚刚接了吻，夏明之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永远？真的吗？阮清突然小声问道，他不太信。你骗我怎么办？夏明之深深的看着他。那你就把我关起来。夏明之轻声道，切断我的信线，让我只能感知你一个人的信息素，我就再也离不开你了。阮清想了想，他碰了碰夏明之的脸，夏明之把侧脸埋进他的掌心。车顶的灯光下，夏明之的脸靠在他的掌心里，看上去如此乖顺，好像真的为他一人所有。阮清一直知道自己对夏明之的占有欲的，强烈到可怕，需要他拼命遏制才能被压在心底。可是现在夏明之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都被他禁锢在掌心里。阮清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跳动起来。你说到说话算话。阮清小声道。他的手滑到了夏明之的脖子上，轻轻摸了摸。我说话算话。夏明之回答道。夏明之没有来得及带阮清回家。阮清发烧了。刚刚他拿车里的毛巾替阮清全身擦干，又拿毯子把阮清裹起来。车子里也开了暖气，但是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阮清的脸色还是不太对劲，摸了摸额头，似乎也有点热度。夏明之紧急带阮清去了最近的酒店，这个酒店是夏家名下的，自然认得他们家的二少爷，用最快速度把他们带到了最好的套房。等夏明之把阮清抱进去洗好了澡，酒店买的药也到了。阮清半梦半醒，不太肯吃药，夏明之拿他没办法，半跪在床边哄他，许诺了一堆有的没的，
从送礼物到过阵子出去度假。阮清看着夏明之焦急的脸，有点想笑，心里却酸涩的说不出话。其实他怎么会怕吃药，也只有夏明之会上当。他是孤儿院里长大的，小时候生病没人照顾，自己拿冷水吃个药就熬过去了。后来到了阮家，生病的时候他就更乖了，明明害怕打针，却要硬着头皮伸出胳膊，因为他如果不快点好起来，阮家就不准他去看阮三小姐，怕他把病气传染给身体虚弱的阮三小姐。他其实什么苦什么痛都不怕，是遇到夏明之以后，被人宠着了，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撒娇。他只会在夏明之一个人面前娇气，因为知道自己做什么都会被原谅。他看着夏明之的脸，他4年前的样子似乎和今天重叠起来了。他已经不再是4年前的模样，可是夏明之却还是一如既往。阮清的眼泪掉了下来，他大概今天是真的太累了。4年前的伤口在一晚上被揭开，已经摧毁了他给自己伪装出的所有心防。他看着夏明之焦急的脸，他回国后第一次主动问他：夏明之，你是因为爱我才对我这么好的吗？他一直想问他这个问题。你到底是可怜我，觉得愧疚才对我这么好，还是因为爱我？夏明之握着阮清的手，他对阮清说过这么多次我爱你，但这是阮清第一次自己问出来。你知道吗？我见过的可怜的人太多了，远比你的身世更加令人怜悯。我和很多人分过手，歇斯底里打电话威胁我要自杀的也不是没有，可我一个都没有选择复合。夏明之亲了亲阮清的手指。但我这辈子只有2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会一直守在床边，一个是我妈，另一个她叫阮清。阮清的手指抓紧了夏明之的手，他看了夏明之好一会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他对着夏明之张开了嘴，露出粉色的小舌头，含含糊糊的说：你喂我药太苦了。酒店拿来的药里面大概是有助眠的成分，阮清吃下去没一会儿就觉得有点困了。他其实也累了，现在已经快半夜3点了，外面还能听见风雨敲打窗户的声音，但他缩在床上握着夏明之的手，却有种安心感。他透过半垂的眼帘看着夏明之，夏明之刚刚简单冲洗了一下，头发还有点湿漉漉的，显得更加浓黑，衬着他冷白的皮肤，有种生人勿近的冷漠感。但夏明之却一直握着他的手，守在他床边，时不时伸手摸一下他的额头，看看还烫不烫。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夜宵，也是刚送来的，阮清喝了几口粥就不吃了。夏明之一旦温柔起来，可以比所有人都要耐心体贴。阮清的手指在夏明之掌心里轻轻动了动，心想夏明之要是真的完全属于他就好了，只属于他一个人，谁也抢不走。可他不想再属于夏明之了，因为作为被拥有的那个人，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夏明之可以选择将他牢牢的护在掌心里，也可以选择像丢弃浮萍一样抛弃他，而他无从选择。可是如果换作他拥有夏明之，他可以保证他永远不会不要夏明之，他会把他当作世间仅此一件的宝物，永远细心妥帖的安放在心口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这个梦阮清已经做了许多年，他慢慢闭上了眼睛，在心里小小的叹了声气。如果可以，他甚至希望他是 Alpha， 夏明之才是 Omega。 他会标记夏明之，用獠牙狠狠刺破夏明之的心弦，将他占为己有。即使夏明之想逃开，想清除这个标记，他也会一次又一次的追上去，重新标记他。他知道自己这样的想法是病态的，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不要贪婪，他应该学会知足。3点的时候，阮清已经睡着了，他躺在床上发出平稳的呼吸声，像只软绵绵的小猫。他睡相一直很乖，今天却连睡着了都抓着夏明之的手不放。
身体也默默的往这边倾斜。夏明之看了他一会儿，就保持着被他抓住手的姿势，另一只手略微艰难的拿起了自己的手机。刚刚他收到了一个文件，是蓝无为传过来的。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他最近要蓝无为帮忙咨询的事情。蓝无为自己虽然只是个心理医生，但是他们蓝家算是医学世家，在医学界的人脉遍布极广。夏明之的哥哥有次动手术，还是蓝无为的小叔叔亲自执刀。夏明之单手划过手机屏幕，点开文件，只见文件最上方的一行字是 OA 反向标记技术临床实验报告。夏明之一目十行，匆匆浏览了一遍，他之前已经对这个有了解了，这次拜托蓝无为也不过是想知道更详细一点。他翻到快接近末尾的时候，看见了一行字被蓝无为大写加粗，终身不可逆。他看了看报告发过来的时间，估摸着蓝无为多半在过夜生活，没这么早睡，发了个信息过去，然后小心翼翼的松开了阮清的手。阮清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他离开，轻轻的呜咽了一声，红润的嘴唇微微嘟起来一点，小声的哼了下。夏明之在旁边等了等，看阮清没有醒过来，才慢慢的退到客厅里去。蓝无为的短信也回过来了，傻狗，有屁快放。夏明之无声的问候了一下蓝无为的大爷，他打电话过去，蓝无为秒接。从背景的声音能听到蓝无为估计在哪个酒吧里浪，还能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妩媚沙哑。蓝无为打了个招呼，躲到清静点的地方去了。大半夜的，您老岳有什么事儿？蓝无为其实怎么会不知道夏明之是想问他什么，刚刚他脑子一抽，不小心把那个报告发出去了，心里正后悔呢。我有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夏明之说道，我不是让你帮忙找可以做反向标记这个手术的医院吗？蓝无为无声的翻了个白眼。几个月前，夏明之这个对医术一窍不通的家伙，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关于 AO 之间结合的研究，已经进行到可以反向标记。AO 的结合一向默认的 A 标记 O， 因为标记对双方都是有影响的，由谁来标记似乎影响不大，就跟结婚承诺书一样，反正是把两个人都绑在了一起。但反向标记不是这样的，一旦通过手术让 O 成功反向标记了 A， 这个标记对 Omega 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 Alpha 的影响却是深入骨髓的，并且终身不可逆。这项技术问世的时间还不长，愿意进行这个手术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世上每天都有 AO 离婚，即使是在深爱的灵魂伴侣，一般也不会特意放弃普通标记来做这个手术。蓝无为自己是医学世家，所以夏明之就揪着蓝无为，让他去全方位的打听这项手术的内容、安全性，还有适合做手术的医院。找不到，国内没有。蓝无为狠狠的翻了个白眼，那就找国外的。夏明之使唤起蓝无为一点也不客气，每年蓝无为的投资都有一部分是他在打理，这个小子跑点腿也是应该的。夏明之，你是不是有病啊？蓝无为简直拿他没办法，你出去大街上随便抓个 Alpha 打听打听，看谁乐意做这个手术。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这个手术不可逆的，现在 AO 平权了， Omega 都可以做标记清除手术了。你倒好，自己往脖子上套锁链，我特么该叫你情圣还是叫你傻逼啊？蓝无为巴拉巴拉一顿说，然而手机对面却一阵沉默，也不知道夏明之有没有听进去一星半点。他也是没了脾气，苦口婆心道，这个手术如果单纯是 O 标记 A 我也就不管了，但是现有的技术，这个真的不可逆，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大哥，你相当于在信息素上残疾了，你知道吗？要我给你发个伤残证吗？夏明之还是不说话，连象征性一下都没有。蓝无为捂了捂心口，默念杀人犯法，又放软了口气。我知道伯母的事情给了你太大的阴影，但是……蓝无为烦躁的抓了下头发，但是很多人结婚了也没标记啊，
又没影响。你不标记总行了吧？你俩该结婚结婚，该生娃生娃，我要的就是不可逆。夏明之淡淡道：我这辈子不会再反悔第二次了。既然不准备清除，那他可逆不可逆又有什么关系？蓝无为觉得夏明之要是在他眼前，他一定能把电话砸到夏明之脸上。他来回踱步，觉得夏明之真的脑子进了水。从前他和夏明之是夜店好搭档，自从有了阮清，夏明之就收心了。他虽然嘲笑夏明之成了居家好男人，心里却觉得是好事。可是现在夏明之想要被阮清标记，蓝无为想到之前夏明之约他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说感觉阮清似乎已经没这么信任他，也没这么爱他了，心里头就一突一跳的。这样哪天阮清觉得感情淡了，想分手了，他倒是可以毫无负担的离开。但夏明之可就完了。行，你不会反悔，那你问过阮清吗？蓝无为冷静下来了。你问过阮清想和你终身绑定吗？你一旦接受了阮清的标记，对阮清不也意味着束缚吗？他从此以后也失去了反悔的机会，一辈子都要对你负责。夏明之，你怎么不问问阮清愿不愿意？这一句比蓝无为念叨100句都管用。夏明之不由看了一眼卧室，透过门缝能看到阮清还乖乖睡在床上，被子有一小团鼓起。阮清就睡在他近在咫尺的地方，却不知道他到底都在计划些什么。我可以不让他知道，夏明之慢吞吞说道。你想都不用想。蓝无为提高了声音，你真当医院你家开的了？我家开的也不行，这个手术必须要伴侣签字的。换句话说，在你和阮清没领证前，你想做手术都没门。而且你怎么悄悄做呀？要信息素提取的，你还能把他骗过来麻醉啊？蓝无为忍不住嘲讽道。夏明之，夏先生，你不如现在就去和阮清求婚，看看人家答应你不？夏明之好一会儿没说话，蓝无为以为他是被自己逼得没话说了，得意洋洋出了口恶气，又想煞费苦心再劝解几句，却听见夏明之道：我预约了3个月后的西来庄园，你还记得这里吗？我帮阮清办19岁生日宴的地方。记得。怎么了？我准备在这边跟阮清求婚，他一次不答应，我就求2次，2次不答应，明年再来。夏明之想到这里，眼睛里微微有了笑意。他如果答应我，那我们就结婚，我会做反向标记的手术。但是你要帮我骗他，骗他相信这个技术已经可逆了。我不会给他任何枷锁，也许他有一天……夏明之吐了口气，只是设想了一下这个可能性，他都觉得心口一阵刺痛，却还是说了下去。也许有一天，他不想再和我过下去了。他想走，那他也不必愧疚，不必觉得要对我负责。这个枷锁只属于我，我心甘情愿。蓝无为好一会儿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夏明之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句脏话。你想得美，谁要帮你骗人？蓝无为最后骂道，然后把电话挂断了。夏明之被骂了也不在乎，蓝无为这个人一向是嘴上凶，其实好欺负的很。小时候如果不是夏明之护着，早不知道被骗了几次了。夏明之最后总能达成他的目的。夏明之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又走进卧室里，阮清还保持着他离开前的姿势，可是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伸在被子外面。阮清的手很白，羊脂玉一样，手很清瘦，指甲都修得圆圆的，手掌要比夏明之小上一圈。夏明之脱掉衣服也睡到了床上，把阮清的手塞进了被子里。他的体温一贴近，阮清就跟凭直觉做事情的小孩子一样，自动贴了过来，把自己往夏明之怀里钻。夏明之轻轻拍了几下阮清的背，他看着阮清睡熟的样子，其实他心里也没有底。他不知道阮清会不会愿意嫁给他，会不会同意来标记他，可他总是想起4年前的那个夜晚，
那个阮清希望他标记的夜晚。阮清浑身泛着潮红，眼眸和嘴唇都是湿润的，躺在他身下，拨开了脖梗后的发丝，把杏线暴露在了他的眼睛底下。湿漉漉的花木气息一下子充盈了整个房间，夏明之难以克制的想咬下去。在遇到阮清前，其实他的标记应激障碍从没有发作过，因为没有任何一个 Omega 可以使他产生标记的欲望，他也根本不会陪其他 Omega 度过发情期。唯独阮清，这个才19岁的天真脆弱，仿佛一点风雨就能摧折的 Omega， 成了他的弱点，他的命门，让他无法克制的贪婪的想拥有他。然后他的病就发作了。他恐惧于标记，有一瞬间他似乎看见阮清面色惨白的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机，细白的后颈上是一枚血淋淋的咬痕。一瞬间，他深埋于心底的抗拒超过了他的情感与理智，让他变成了一只凶兽，用最残酷的方式对待阮清。他似乎听见阮清哭了，可那哭声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控制不了自己，而等他再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都做了什么，匆匆忙忙回到家里的时候，阮清已经不在了，天边已经泛起了一道白边。卧室里一片狼藉，空气里还残余着性激素与欢爱的味道。他闻见了阮清的味道，是雨后湿漉漉的花园，但阮清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只有刚刚被他打碎的花瓶掉在地上，碎裂成数片，里面的水弄湿了地毯，而蓝紫色的雏菊已经被碾压得不成样子。他站在一片狼藉中，清楚意识到他毁了阮清最好年华里的一段憧憬。所有人都说 EO 的结合代表信任与爱，是童话里的标准结局。偏偏他不是个正常的 Alpha， 他亲手打破了阮清心里的童话。夏明之伸出手指去碰了碰阮清脖子上的颈环，冰冷的防标记颈环。他能感觉到阮清爱他吗？是能的，但阮清到底有多爱他？这爱能支撑阮清再一次与他白头偕老吗？夏明之的手贴着阮清脖子里的颈环，他心里根本一点底都没有。自从他们搬回4年前那个公寓，他和阮清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趋于稳定，表面上看甚至和4年前没有太多区别。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没有再闻见过阮清的性激素。他思念的快要发疯，但是这个颈环牢牢的阻断了他曾经最熟悉的气味。阮清一次都没有在他面前解开过这个颈环。阮清明确的说过不想被他标记。第二天醒过来，阮清的烧已经退了，夏明之不放心，总想再喊家庭医生过来看一下。但阮清翻了下自己的手机，看见袁叔昨天和今天都给他发了信息，公司的群里也在给他安排工作。他干脆利落的起身穿衣服，宽松的浴袍随手脱下来，露出白皙清瘦的身体，窗帘里微微透出的一点光勾勒出曲线的美好。腰肢纤瘦的不盈一握，臀部却如蜜桃一样饱满挺翘。他浑身都是赤裸的，昨天他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夏明之只来得及匆匆给他包上睡袍，就塞进了被子里。眼下夏明之看着这样的阮清，情不自禁有点心猿意马。但阮清很快就拿衣服穿上了，这些衣服都是酒店帮忙新买的，并不是阮清喜欢的风格，不过眼下也来不及挑剔了。他低头扣着扣子，夏明之在旁边看他。一夜过去，阮清昨天的脆弱与伤心都消失了干干净净，若不是眼睛还微微有点红肿，夏明之几乎要怀疑昨天那个抱着他的脖子嚎啕大哭的阮清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一觉醒来就如泡沫一样消失了。察觉到夏明之看他，阮清不解的抬头看了一眼，问道：你还准备睡吗？那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先开车去上班。夏明之只能也翻身下床，他走过去掰着阮清的下巴亲了一下。早安。阮清却不解风情的拍开他的脸，快去洗漱，我赶时间。趁着夏明之在洗澡的功夫，
阮清打了个电话给袁叔。袁叔知道他昨天回阮家参加寿宴了，也知道他回阮家的真正目的。阮三小姐是他亲生母亲这件事，除了他，全世界就只有袁叔知道。因为他陪着他度过了刚去国外最难熬的那2年，是他抓着阮清的手，一遍遍说：“你不是没有价值，不是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阮清才慢慢熬了过来。然而，就连袁叔也不知道阮清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阮清的电话打过去，袁叔很快就接了起来，他大概已经在工作了。飞快的跟旁边的人交代了几句，就走出来跟阮清说话：“你怎么一直不回我消息？”袁叔听见阮清叫他名字才放心了一点，他怕阮清昨天是心情不好才不回他的，一直没敢打电话去打搅。现在听见阮清声音都正常，他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昨天离开阮家已经太晚了，就没有看手机，后来太累了又睡着了，早上才看见的。阮清轻描淡写的略过了昨天的一切。那你和阮家谈判的怎么样？袁叔有点紧张。挺正常的，估计过几天你就能看见阮家登报与我脱离关系了。阮清淡淡道，阮家也不会想不开非要认回我。阮三小姐已经去世了，我又不是什么宝贝，不值得抢来抢去的。袁叔听了心里堵得慌，刚想反驳，却听阮清又道：“昨天夏明之也一直在我身边，有他陪着，阮家顾及到夏家也不会昏了头为难我。你别担心。”袁叔靠在公司的墙壁上，旁边的占据了半个墙的窗户，阳光很好。他听见夏明之3个字，就不由咬了咬嘴唇，迟疑了一下才问道：“你和夏明之现在怎么样了？他对你还好吗？”阮清不由自主的有点心虚。袁叔刚回来的时候，他还骗他说自己说不定也会厌倦，会主动和夏明之分手。那时候他抱着的想法是，早晚有一天夏明之会离开他的，也许都不用很久，1年不到夏明之就会觉得旧情人也不过如此。但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他和夏明之都同居了，他却还没告诉袁叔。挺好的，圆圆我可能……阮清不自觉的摸了摸自己的手臂，我可能没法主动离开他了。我说谎了，阮清低声道，我没有办法对他感觉到厌倦，但我们现在感情很稳定，圆圆你不要生我气。阮清放软了声音，有点小孩子仗着大人舍不得骂他的意味。我就是觉得，也许我和夏明之这次能走得远一点，他还没有那么贪心，敢去贪求夏明之的一生，他还是忘不了上一次的惨痛教训。但他还是心里偷偷的期待着这个4年间一直思念他的夏明之能陪在他身边久一点，再久一点。袁叔已经没力气生他气了，他半靠在墙上，借着墙壁才能支撑起自己的身体。你是不能离开他了，但他呢？如果有天他再离开你呢？你怎么办？袁叔疲惫的问。阮清沉默了几秒，他想起昨天他缩在夏明之的怀里泣不成声，而夏明之这么温柔又坚定的与他许诺，他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他。夏明之还说会证明给他看。夏明之说的这么情真意切，即使他的理智拼命叫嚣着不可以相信，他的心却还是变得一片柔软，情不自禁想往夏明之靠拢。那就到那天再说吧。阮清说道，如果真到了那天，我会努力放手的，在我还没有变得面目可憎之前。他听见浴室里的水声似乎停了，是夏明之洗漱完了。圆圆我先挂了，我待会儿要去上班了。阮清挂断了电话，走进卧室里，夏明之刚好从浴室走出来。过了几天，阮家果然登报表示，4年前已经与阮三小姐收养的养子阮清解除了收养关系，从今往后各不相干。一时间想要看阮清笑话的人也不少，毕竟从明面上看，阮清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依靠在阮家的名下，对他只会有好处。如今收养关系解除了，就说明有天阮老爷子一倒，
阮清就真的什么也分不到。却也有一些人相对知道一点内情的有不同看法，说阮家带这个养子实在算不上好，就算留在阮家，怕是也得不到什么。但这个养仔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笨人，转眼就攀上了夏家这棵大树，日后还真说不准会怎样。但不管外界如何议论纷纷，甚至连他公司里都有了打量的眼神，阮清也没有放在心上，照常上班下班。时间久了，看热闹的也散去了一些，但夏明之也跟着变忙了。阮清只知道他有一个书似乎改拍成电影了，再过阵子就要上映了。夏明之作为作者，宣传期可能也有需要配合商讨的地方。然而夏明之真正在忙的是，哥，你说我跟阮清求婚，到底用什么方案成功率会比较高？夏明之面对摊了满桌子的策划方案，愁眉不展，非要把他哥也摁在沙发上一起参考。你还有快3个月才求婚，现在准备是不是早了点？他哥一脸黑线。而且我早跟你说过了，我跟你嫂子求婚，靠的不是什么浪漫惊喜。夏明一颇为自豪的拍了拍胸口，是我作为一个 alpha 的真诚责任感，让你嫂子答应的。你可别扯了，嫂子说你要是长得不好看，你就算追断腿，她都不答应嫁你。你还是感谢咱妈把我们生得好看吧。夏明之冷笑一声，又枪毙掉一份方案。又过了几天，阮清发现自己的发情期似乎快到了。这几天他都有点食欲不振，体温也略有升高，对于夏明之的信息素反应也更为敏感了。偏偏夏明之自己不知道，还一天天在他身边打转。略带苦味的香气从夏明之身上散发出来，充盈着阮清的鼻尖。夏明之只是随意的碰一碰他，他就情不自禁的腿脚发软，没一会儿就倒在夏明之怀里，任夏明之把他抱去床上，吃干抹净。阮清简直怀疑，再这样下去，他绝对会被夏明之的信息素勾引的提早发情。偏偏他又不能拒绝夏明之，也不能告诉夏明之他的发情期快到了。他知道，如果自己说出来了，夏明之一定会陪他度过。而且以夏明之如今对他的温柔与怜爱，这一定会是他几年中度过的最舒适温存的发情期。当初他18岁成年以后，人生的第一次发情期，就是夏明之陪他一起度过的，那也是夏明之第一次这样陪着一个 Omega， 整整7天，寸步不离。阮清那时候才刚刚被夏明之拐上床，睁着懵懵懂懂的一双眼睛，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夏明之耐心的哄他，引导他，让他像一朵玫瑰一样慢慢打开了花心，把自己交付在夏明之手心里。他沉浸在夏明之的信息素里，白檀与微微的药香，让他感觉到了安全与被珍惜，脸上明明还挂着眼泪，身体却情不自禁去索取夏明之的吻。后来夏明之笑他是小色魔，他一边害羞的红了脸，拿脚去踢夏明之，一边心里想，这能怪他吗？明明是夏明之勾引的。然而这么温柔美好的发情期，阮清只拥有了一次。第二次他们就分手了，只留下满地的狼藉。阮清站在浴室里，不再去回忆以前，明亮的灯光笼罩下来，他的颈边还留着夏明之刚刚印下的吻痕，玫瑰花一样温柔缱绻。他却在镜子前慢慢撕开了从医院领取的抑制剂包装，拿出针管，对着手臂注射了下去。阮清当初第一次用抑制剂是在国外，原书是个贝塔，不太懂 Omega 的发情期到底需要什么，阮清就自己去校医院领取。结果他因为以前从没有用过抑制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易敏感体质，领取了 A3 型号，当夜就因为过敏被送进了医院。还好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针管里的抑制剂逐渐全部注射进去了。阮清没有把抑制剂扔在浴室的垃圾桶里，而是收进了自己装杂物的包里，准备明天偷偷扔了。他不希望夏明之发现他发情期到了，最好夏明之想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轻描淡写的说已经过去了。
但他也不是多抗拒和夏明之一起度过发情期，只是发情期 Omega 会极度依赖 Alpha， 被发情热冲昏了头脑，完全依靠本能行事，甚至在意乱情迷的时候，暴露出很多平时只能埋藏在心底的想法。之前曾经有 Omega 微嗔的抱怨，这哪里是发情期，分明是吐真剂，什么平时不好意思说的情话都说出了口，听得 Alpha 们一个个飘飘然，表现得更加卖力了。而且发情期的怀孕率实在太高了，如果不是特意吃了专用的特殊避孕药，即使做了防护措施，也经常有人中彩。阮清暂时还不想冒这个风险。阮清解开了头发，从浴室里走出去，夏明之在床上拿着个本子在写着什么。阮清掀开被子，钻进他怀里，凑过去一看，是夏明之的新书大纲。夏明之自然而然的在阮清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你先睡。”阮清往夏明之怀里又钻了钻，闻着夏明之性激素的味道，乖乖闭上了眼睛。阮清本以为他今年的发情期会和过去4年一样平静无波的度过，而7型号的抑制剂一直他用的最稳定的一个，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然而他刚用完抑制剂的第2天，从早上起他就觉得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软绵绵的感觉，连走路都没什么力气，还一直觉得缺水，需要不停喝水才能补充身体里的水分。但他没有多想，只以为可能是发情期快来了，有一点变化，再打2支抑制剂就好了。可是这天下班的时候，他因为处理工作加了半小时的班，公司里的人都走完了，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感觉到一股灼烧般的热意从腹部窜上来。这时候才到傍晚，百叶窗里透出一点金色的落日的光，照在阮清蜷缩的手指上。阮清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腿间一片如湿，腰软的几乎坐不住，让他只能倒在椅子上喘息，然而连呼吸都是痛苦的，每一口气都带着灼热的意味。阮清的额头上冒出了一点汗，他大口喝了几口水，但是都没有用。突然之间，他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渴望着 Alpha 的信息素。他躺在椅子上痛苦的呜咽了一声。他知道这是发情期到了，但是没有理由啊，他明明昨天才打过抑制剂。阮清强撑着拉开柜子，颤抖着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备用的抑制剂，强忍着身上的不适给自己注射了进去。他心里拼命祈祷这个抑制剂能管用。他现在无比渴望着夏明之在他身边，他渴望夏明之的拥抱、亲吻，渴望他把他随便摁在哪里，然后狠狠地占有他。这想法充盈着他的大脑，与他所剩不多的理性做着斗争。然而他强撑着等了15分钟，没有用，抑制剂失效了。这个事实清晰地窜入了阮清的脑海，他快哭出来了，整个人都缩在椅子上，眼眸亮湿润，含着一点眼泪，颤巍巍地粘在睫毛上。他现在连动一下，衣服摩擦他的肌肤都会带起一阵战栗。阮清只能挣扎着拿起了手机。其实他可以拨打 Omega 中心的急救电话，他们公司离那里并不远，很快就会有专业人士来接他，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用其他手段抑制住他的发情。可是阮清泪眼迷蒙的看着手机屏幕，咬着嘴唇，呜咽着点开了夏明之的电话号码。夏明之很快就接了，软软，怎么了？夏明之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拿他当小孩子一样。阮清不知怎么的有点委屈，他被发情热折磨的这么难受，夏明之却不在身边。他不讲道理的责怪着夏明之，然而一开口，声音却软的不像话，像粘人的蛛丝缠住了夏明之。夏明之，阮清呜咽了一声，心里觉得有点难堪，又忍不住要撒娇，我发情期到了。有了这句话开头，接下来就顺畅多了。你来接我好不好？我好难受。阮清带着哭腔道，我在办公室里。他小小的喘息了一下，你快点过来好不好？
夏明之怎么会说不好？你把办公室反锁上，我马上过来。夏明之尽量冷静的说道，你别挂电话，也别出去。我马上就到。夏明之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给阮清买蛋糕。阮清喜欢吃甜食，最喜欢的是一个开在巷子里的甜品店。他们有一款当季限量蛋糕，每天只售20份，往往被一抢而空。夏明之之前总是专门找人去买的，今天正好开车到这里，发现队伍还没排起来，他就停下车来帮阮清买了一份。然而他刚付完钱，那个精致的小蛋糕才放在车上，他就接到了阮清的电话。电话里阮清的声音是潮湿的、柔软的，即使隔着电话，他每一个哭腔、撒娇都像猫咪柔软的爪子，一步步踩在夏明之心上。夏明之踩下了油门，迅速往阮清公司开过去。他电话开着免提，跟阮清说话，安抚阮清的情绪。而阮清也很乖，即使被发情热折磨得昏头昏脑，心里却记着他在开车，不敢怎么出声音。只在忍不住的时候，软绵绵的问一句，你到哪里了呀？夏明之恨不得现在就飞到他身边，把他抱在怀里，狠狠的咬上他的嘴唇，给阮清依靠，也给他最灼热的吻。夏明之走进电梯里的时候，阮清已经像只猫一样蜷缩在地上，电话就被他握在手里，指节因为用力泛着白。也许是因为压抑了4年，这次发情期来得比阮清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猛烈。他整个人都湿漉漉的，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暗绿色的衬衫贴在身上，头发一缕一缕的粘在脸上，睫毛也被泪水打湿了。他的嘴唇也是湿润的，桃花一样漂亮，眼眸已经没有了焦点。偏偏夏明之在电梯里面信号不好，通话几次连接不上，连唯一能安慰他的夏明之的声音都变得断断续续。阮清还能模糊的听见夏明之在喊他的名字，可他却觉得像是被遗弃在了孤岛上。这个办公室就是锁住他的监狱，切断了他和外界一切的联系。阮清忍不住哭了出来，哭得一抽一噎。他其实知道怎样才能让如今难熬的自己稍微平息一点，可他却没有动，只是把自己像个虾米一样蜷缩起来，咬着嘴唇，哭得泣不成声。他想要夏明之，想要他快点过来，让他把自己整个埋进夏明之的怀里，接受他信息素的安抚。他需要他的 Alpha 解救他。夏明之在电梯里也是度日如年，电梯门一打开，他就急匆匆的往外走。公司里的人已经走光了，灯光都熄灭了大半，阮清办公室里的灯光也是暗的。乍一看，几乎以为办公室的主人已经不在这了。夏明之冲到阮清办公室外面，急促的敲门，按着门把手转动了几下。不出意料，是锁着的。阮阮，是我，你能过来开门吗？他对里面喊道。他等了一会儿，办公室里面发出东西掉在地上的碰撞声。夏明之听得心里更着急了。好在几秒钟后，办公室的门锁咔嗒一声开了，门后是站都站不住的阮清，像个被欺负了的小孩子一样，眼睛都是红的，满是委屈的看着他。夏明之心里一紧，他搂住阮清就进了办公室，反手又锁上了门。办公室里并没有信息素的味道，阮清脖子上的颈环还是发挥了效果，将所有气息牢牢锁住了。但是夏明之只需要看一眼阮清的模样，就知道他撑不到自己带他回家了。阮清现在立刻就需要度过发情期。他亲了一下阮清的额头，阮清在他怀里呜咽了一声。阮清整个人都埋在夏明之的怀里，鼻尖蹭到了夏明之的脖子，有点瑟瑟发抖。他像小猫一样靠在夏明之身上，什么勾人的技巧、妩媚的眼神他全忘了，只剩下依赖讨好的本能，像是又回到了18岁那年，他懵懵懂懂，什么也不会，只等夏明之来引导自己。你抱抱我，阮清哀求道。夏明之也已经忍不了了，
他把阮清抱起来，扫掉办公桌上的文件，把阮清放上去。办公室里的百叶窗是拉上的，可是还有一星半点的暖金色的光从里面透出来，只有浅浅的一丝两丝，却正好照在夏明之的眼睛上。他是深琥珀色的眼睛，现在看来却像是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已经接近于兽类的眼睛。他看着阮清，仿佛在看自己势在必得的猎物。阮清忍不住有点发抖，却又被本能吸引着，凑过去吻了这双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空气里充满着夏明之的信息素的味道，檀香与一点点苦味，充斥着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可是阮清的信息素却滴水不漏，一丝一毫也没有，全被颈环锁住了。夏明之心里升腾出一股近乎恼怒的不满，他是一个 alpha， 却得不到他的 omega 信息素的安抚，他现在心里躁动的快要爆炸了。可是他又舍不得伤害阮清分毫。过了一会儿，阮清突然惊叫了一声，他恍然无助的搂着夏明之的脖颈，他迷迷糊糊的意识到，他好像忘记了什么，可惜他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理智去警惕了。他心里微微的颤了一下，把头埋在夏明之肩上，从喉咙里发出低微的恳求。夏明之最后勉强在阮清办公室里翻出了一个外套，才把阮清包裹起来带出了公司。阮清的衬衫已经没法看了，湿漉漉的，像在水里浸泡过，皱巴巴的团成一团，裤子倒还可以勉强穿在身上。夏明之抱着阮清进电梯里的时候，阮清一直埋在他肩窝里，不敢往外看，只露出两只通红的耳朵，从夏明之的这个角度还能看见他发红的眼尾，是刚刚哭得太狠了。回去的路上，夏明之的车快得像在开赛车，宽阔的街道都不够他的车奔驰，险些就要被交警红牌警告。外头的阳光本来应该已经温吞了，但是在车内的两个人却都感觉到一股燥热。阮清脆弱的缩在夏明之的外套里，窗外的阳光已经温吞了，将要隐没了，阮清却还是觉得这光线照在身上滚烫，让他的皮肤都痛起来。他满心祈求着尽早到达目的地，却又不敢出声催促夏明之。夏明之没有带阮清回到两人最近住的公寓，而是开车去了之前他独居的那个别墅。他给阮清喂了点水和刚买的营养剂，阮清整个人都有点迷迷糊糊的，含着营养剂的管口却不知道吞咽，反而跟小猫一样含在嘴里，眼睛懵懵懂懂的看着夏明之。后来这管营养剂只吃了小半管，就掉在了灰色的地毯上。宽大的沙发承载了两个人的体重，发出咯吱的轻微响动。阮清的皮肤一直很白，凝脂一样润，稍微用点力都要留下红痕。夏明之用略带粗糙的指腹顺着阮清挺直的背脊来回抚弄，他像在阮清身上弹琴，每触碰一下，阮清的身体就跟过电一样轻轻发着抖。可他又舍不得夏明之离开，迷迷糊糊的转过头来，向夏明之索吻。夏明之的手指移到了阮清润红的嘴唇上，他的动作如此温柔。阮清着魔一样看着夏明之的脸，看着他锋利的轮廓线条。软软，你喜欢我吗？夏明之刻意冷淡了眉眼，近乎恶劣的冷静的问他。阮清只能呜咽着点头。有多喜欢？夏明之却不满意，还要逼问。阮清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含含糊糊的说道：最喜欢了。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夏明之恶劣的继续问。阮清要崩溃了，眼角流下了眼泪。最喜欢，阮清哭着说道。夏明之的手指从他嘴边拿开了，让他的吐字变得清晰了一点。最喜欢明之哥哥。这句明之哥哥让夏明之的瞳孔收缩了一下，可夏明之却感觉不到任何阮清的信息素，属于阮清的信息素的花园拒绝向他敞开。他急迫的想要伸出利齿，想咬住阮清的后颈，刺破他的性腺，沉浸在阮清湿漉漉的花香里，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阮清脖子上的颈环不允许他进犯一步。这个事实让他满是暴躁的盯着阮清的后颈，像一只未得厌足的凶兽。接下来的几天，两个人做遍了家里的每一个地方，从浴室里滚到卧室的飘窗上，又到厨房的地板上，还有夏明之的书桌上。发情期的这几天，夏明之基本是和阮清寸步不离的。然而即使这样，夏明之去厨房给阮清准备营养餐的时候，阮清也会粘人的跟过来。明明腿软的都站不住，却拿一双湿漉漉的眼睛期盼的看着他，像个被主人抛弃了的小猫一样可怜，光脚站在地板上，脚趾都蜷起来，偏偏又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夏明之能有什么办法？只能速战速决，把阮清重新抱回床上，给他以安抚和最温存的吻。但等这几天一过去，阮清被发情热驱走的理智终于回来了，整个人恨不得埋进被子里不出来，羞耻的满脸通红，只露出一只素白的手，死死抓着枕头。夏明之一边哄他，一边心里颇为回味，觉得1年1次发情期真的太少。他一点也不介意1个月来1次，但是过完发情期，夏明之就急匆匆把阮清打包去了兰无为家的医院，给阮清做了全套检查，查找抑制剂失效的原因。他害怕这次抑制剂失效对阮清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最后检查性腺的时候，医生要求阮清把颈环解开。阮清心头不由一跳，看了夏明之一眼，才慢吞吞的把颈环解了下来，却立刻捏在了自己手里，把刻有夏明之名字的那面朝里用手指挡住了。而夏明之并没有注意到阮清的小动作，他整个人都有点恍惚。雨后花园的气息包围了这间不大的诊室，一点点柑橘的香气，还有湿漉漉的草木的气息。这是他4年来第一次闻到阮清的性激素，完完整整的，不是残余在阮清发丝间一点余味，而是扑面而来的香气，几乎把他整个人都浸没在这片花园里。夏明之不由自主握紧了阮清的手，握得阮清都有点发痛。他想说些什么，然而医生却打断了他。抑制剂失效不是一个突发状况，是你俩的性激素契合度太高了。医生推了推眼镜，他是个50左右的中年人，头发里已经有了一丝银白色，但笑容很温和。契合度太高的情侣，又一直保持稳定且长期的亲密接触，就会导致抑制剂失效。因为普通的抑制剂没有办法抵制高度契合的 AO 对彼此的向往。医生顿了顿，又看向阮清，你之前4年里抑制剂都有效果，那是因为你的 Alpha 没有在身边，你没有感受到它的吸引。现在你如果真的想要抑制效果，那只能采取特殊手段，直接终止发情。但我建议不要，这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尤其是你还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了。医生解释得很清楚了。阮清不由皱了皱眉，问道，那也就是说，以后只要我的 Alpha 在身边，我都没办法使用抑制剂了吗？是这样没错，当然以后可能也有新的更好的抑制剂推出，但现在我还是建议你自然度过发情期。医生说道。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夏明之，感觉自己这句话可能会有点冒犯到这个 Alpha。毕竟刚度过发情期的 Alpha 对 Omega 的占有欲正处于巅峰时刻，甚至不能允许 Omega 离开他的视线。但他是个医生，还是得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下次发情期前提前1到2个月，你们就停止任何亲密接触，降低了互相的吸引，抑制剂也多少能起效。医生又强调了一下，是任何亲密接触，亲吻爱抚都不可以。夏明之果不其然挑了了眉头，眼神都阴暗了一瞬，但他憋着没说什么，转眼又装得可怜巴巴的看着阮清。医生不由摸了摸鼻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转过头。阮清哭笑不得的轻轻握了下夏明之的手。我知道了，感谢您的建议。阮清没再多问什么，重新又戴上了颈环。医生不由又看了他一眼，
有这样稳定且高度契合的 Alpha 在身边，这个 Omega 却还是选择了戴上防标记颈环，实属奇怪。但他的职责只是看病，病人的私事与他无关。然而夏明之和阮清离开的时候，他抬了下头，看见那个高大的 A 小心的碰了下欧的腰，大概是担心他坐久了难受，脸上明明白白写着担忧和心疼。倒是那个更年轻一点的欧微微红了脸，拖着他迅速离开了。医生不由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摇了摇头，露出一个笑容。等出了医院，走在外面的林荫道上的时候，夏明之与阮清十指相扣，心情却略微有点凝重。他没有问阮清为什么会选择抑制剂，而不是直接要求他陪伴自己度过发情期。这原因他心知肚明。4年前那场近乎惨烈的发情终止，给阮清留下了深刻的噩梦。如果他是阮清，大概也会宁愿选择冰冷的抑制剂，而非一个犯过错的伴侣。所以他没有明知故问，但他又实在不希望这次的事情重演。他都不敢想，万一阮清发情的时候，他没法及时赶过去。万一阮清不是在办公室里突发意外，而是在没有人发现的地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光是假设都觉得浑身冰凉。夏明之站住了，阮清回过头看着他，不明白他怎么停了。阮阮，以后的发情期你都要告诉我好吗？夏明之认真道，无论我有什么事情，你都要告诉我，我发誓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度过发情期。阮清看得出夏明之眼中的认真，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嗯了一声。其实这次的发情期，夏明之完全做到了一个完美情人能做的一切，而阮清也清楚地感觉到了夏明之对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和夏明之肌肤相贴的那几天，他的视野与身心都全部被夏明之占据。他渴望夏明之进入他的生殖腔，渴望夏明之占有他，也渴望着夏明之让他怀孕。阮清想到这里就觉得心情有些烦躁。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把想怀孕这句话说出来了，但他记得夏明之温柔地摸着他微微鼓起的小肚子的时候，他满是依赖地看着夏明之，头轻轻地蹭了蹭，心里想着要是他们有个宝宝就好了，一个属于夏明之和他的宝宝，最好和小棉花一样可爱讨喜。他这样想着，就情不自禁的又去蹭夏明之的手，想要索取更多。阮清心不在焉的跟着夏明之回到了车上，经过一个药店的时候，他下意识想让夏明之停车，但随即他的肩膀又松懈下来，倒在了座位上。现在吃紧急避孕药也已经没用了，除了最后一步标记，他和夏明之什么都做了。他只能在心里暗自祈祷自己的运气好一点。他心里也是存着一点侥幸的，他在此之前一直服用着 Omega 专用的长期避孕，虽然停了一阵子，但也许还能起效。可他的手又情不自禁的贴在腹部，他的小腹现在是温热的，手掌的温度和腹部的温度透过一层薄薄的布料传递在一起。阮清甚至觉得腹部有点微微发烫。如果那个避孕药没有起效，阮清的脸色不由白了白。他想起4年以前，他也曾经这样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他那时候那么天真又那么傻，自顾自的以为自己会拥有一个孩子，还开心的想着最好孩子能长得像夏明之。可到最后，他什么也没有，比阮三小姐还要落魄。阮清情不自禁的看了夏明之一眼，夏明之正好也回过头看了他一眼。怎么了？不舒服吗？夏明之看他脸色不对，有点紧张。没有不舒服，就是有点闷。阮清的手迅速从腹部移开了，他打开了车窗，我透会儿气就好。阮清这一刻拼命的在心里祈祷，他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为命运所眷顾的人，但是这一刻，他希望神明能听见他心里的祈祷，请不要把他又一次推往深渊。过2天，我的书改编的电影要上映了，要去看首映是吗？
夏明之在旁边问他。阮清侧着头，从车窗里看着道路两旁飞驰而过的树木，尽量声音平静的问：是哪一本？书没有出版，夏明之说道，他的神色有些复杂。我本来一度不想让这本书问世的，但是后来还是给了朋友去拍电影。你想和我一起去看看吗？夏明之问。阮清不由有些奇怪，夏明之的所有书他都收藏了，包括以前夏明之写过的一些废稿，都在他那边有所保存。是什么内容？阮清来了点兴趣，他也想让自己转移一点注意力。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相遇、恋爱，又差点分离。听起来不太像你会写的。阮清想了想，嘴角突然挂起了一丝无奈的笑容。那他们在一起了吗？我记得以前你的读者总说你是冷血杀手，因为你书里无论是爱人、亲人，似乎永远都不会美满地在一起，总会走到分崩离析或者同床异梦。可是这一次，夏明之却回答道，在一起了。盛夏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变成了温暖的琥珀色。只差一点点就要走散了，但是最后还是走回了一起。然后过完了一生。发情期过去之后，阮清又照常恢复上班了，只是还有点不自觉的黏着夏明之。下了班以后，总是不由自主就缩进夏明之怀里，靠在夏明之肩上，才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地方被填满了。他的脸贴在夏明之的脖子上，呼吸间能够嗅到夏明之性激素的味道，整个人觉得暖融融的，片刻都不想离开。有时候就这么直接在夏明之怀里睡了过去，手还抓着夏明之的衣袖不肯松。夏明之低头看着他，总觉得阮清变成了一个缺乏安全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嘴唇微微嘟起来，可爱的不行。夏明之不由把他搂得更紧了一点。然而平静的日子过了没几天，夏明之就接到了一个并不怎么令他高兴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他哥，但是电话内容的主角却是他们的父亲夏燕。咱爸给我打电话说他过几天回来。夏明一对他们这个爹的态度虽然比夏明之要好一点，却也好不到哪里去，提起来也是口气冷漠。他提到了你和阮清，还问我你们是不是要结婚了，大概的意思是准备跟你聊聊。自从2年前被自己儿子夺了权，夏燕就退居国外了，连春节都不回来，只在夏明之母亲的忌日和生日各回来一次。这一次他居然会主动关心夏明之的婚事，夏明一也非常惊讶。当年夏明一结婚的时候，夏燕也就在婚礼当天出席了一次，其他一概不过问，倒也让夏明一少了不少麻烦。我是不是要结婚，关他什么事？夏明之冷笑一声，他绯闻对象这么多，不如加把劲再生个听话的孩子。夏明一也有点头疼，但是你也了解他这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实当年他能从自己父亲手上夺权，连他自己都意外。夏燕在商场上是出了名的老练狠辣，根本不像会被逼到放弃手中权力远退国外的人。他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他们父亲自己放权的，但是再看看夏燕那张淡漠无情的脸，又觉得自己想多了。他爱回不回跟我没关系。夏明之怕吵了阮清，自己到阳台上去说话。他喝了口冰水，杯壁上的水珠顺着他的手指滴在了栏杆上。阮清如果真的答应了我的求婚，那我连婚礼请柬都不会给他。夏明一也不劝他，在他心里，夏明之心理问题变得这么严重，他们那个不近人情的父亲就是罪魁祸首。他虽然没有夏明之这么态度激烈，心里对夏燕却也不剩多少亲情了。兄弟之间又随意聊了2句。夏明一说到了小棉花，说他最近在幼儿园里被一个小男生 Alpha 穷追猛打，结果把小棉花搞烦了，地上一顿揍，害得夏明一还得去学校赔礼道歉。对面家长倒也讲道理，说小孩子打闹只要没出事都正常，就是问了我好几遍，问我女儿真的是 Omega 吗？夏明一无奈道。
夏明之笑得不行，小棉花有些打人的套路还是他教的，但他这武学天赋肯定是像嫂子。夏明之笑他哥，你当初不是也被嫂子一个扫堂腿绊倒过？那是我让他。夏明一不服气，不说我了，前几天你谁的电话都不接，是怎么回事？夏明一又问道，要不是你好歹发了个信息过来，我差点要报警。夏明之挠了挠脸，这不是阮清发情期到了吗？我哪有空理你们？夏明一给噎住了，他老婆是贝塔，所以他从来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太会想起这事。便宜你小子了！夏明一骂道。夏明之笑了一声，两个人又聊了几句，才挂了电话。然而挂了电话以后，夏明之一个人在阳台又站了一会儿，杯子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大半。夏明之慢慢把这杯冰水喝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卧室，卧室的门轻轻掩盖着，阮清正在里面睡觉。刚刚和他哥提及阮清的发情期，又让他想起了一点别的事情。虽然他当年并不怎么好好听 AO 的生理健康课，但还是记得 Omega 发情期的受孕率会是平时的几倍。这次他和阮清又没记得做安全措施，夏明之的心里就模模糊糊的有了一点期待。他并没有多喜欢小孩子，在遇见阮清以前，夏明之根本不准备有孩子。但一想到这个孩子会是阮清给他生的，会有和阮清一样漂亮的眼睛和红红的小嘴巴，笑起来露出一个小酒窝，他的心就情不自禁的软下来，充满了爱意。但是阮清完全没有提过这事，也不知道是真的忘了，还是不想提。夏明之把一个冰块的嘴里咬碎，冰冷的固体刺激着他的牙齿。他想起阮清浴室里的那瓶避孕药，已经空了大半瓶。他不是什么懵懂无知的年轻 Alpha， 他知道那是 Omega 用来长期避孕的。夏明之望着外头的灯火，黑暗里明明灭灭，摇摆不定。空中慢慢飘下了一点雨丝，楼下的花已经全都凋谢了。这个夏天已经走到了尾声。夏明之是真的没打算去见自己父亲，他觉得他和夏燕无话可说。但就像夏明一说的那样，夏燕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儿子的软肋在哪。他甚至没有费心去给夏明之打电话，他知道就算打了，夏明之也多半不会接。他这个儿子脾气有多硬，他是深有体会，所以他只是发了一条信息：你母亲当年留下了一个手镯和戒指在我这里，是留给你和明一的伴侣的。如今手镯已经给了安杰，只剩下一个戒指了。你如果准备要，我就在小公馆等你。夏明之看见这些字的时候，险些摔了手机。阮清听到动静，从厨房里走出来，问道：怎么了？没事。夏明之没有露出怒容，工作那边有点问题。阮清看了他几眼，却也没再追问。夏明之回复了这条短信：你想什么时候见面？我下周五回国，你下周日过来吧，带上阮清也可以。我正好想见见那个孩子。夏明之冷笑一声：心到你做梦，我一个人过来。1个多星期后，夏燕回来的时候，龙城刚刚下过一场雨，本来闷热的天气变得凉快了许多。树木在雨后变得更加浓绿，地上偶尔能看见被打落的花瓣。夏家的老司机一早在机场外等他，看见他上车，还是如以前一样叫了他一声老爷。虽然如今夏家当家的先生已经变成了夏明一。先去见见尔璇吧。夏燕上了车说道：我要的花订好了吗？尔璇是夏明之母亲的名字，余家幼女余尔璇。已经准备好了。司机回答道：还是杨桔梗。车子在道路上奔跑起来，夏燕从窗户里往外随意的看去。上次他回来还是1年前，如今外面的景色也没怎么变化。家里一切都好吗？夏燕又问。明知准备安定下来了，是这样吗？司机一板一眼的回答道：大少爷和少夫人事业都顺利。
夫妻感情也好，小少爷和小小姐都很活泼。二少爷带他的男朋友回来吃过饭，不过我只见过一眼。这个司机是在夏家服侍的老人了，所以夏明一虽然知道他的自己父亲的人，但也没辞退他。那孩子我倒是有印象，夏燕转了转手上的结婚戒指。4年前明芝也把他带回来过，长得倒是很好看，也很乖巧，但不像明芝会喜欢的类型。夏燕说完，沉默的看了看自己手指上的戒指。他之所以会记得阮清，是因为阮清的眼神太让他熟悉了，那么温柔又专注的看着夏明芝，仿佛夏明芝是他的全世界。夏燕只看了他一眼，就立刻想起了20岁的于尔璇。于家最受宠的小女儿，也曾拿这样赤诚天真的眼神看着他，然后递给了他一束不知道从哪摘的乱七八糟的花，一点不害羞的说：“夏燕，你娶我好不好？”他一点也没有少女的胆怯青涩，落落大方的站在那里，拿着刚采的花就跟喜欢的人求婚，理直气壮的样子，仿佛全世界都应该顺着他的心意走。可是多年以后，他跟夏燕提出离婚的时候，他眼中的光已经熄灭了。他变成了一个优雅冷静的女人，有条不紊的跟夏燕划分清了婚内的财产，准备好了一切手续，只等夏燕签字。夏燕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他想于尔璇应该很恨他，因为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都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最后还是以他夏燕的夫人的身份举行了葬礼。夏燕闭上了眼睛，任司机带着他往郊外的墓园开去。2天后就到了夏明芝和夏燕约好见面的时间。夏明芝开车来小公馆的路上就一直觉得烦闷，他跟他父亲关系不好是人尽皆知的，这几年夏燕都在国外，夏明芝看不见他，提起他时还能相对心平气和。可是等真的见到了夏燕本尊，他心里的不耐就直接达到了顶峰。夏燕在书房里等他，书房里的窗帘是拉开的，整间屋子都很明亮，所以夏明芝一走进去就清楚的看见夏燕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相框，里头是他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一身红裙，笑容像玫瑰一样灿烂。夏明芝的视线又落到了夏燕的手上，发现她还戴着结婚戒指，忍不住冷笑了一声。这间小公馆就是他父亲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里面处处都留着他妈妈的痕迹。夏燕只要回国都会住在这里，也不知道是作秀给谁看。他并不准备在这里停留太久，开门见山道：“我是来拿妈妈留给我的东西的。现在我来了，戒指呢？”夏燕坐在位置上，看着自己这个已经比他高了一头的儿子。“你见到自己的父亲就这么说话的吗？”夏燕沉声问道。他沉下脸是很有威势的，比起阮家老爷子身上的阴折，他要显得更为沉稳，却一样的令人胆寒。但夏明芝并不在乎，他早就过了畏惧自己父亲的年龄。我们两个就不要装什么父慈子孝了吧。夏明芝根本没有坐下来说话的打算，他站在那里俯视着自己的父亲。你根本没有多在乎我，我也不想有你这个父亲。现在我们唯一的一点联系，就是我母亲的一点遗物。你大可以继续在国外过你的潇洒生活，我也不在乎你找多少情人。但只有一点，夏明芝眼睛冷得像刀子，别再玷污我母亲的东西。她已经去世了，你就别再恶心她了。把东西给我吧。他说道。夏燕的脸色不由有些难看。他今天并不是准备来找夏明芝吵架的，可是夏明芝的每一句关于他母亲的话都在挑战着他的耐心，精准的往他心口捅刀，让他情不自禁的变得暴力。他和夏明芝对视了一会儿，两人脸色都不算好看，但最终还是他先移开了视线。夏燕打开了书桌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戒指盒，用手指搭住。东西就在这里，我不会拿走它，也不会交给别人。你大可以放心。夏燕说道，我这次回来也不过是因为听说你想和阮家的孩子结婚了。
虽然你并不想要我这个父亲，但我却还是要来过问一下你的婚事。他尽量想要平和的跟夏明之聊一聊这件事。其实他也没有多在乎夏明之娶谁爱谁，不过是因为于尔璇还在的时候，跟他聊过不止一次，说他不担心明一的感情道路，却很担心明之是否能找到相爱的人。他还说，如果看见明之幸福的结婚了，那他人生也算是了却一桩大的心事。这些事夏燕他都记得，所以他才勉强的作为父亲来问问夏明之的打算。可惜夏明之并不给他这个机会。你不需要过问，因为我根本不会邀请你出席。我可不是我哥，还顾及你的颜面。夏明之冷笑道。他看见夏燕的脸色更难看了一点，声音就愈发刻薄。如果我妈还在，即使你们离婚了，我也会邀请你。但如今我妈不在了，你也不用出席了。我的婚礼上不需要一个凶手来出席。夏燕抓着那个戒指盒子的手不自觉收紧了，甚至隐隐有青筋暴露。你到现在都觉得我是凶手吗？夏燕抬眼看着夏明之，眼神冷厉。不是你是谁？夏明之充满恨意的看着他。不是你在外面绯闻不断，不是你沾花惹草，他会要跟你离婚吗？你既然不能在婚姻里保持忠贞，你又为什么要和他结婚？为什么要标记他？夏明之握紧了拳头，他怨恨的看着夏燕，他们已经2年没见过一面了。见不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心里的恨意还可以克制。可是，一旦夏燕开口，还这么平静的跟他提起他母亲的事情，他就恨不得再像18岁那一年，狠狠的把拳头砸在他脸上。你凭什么标记他？夏明之忍不住一拳砸在桌子上。是因为要和你离婚，他才做了标记清除手术，他才死了。夏明之的手甚至有点发抖。他的母亲是因为标记清除手术才去世的，只有 0.3% 的风险率。偏偏他母亲撞上了。他亲眼看着他母亲进手术室的，之前他们还在商量，等他手术结束，一起去庆祝他恢复单身。他那时候满心以为自己的母亲即将开始新的生活，离开他花心滥情的父亲。他不再是夏家的夫人，而是重新拥有属于于尔璇的人生。可他没有想到，那居然是他见到他母亲的最后一面。而这个罪魁祸首，这个让他母亲接受了标记，却最终因为手术意外去世的人，还平静的坐在这里。夏明之不得不从夏燕的脸上移开视线，他怕他再看着他，会真的忍不住动手揍他。如果我妈还在，她一定很高兴看见我带着阮清回家。夏明之看着窗外，但就因为你，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你高兴了吗？夏明之问他。夏燕呼出了一口气，他这个儿子永远有办法刺激到他心里最深的痛处。他居然问他，你高兴了吗？他居然问他，于尔璇去世了，他高兴吗？夏燕突然抱起，一把攥住夏明之的衣领，死死的抓住他，迫使他向自己靠近。他盯着夏明之的眼睛，声音森冷的问道，你这么恨我，到底是因为你真的觉得是我的错，还是因为如果不恨我，你就只能恨自己了？两个 alpha 彼此仇视的看着对方，他们都清晰的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面容扭曲的自己。你以为只有你在怨恨吗？我就不恨你吗？夏燕冷冷的看着自己的儿子，手上的力气越攥越紧。而夏明之也不甘示弱的瞪着他。你别忘了，是你一直在说服你妈妈，做了标记清除的手术。如果没有你在旁边煽风点火，你母亲也许不会死在手术台上。他松开了夏明之的领口，坐回了位置上。更何况，既然这么厌恶我，你又为什么这么像我呢？夏燕嘲讽的看着他，他们看上去不像父子，倒像仇人。你想要跟阮清结婚，可是他想和你结婚吗？你既然这么恨我，为什么走上了跟我一样的路？为什么你也抛弃了自己的伴侣？你跟我有什么不同？我的儿子。
夏燕冷冷地问道：“你跟我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的儿子。”夏明之被这一句话刺痛了。夏燕说任何一句话都不如这一句扎得他鲜血淋漓。而夏燕说完这句话，就收敛了刚刚暴戾的神色，重新变得冷静。只是他的眼神还是一样刻薄，两手交叠的搭在膝盖上，背脊微微挺直，仿佛现在不是在自己的私宅里，而是坐在谈判的会议室里。而夏明之也居高临下的怒视着他。他们两个确实很像，随便一个外人走进来都能看出这两人的血缘关系。一样深邃的眼睛和高挺的鼻梁，不笑的时候看着冷，笑起来却又显得深情款款。我从来没觉得我比你清白。夏明之冷冷的说道，他还不至于被夏燕戳到痛处就自乱阵脚，但起码我还知道补救，我还知道清醒过来，用我的余生去挽回。可你呢？你都做了什么？夏明之问他。你唯一做的就是拖着那个离婚协议，不肯签字。他至今都替他的母亲怨恨着这一点。那一纸离婚协议最终也没有等来夏燕的签字。他的母亲永远都是夏燕的夫人。夏燕看着他这个已经长得比他还要高的儿子，这样年轻，这样张狂的指责着他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尝试挽回。夏燕想，起码夏明之有一句话说对了，他们两个永远都做不到父慈子孝了。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现在一间屋子里，也不该有见面的机会。是我没有想挽回吗？夏燕盯着夏明之问道。是我从来都没得到挽回他的机会。当年你陪着你妈妈，特地挑了我在外出差的时候做了手术，等我得到消息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在那间冰冷的手术室里，而他甚至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夏燕恶狠狠地盯着他这个次子，夏明之的脸几乎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翻版，甚至连他们在感情上的道路都如此相似。可是这个儿子却比他幸运得多。那个叫阮清的孩子，不管经历了多少，却到底还活着。他是在于尔玄去世后才明白什么叫除却生死无大事，因为只要人还活着，就一切都还有希望。这世上所有人犯了错都有机会挽回，唯独他没有。夏明之还有机会去挽回那个叫阮清的年轻人，他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他会拿余生都交给阮清赎罪。可他的余生呢？他的余生该交给谁？他难道就不想弥补，不想再去牵着于尔玄的手说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吗？可是留给他的是什么？是一座冷冰冰的坟墓。我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错误，我确实对不起你妈妈。夏燕说道。可是夏明之，你以为你比我好到哪里去吗？你不过是比我幸运罢了，阮清没死得成而已。如果他死了，你就和现在的我一样，一无所有。夏燕这句话说得咬牙切齿，他像一个彻底被激怒了的野兽，虽然还披着衣冠楚楚的皮囊，可是眼中的愤怒与恨意却像野火一样烧了起来，就像夏明之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一样。他也发自内心的不想再见到自己这个儿子。他不是不知道于尔玄会去清除标记是因为他，可是如果能拖得晚一点，再晚一点，也许他还来得及跟他说对不起，来得及求他再看自己一眼，来得及弥补自己犯的错，也许于尔玄就不会死。可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如果。夏燕呼出一口气，他看着夏明之，等着这个儿子继续以各种理由来论证他的罪有应得。可是他没有等到，书房里的空气却逐渐安静了下来。细纱窗帘在空中微微的浮动，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一两声蝉鸣，还能听到喷泉里流水的声音。夏燕仔细打量了一眼，才发现夏明之的脸色变得极其难堪，像是被迫想起了什么。又隔了一会儿，他才听见夏明之的声音有点抖，问他：你说的阮清没死的成是什么意思？夏明之死死的盯着夏燕，
他想起了阮清那块从不取下的黑色腕表，腕表下是只振翅欲飞的黑色蝴蝶。从阮清刚回国，他就怀疑过，那腕表下藏着的会不会是一道陈年的伤疤？会不是阮清曾经拿刀切开了自己的血脉？可是他没有证据，阮清又这样坦然的让他看自己的纹身，他们又复合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走。所以他忍不住怯懦的心怀侥幸，心想也许那真的只是一个纹身。你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夏燕没有回答，夏明之变得急躁起来。而夏燕打量了他一会儿，突然嗤笑了一声，极其不屑的。原来他这个儿子还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只知道了一半。看来明一没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你，他这个大哥倒是当得好，处处维护你。夏燕摇了摇头，可惜了，他就没有这样的慈父心肠。当年真正查出了阮家暗中囚禁了阮清的人，并非夏明一，而是他。既然明一没告诉你，我来告诉你好了。夏燕恶意的说道。他像一条毒蛇，终于找到机会露出了自己的獠牙。阮清，你现在的爱人当年跟你分手后就被阮家囚禁了，而在囚禁过程当中，夏燕刻意的吐字清晰，他自杀了，他自杀了。这4个字如一记重锤敲在夏明之的耳边，他几乎要站不稳。可夏燕还不准备放过他。但我查到的最有意思的还不是这个。阮清被发现的时候，血流满了浴室的地面，可是他的手上还握着一个手机，应该是好不容易藏下来的。夏燕看着夏明之愈发惨白的脸色，问他，你不如猜猜，他手机上最后一通电话是拨给谁的？为什么打完这个电话他就决定自杀了？意料之中的没有回答。夏明之的脸色难看到像个病人，像是想起了什么令他绝望入骨的往事。但夏燕也不需要回答，他心中觉得可笑，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幸运了，即使把别人伤到这个地步，如今也能轻而易举的得到他想要的一切。那个叫阮清的孩子都已经自杀过了，居然还能抛却过去的种种，重新和他在一起，以至于他这个儿子至今被蒙在鼓里，毫无知觉的享有着这一切，未免太不公平。夏燕说道，他最后通话的那人是你呀，明之。那个叫阮清的孩子和你通完话的当夜就自杀了。那时候你在哪儿呢？夏燕又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阮家没有送他去医院，如果他割下去的时候再用力一点，你根本没有机会来跟我拿这枚戒指了，你就会变成另一个我。夏燕把手掌摊开，戒指盒就躺在他的手心里。他把手心伸出去，将戒指递到了夏明之眼前。现在拿去吧，我说了，你确实比我幸运。他已经懒得再过问夏明之的婚事了。夏燕平静地看着夏明之的眼睛，他能看出夏明之如今对他的恨意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又被阮清曾经自杀过这个真相打击的几乎要站不住。他清楚地看着夏明之的眼神一点点变得绝望。看来夏明之他的次子是真的很爱那个阮家的养子。一个慈爱的父亲在这种时候是应该安慰自己的儿子的，可惜他不是。他自私且冷酷，自从于尔玄去世，他已经很难再对任何人表示同情了，即使那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也一样。太阳快落下山的时候，夏明之最终拿着那个戒指离开了。夏燕看着他的车从小公馆的门口开走了。刚刚夏明之离开的时候，跟他说的最后几句话是，即使我妈妈当年没出事，她也不可能再和你在一起了。她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她等了20多年，你都没有回头，所以你落到今天，全是你咎由自取，恨我也没用，你活该一辈子都得不到解脱。夏明之拿过了戒指，已经走到了书房的门口，但他回过头，又看见书桌上他母亲的照片，笑得比玫瑰还要灿烂。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如果阮庆没有活下来，我也许就是如今的你。夏明之看着他的父亲，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手上还戴着那个孤零零的结婚戒指。夏明之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所以我会加倍的对阮清好，不会让他再受一丁点伤害。夏燕靠在座位上，脑袋往后仰，窗户里透出来的光已经变得越发暗淡，傍晚就要来了。但是从窗户里看出去，小公馆的花园还是风景如画。这个小公馆是夏燕当年送给于尔璇27岁的生日礼物，他们曾经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年。于尔璇拉着他的手，让他摸自己的肚子，笑起来还和当初20岁一样天真，说宝宝在动。可是，一转眼，这个小公馆里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一无所有，连唯一留下的一枚结婚戒指都是孤零零的，因为属于于尔璇的那一枚已经在一次争吵中被他扔了。他闭上了眼睛，他想夏明之说的其实也没错。如果再给他一次逆转时间的机会，他不会选择回到于尔璇做手术的那天，而是回到20岁的于尔璇抓着一把乱糟糟的花向他求婚的那天。然后在他问出夏燕你娶我好不好的那一刻，拒绝他。不好，他们还是不要相遇了，也不要开始就这样各自过完一生。这对于尔璇来说也许才是幸福。夏明之离开小公馆以后，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开车。小公馆本身靠近郊区，开出去没有多远，周围已经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逐渐冷却的日光照在车窗上。突然间，车身紧急的刹住，溅起飞扬的尘土，在地上碾出一道深深的车辙。夏明之的身体因为惯性往前一冲，刚刚只差几厘米，他就险些撞到树上，可他却没什么表情。他的手还握在方向盘上，整个人像一尊冰冷的雕塑，凝固在车里。他刚刚一直在给阮清打电话，他想见到阮清，想问问他，夏燕说的都是真的吗？4年前你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我却没有理会你发出的求救，把你遗弃在了那个阴冷恐怖的阮家，然后当晚你就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是这样吗？告诉我，阮阮，是这样吗？他一遍又一遍的拨打着阮清的电话，他的手一直在抖，有几次都拨错了号码。可是无论他拨打出几次，阮清都没有接，只有空洞的客服女声一遍遍地提醒，请您稍后再拨。他打了第7遍，终于停了下来，手机从他手中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他的胸口大幅度的起伏着，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晕，眼睛里也带着血丝，看上去几乎像个病人。他思考了几秒，又把手机捡了起来。这次他没有再打阮清的电话，而是打了夏明一的电话。夏明一正在家里，很快就接起来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弟弟要问自己什么，语气很轻松，明之，怎么了？然而夏明之一开口，声音就嘶哑的把夏明一吓了一跳。哥，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告诉我。夏明之低声说道。什么事？夏明之这个声音听得夏明一直觉不妙，他站起身离开了孩子和安杰都在的客厅，去了更安静的书房，关上了门。他没想到和阮清有关，只以为是不是他又为妈妈的事情跟夏燕发生了争吵。你的声音怎么回事？夏明一问道。然而夏明之没回答他。哥，我问你，是你告诉我阮清曾经被阮家囚禁过，关了快半个月才放出来。你说虽然阮清受苦了，但是身体没有大碍。夏明之一边说，一边心口痛到难以呼吸，他恶狠狠地咬住了自己的嘴角，甚至咬破了，流出了鲜红的血。他停了好一会儿，才有力气继续说下去。哥，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坏了。夏明一听到这句话，心头就彻底凉了下来。夏明之知道了，知道阮清自杀过了。夏明一突然慌了起来，
他以为这件事能瞒住夏明之一辈子。上次夏明之把阮清带回家，两个人年轻人牵着手，看上去一切都这么好，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阮清什么也没告诉夏明之，所以他以为只要他也不说，夏明之就不用背负更多的自责，就这样平静的和阮清过一生。你听到什么了？明之，你先告诉我。夏明一还有点心存侥幸。你不要管别的，哥。夏明之声音里有明显的哽咽。哥，你告诉我，阮清是不是自杀过？阮家是不是在阮清自杀以后还找到了他藏起来的手机？夏明之眨了下眼睛，滚烫的眼泪从眼眶里掉出来，从他的脸颊一路滚落到手上，逐渐变得冰凉。你告诉我，他最后一通电话记录是打给我的，对吗？你告诉我，别来骗我了，说！夏明之怒吼道。夏明一握紧了手机，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才好。隔着手机，他看不见夏明之的脸，可他怎么会不了解自己的弟弟？他看上去对什么都玩世不恭，什么都不在意，可其实心肠比谁都软，所以他才前思后想，瞒下了这个消息。他怕夏明之知道了，就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他会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包袱过一辈子。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夏明之还是知道了。明知夏明一能听见自己弟弟强忍的哭声，这么痛苦的忍在喉咙里，他更急了，下意识的安抚他，明知这不是你的错，当年谁都不知道阮家做了这样的事情，如果知道，别说是你，即使是我也会出手帮忙的。夏明一焦急的说道。我知道你很自责，可是这事情已经过去了，阮清现在已经恢复了，你要往以后看。夏明之还是没有说话，手机里只能听见一点哽咽。明之，你给我提供的资料派上用场了，阮家最近接连丢了几个大单子，阮振生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阮家会遭到报应的。夏明一急的恨不得现在就去把夏明之抓回来，你和阮清还有很长的人生，明之，你以后都可以保护他。保护他？夏明之听得简直要发笑。他保护了阮清什么？他在最后一通电话里跟阮清说，我不会再接你的电话。阮清这么依恋的喊着他明之哥哥，等他来救他，而他却说我们已经分手了。阮清割开自己手腕的时候得有多疼，他连吃药都怕苦，割开自己手腕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夏明之的眼前似乎看见了一片连绵的血水，而阮清就倒在中间，他浑身都是苍白的，像个冰冷的木偶，唯独手腕上一道深可见骨的红色血痕。那道伤口只要割得再深一点，他的软软就永远回不来了。哥，夏明之哑着嗓子道，我光是心里难受2下，你就这么心疼我？可阮清当年有谁问过他疼不疼吗？夏明之说完这句话，喉咙里就忍不住发出一声悲鸣，他把头埋在手臂中，像是被逼到绝路的困兽。他不敢想阮清当年是怎么熬下来的，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又有谁来照顾他呢？他喊疼的时候有人能听见吗？夏明之咬住嘴，不让他哥听见太多他的哭声，咬得太狠，嘴唇上一圈都是血印，牙齿都染上了红色。可他却想着，当年阮清被送出国的时候，也许连身体都还没有康复，就像个累赘一样被迫不及待的扔掉了。异国他乡里，他只有孤身一人，谁都不在意他，谁都没关心他要怎么活下去。而他当年才19岁，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有谁问过他疼不疼？他才19岁。夏明之哭着道，他茫然的问他哥，如果他死了呢？哥，如果他死了，我该去哪里找他？他觉得自己简直可笑，他自顾自的以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可以补偿阮清，拿余生的每一天去守护他，可这不过是他在夏燕面前强撑出来的吝啬。在他心底里，
他也在问自己，如果阮清当年没能救得过来，他该怎么办？夏明一在电话那头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劝不了夏明之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阮清可怜，当年的阮清虽然身世凄苦，可是跟在夏明之身边的时候，脸上也是有娇憨的，乖乖被夏明之牵着手，一副和该被人娇惯的样子。可是，一别4年，他再见到阮清，阮清变得这么成熟优雅，进退有度，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他已经能独当一面。明知夏明一不知道他还能说什么，哪怕隔着手机，他也能感觉到夏明之的绝望，这么重又这么深，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快把夏明之都压垮了。他听见夏明之说：“哥，我都对软软做了什么？我比夏燕还不如。”夏明一听到这一句，背后都一凉，他都怕夏明之做傻事。他急匆匆道：“你在哪里？明之，你不要冲动，阮清他没有怪你，他分得清楚，你不是有意的。他现在应该在家等你，你们是伴侣，你们有话可以沟通。阮清他肯定不会怪你。”夏明之苦笑了一声，直到这个时候了，他哥都还在为他开脱。他知道他哥是为他好，可他宁愿阮清怪他。夏明之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他这一生除了失去了母亲，其他时候一直顺风顺水，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家是显贵，又有兄长庇护，他是夏家的二少，没有人能给他一点挫折。可是阮清呢？阮清有什么？他是一个被亲生母亲都抛弃的锅。他这样艰难的长大了，刚刚以为一切都变好了，转眼就被踩入人间地狱，所有最亲近的人都背弃了他。他已经学不会撒娇哭泣了，学不会抱怨自己的苦楚了。他自己熬过了世间最难的痛，再没什么伤害他了。夏明之只要一想到如今阮清看着他还能笑得这么温柔，就觉得心如刀绞。别说了，哥。夏明之捂住了眼睛，别说了，别再来为他开脱了。夏明之挂断了电话，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了。夏明之靠在座位上，望着天色越来越深，最后变为一片浓黑。四周都是树林，晚风从林间穿过，带起树叶沙哑的响动。当初他和阮清分手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一片黑色。那天他把发情期的阮清丢下了，第二天他明明去了医院，明明在阮清门外守了一夜，再走进去，却是在阮清期待的眼神中冷静的跟他提出分手。夏明之呆呆的坐了一会儿，他已经不想给阮清打电话了，他发热的大脑慢慢冷静了下来。他没什么可以问阮清的，因为阮清永远原谅他。他去逼问阮清这样一段往事也不会有结果，也许到最后阮清反而还会倒过来安慰他。他曾经是阮清的依靠，是阮清诉苦撒娇的那个人，可是事到如今，已经是阮清在不断的安抚他，不让他背负沉重的过去。夏明之想，他何德何能得到阮清这样的一份爱？阮爱敏都没能得到阮清的原谅，可他却得到了。他又坐了一会儿，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还以为是阮清，慌乱的擦了下眼睛，下意识把声音调整的正常一点。可是接起电话以后，对面却是个不熟悉的女生。您好，夏明之先生，我是您订婚场地的负责人，我想跟您确认一下，订婚时的鲜花主要种类是玫瑰和洋桔梗吗？夏明之的眼睛眨了眨，他迟钝的想起了，原来他订了求婚的场地，订了鲜花，准备了戒指，要在当初为阮清举行成人礼的地方向他求婚。他一厢情愿的布置着一切。夏明之先生，电话里的女生听他一直不说话，又确认了一遍。就这样吧。夏明之没力气和他说话了，挂了电话，然后把手机扔在了副驾上。他掏出了今天从夏燕那里拿到的戒指，戒指盒打开以后，里面一个梨形的黄钻戒指，钻石极其华美，
并不太适合日常戴，只是作为瑜伽的一件礼物，代代传下来。夏明之把这枚戒指握在了手心里，尖锐的疼痛刺激着他的掌心。他曾经在于尔璇的珠宝柜里看见过这枚戒指，那个时候他母亲和父亲感情正好，他也还是一个正常的接受 AO 结合的 Alpha。他静静地看着这枚戒指，他想起了当年他陪着他母亲做手术的那一天，是个云淡风轻的好天气，似乎预兆着一切都会顺利。当初他母亲因为标记清除手术而去世，从那天以后，他就患上了应激性标记障碍。他从心底深处无法标记任何一个 Omega， 因为这让他想到死亡，想到 A 对 O 的掠夺。可他明明走上了和父母不一样的道路，他明明没有标记阮清，阮清也差一点就死了，差一点就死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和他母亲一样，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夏明之微微的闭上了眼，车内已经变得一片漆黑，车外星野低垂，安静得听不见任何嘈杂的声音。他终于明白了，罪魁祸首从来不是 AO 之间的标记，是他和夏燕这样的 Alpha。 阮清今天下午并没有去上班，他请了半天假，独自一人去了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 Omega 专属医院做检查。因为提前预约过，不需要排队，阮清很快就抽完血，坐在休息室里静静的等待着结果。今天离他发情期第一天已经过去了20几天，他想确认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怀孕。这些天他都休息的不太好，有的时候睡到一半就会醒过来，转过头看见身边夏明之的脸，心里又有点难以言喻的惆怅。他想，不如给自己一个痛快。这次他没有再选择去药店买验孕棒，而是直接来医院做检查。等待的时间稍微有点漫长，这是间收费高昂的私立医院。休息室里人不算多，环境非常舒适，还有穿着粉色制服的女孩子给阮清送了茶点。但让阮清没想到的是，他居然会在这里遇见熟人。阮清，你怎么也在这里？听见有人喊自己名字的时候，阮清还一愣，认真的看了几眼，才认出来面前这个穿着宽松的白色外套的男孩子是谁。于心。阮清也有点惊讶，他的视线落在于心明显凸起来一点的小肚子上。于心对着他嘿嘿的笑了一下。面前这个 Omega 是阮清在酒吧认识的，两个人因缘巧合喝了一场酒，喝到有点醉了，就互相聊起了自己的恋爱经历。结果聊完，刚结伴出酒吧门，他就被夏明之捉了个正着，直接带走了。但是之后他俩还有联系，于心性格活泼，约阮清出来喝过几次咖啡。直到2个月前，于心才像是突然忙起来，从朋友圈里销声匿迹。阮清还问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结果于心只是简短回复了一条说他没事。如今于心就站在他面前，虽然面容还是一样的精致漂亮，但是没带夸张的配饰，头发乖顺的落在耳边，穿着白外套和牛仔裤。阮清一时有些没适应，但于心的脾气一点没变，还是自来熟，一笑露出可爱的酒窝。他大大咧咧的在阮清旁边坐下，问阮清，你是陪别人过来的吗？还顺手就摸了一把阮清的小手，贼兮兮的笑起来。几个月不见你，还这么好看啊？阮清不想多说，凸起摇摇头，我一个人来的。他看了看于心的肚子，有点不知道该不该问。于心注意到了他的视线，自己倒是说出来了，我是来做孕检的。我老公去帮我买饮料了，我突然想喝酸梅汁。于心在自己圆圆的小肚皮上摸了一把，跟阮清解释道，我之前不是没怎么和你聊天吗？因为那时候正在跟我老公恋爱，两个人有点矛盾，就比较心力交瘁。但是现在都好了，我俩领证了，只是还没对外公布。他仰起脸对阮清笑了笑，不过我们是先上车后补票，生了宝宝再补办婚礼。那也挺好的，宝宝还能看见你们的婚礼。阮清也笑了笑，他看得出来于心现在是真的很开心。
他之前倒是知道于心谈了个男朋友，于心还发照片给他看过，是个相貌俊朗的男人。那阮清，你是来做什么的？身体检查吗？于心问他。阮清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也是来做检查的，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怀孕。那夏明之呢？于心睁大了眼睛，眼睛下意识看向阮清平坦的小腹，腰身还是细细的一把，收在浅蓝色的衬衫里，丝毫看不出怀孕的迹象。你居然怀孕了吗？夏明之是也给你买东西去了吗？他虽然对阮清家那个 Alpha 不太对付，但他印象里夏明之是非常紧张阮清的，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阮清会自己一个人过来。我没告诉他，因为还不确定，我想自己先验证一下结果，免得他跟着一惊一乍的。阮清神色不变，笑盈盈的解释道。这个解释也合理。于心很理解的点了点头，也是，这些 Alpha 遇到怀孕就乱了手脚，只会添乱，还不如给他一个惊喜。他伸手摸了摸阮清平坦的小腹，笑嘻嘻道：你要是有宝宝，一定和你一样好看。又把阮清的手拉到自己圆溜溜的小肚皮上，你要不要摸摸我的宝宝？他很热衷于分享自己要有宝宝的喜悦。阮清没有拒绝，他的手贴在于心的小肚皮上，透过一层薄薄的衣服，他能感觉到于心的肚子是温热的。他想，这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宝宝，已经确定了会来到人间。他会有2个很爱他的爸爸，也许和于心一样可爱又捣蛋。他会在于心的肚子里慢慢的长大，长出软绵绵的四肢和漂亮的小脸蛋。阮清的心口突然微微的抽痛了一下，他想起了4年前，他也曾经这样拿手掌轻轻触摸自己的小肚子，明明平坦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却忍不住的幻想里面会有一个怎样可爱的小孩子。阮清收回了手，对上于心亮晶晶的眼神，他笑着说：你的宝宝一定和你一样可爱。于心嘿嘿嘿的笑起来，又想起来自己带了好多零食，乐滋滋的跟阮清分享。半个小时后，阮清的报告出来了，而于心的 Alpha 也已经回来了，礼貌的跟阮清打过招呼，就一颗心都扑在了于心身上。阮清跟他们道别，自己出去拿报告。他走到门边，又回过头看了一眼，于心的 Alpha 正在为他喝饮料，2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于心笑得眉眼弯弯。报告的结果出来了，阮清知道自己一直是不为命运眷顾的。他小时候在孤儿院里生活，教导他们的生活老师说，人如果用心祈祷，就会有好事发生。可是那一年的冬天，阮清这么拼命的祈祷了，他喜欢的这个生活老师却还是生病退休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而等他长大以后，他所祈求的事情更是一件都没能如愿。如今他又一次被命运捉弄了。他拿着属于自己的报告单，看着上面墨迹清晰的数字，手指微微的颤抖了起来。您是说我确实怀孕了吗？阮清忍不住和护士小姐又确认了一遍，她看上去这么茫然且无助，黑色的眼睛里满是慌张，有没有可能弄错了？护士小姐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人知道自己怀孕都会喜悦的，但他们医院至今还没有弄错过。她有点同情的看了阮清一眼，这个 Omega 这么瘦，如今面色苍白，看上去摇摇欲坠，她甚至想上前扶一把，但她又不得不说，您确实怀孕了，还不到1个月。阮清抓紧了报告单，薄薄的一张纸在她的手指间被弄皱了。护士小姐欲言又止的看着她，我知道了，谢谢。阮清勉强维持着镇定，她甚至没能对护士小姐笑一下，转身就离开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现在刚刚下午4点，太阳已经不再滚烫。她从医院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最后一级台阶没有看清，脚下踏空了一下，膝盖先着地，狼狈的跪在了地上。然而疼痛反而让他清醒了，那张报告单就抓在他手里，
已经被揉成了一团。她怀孕了，这个事实清晰地窜入了他的脑海。他情不自禁的有些发抖，快步的走到了自己的车子旁边。但是他连拉了2次都没能拉开车门，第3次才打开，跌跌撞撞的坐了进去。他直到坐进车里，才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发现自己的脸色一片惨白，几乎没有了血色，黑色的眼睛里一片金黄，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从得知怀孕到走出医院，不过是短短的20分钟，他已经像一只仓皇的惊弓之鸟。阮清摸了摸自己的手臂，心想他还是这么没用。他把已经被自己弄皱成一团的检查单重新展开，又用力抚平，重新的认真看着上面的每一个字。然而看着看着，这张检查单就在他眼中扭曲成了一只验孕棒，一只小小的白色的验孕棒孤零零的躺在桌子上，上面是鲜红的2条杠，代表着有孕。阮清丢下检查单，捂住了耳朵，可是一个声音还是无孔不入的往他耳朵里钻。那是4年前19岁的他的声音。他听见那个自己小声且不安的在问：明之哥哥，你有没有想过要宝宝啊？阮清呜咽了一声，把耳朵捂得更紧了。可是没有用，他又听见那个自己的声音，明明虚弱的几乎话都说不出来，却还恳切的跟医生哀求：医生，我有宝宝了，你们别给我用药好不好？然后他听见了医生惊讶的声音：你没有怀孕啊？如果你怀孕了，你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发情期的。这声音在阮清的脑海里不断回旋，嗡嗡作响，撞击着他的耳膜。一滴眼泪从阮清紧闭的眼睛里掉了出来，掉落在他腿上的检查单上，晕开了一个小小的湿漉漉的圆。他知道自己现在坐在车子里，现在是午后4点，外面还是一片明亮，气候温暖，可他却情不自禁的发着抖，就好像回到了4年前，夏明之丢下他的那天。他被医院的救护车带走，他抬起头，看见了夜空中的月亮，霜雪一样冰冷。阮清在汽车里枯坐了1个小时，外面的阳光逐渐冷却了，透过车窗照进来，已经感觉不到暖了。而阮清就这么呆呆的坐着，睫毛半天都没有眨动一下，望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直到他被副驾驶上面的手机铃声惊醒，他吓了一跳，眼睛迟钝的眨了一下，往副驾驶上看过去，发现是夏明之的电话。阮清本来伸出去的手顿时如被烫到一样缩回来，他没有接，但是夏明之很快又打了第2遍、第3遍，手机甚至来不及停顿，就立刻又嗡嗡直响。铃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着，吵得人头脑发昏。而阮清却情不自禁的发起抖，他看着手机上夏明之的名字，突然觉得脖子上的颈环跟着烧起来，那个刻在颈环上的名字烙铁一样贴着他的性腺，痛到他几乎难以喘息。铃声一直在响，可他却一次都不敢伸手去接。他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夏明之，她怀孕了，这次是真的有孩子了。4年前，他就因为一个错误的验孕棒，想要设计夏明之标记自己。他以为只要2个人有了标记，夏明之就一定会接受他和宝宝。他想，也许夏明之会生气他擅作主张，但夏明之是喜欢他的，肯定不会气他太久。他就这么天真愚蠢的抱着这个念头，解开了自己的颈环，然后现实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夏明之连标记他都不愿意，哪怕他们有最高等级的契合度。而夏明之暴怒的推开他的时候，他从床上滚下去，撞到桌子角。他还下意识护住了肚子，怕肚子里的宝宝受伤。他一心一意的想留住这个孩子，可是等他被送进医院，医生却告诉他，他没有怀孕，验孕棒是错的，假的。他在顷刻间失去了一个孩子，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爱着的夏明之。阮清不知道手机到底响了几遍才停下来，他只知道车里乍然恢复了宁静，
除了他急促的呼吸声，听不到一点杂音。阮清瘫软在座位上，身上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他茫然的看了手机许久，等确定他不会再响了以后，他才慢慢的把手搭上了方向盘，开出了医院。但他没有开往他和夏明之同居的家里，而是开往了之前他一个人独居的那个公寓。此时他还不知道，夏明之在拨打他没有得到结果以后，又把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大哥夏明一。而等到和夏明一的通话结束后，夏明之在车上坐了许久，脸上的泪痕逐渐干涸了。他又重新打了另一个人的电话，那个人是袁叔，是在他没能参与的那4年里一直陪着阮清的袁叔。袁叔看见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夏明之的时候，几乎以为他是打错了电话。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接了电话，而听到夏明之干涩的嗓音的一刹那，他不由心口紧了一下，差点以为是阮清出了什么事。喂，请问你有什么事？袁叔听见了夏明之的呼吸声，却没听到他说话。夏明之没再待在车里，他靠在车前盖上，四周都是旷野，寂静无声，只有他手里的打火机咔嚓一声，在黑暗中炸开了一朵红色的火花，点燃了他唇边的烟。袁叔，你现在有空吗？我想和你确认一件事。夏明之说道，他已经冷静了下来，眼睛在黑夜里显得很亮，像一个潜伏在黑暗中的捕猎者。我在家，你说吧，什么事？袁叔说道，他没想得太复杂。结果他却听见夏明之问，你知道阮清自杀过吗？袁叔握着手机的手僵住了，他沉默了下来，像一棵笔挺的树一样僵硬地站在自家的客厅里。柔和的灯光从他头顶照下来，落在地面上就成了一个扭曲的影子。他说不出话来，心里却震惊的想，夏明之怎么会知道？阮清告诉他的吗？不对，如果是阮清告诉他的，他就不会来问自己。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然而他的沉默已经给了夏明之答案。看来你是知道的，夏明之判断道。他心中愈发觉得自己可笑，看来他和阮清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唯独他这个罪魁祸首还被蒙在鼓里，无知的幸福的过着每一天。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袁叔也明白自己的反应出了纰漏，但他并不惊慌。他坐到沙发上问道，谁告诉你的？我哥告诉我的，但我今天不只是想聊这个。夏明之说道，我能不能拜托你抽空和我见个面？袁叔微微的皱起眉，你找我什么事？我想请你把阮清这4年里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告诉我，他自杀以后是怎么在国外熬下来的，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请你全都告诉我。袁叔愣住了。夏明之又道，我到今天才发现，我根本没有这么幸运，上天没有还给我一个完好无损的还愿意爱我的阮清，他遭遇了这么多苦难，却把我围在玻璃花房里，不让我看见一星半点。可我不能这么恬不知耻的装作不知道，我想知道我到底把他害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拜托你告诉我。袁叔听着夏明之的每一句话，他的指甲慢慢的掐进了自己的掌心里，留下几道弯弯的红色印痕。他的眼前又出现了4年前刚来国外的阮清，消瘦苍白到像个纸片人，裹在厚厚的被子里几乎看不出起伏，他还是这么好看，却是一种衰颓的美，仿佛下一秒就会消失。他恨不得现在就把夏明之揪到自己面前，带着满腔的愤怒，把阮清所经历过的事情一件件摔到他脸上。他知道阮清已经放下了，走出来了，可他没有。他永远不能放下这4年里阮清遭过的痛苦。最绝望的时候，他恨不得把阮家付之一炬，他恨不得看见所有折磨过阮清的人都在痛苦里死去。但是袁叔咬住了牙关，但是他答应过阮清，不能把他遭遇的这些苦难告诉别人，尤其是夏明之，所以他只能艰难的开口说道，
我知道的也许并没有你多，你可能找错人了。我没有找错。夏明之抽了口烟，月亮已经从乌云后出来了，照得他面前一片雪亮。虽然我们只见了一面，但是阮清提起过你不止一次。他说过，如果不是你，他可能都不在了。他还说过，他刚去国外就遇见了你，然后4年你们都一直是朋友。阮清那时候身体都没有恢复，而你陪伴在他身边。如果连你也不知道阮清这4年的情况，就没有人知道了。夏明之能听见袁叔的呼吸沉了几秒，他说道：袁叔，我请求你告诉我，你是阮阮的朋友，而我伤害过他。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对阮清犯了多大的错。你难道想这么轻易的放过我吗？袁叔被他一语正中红心，他当然不想。他死死的咬住了嘴唇，生怕自己一开口就把他和阮清的约定打破了。夏明之也不想把他逼得太紧，他在电话里说道：你可以现在不用回答我，而且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能查到一些事情。虽然这4年阮清是在国外，但他经历过的东西一定会有记录。你们夏家倒是权势滔天。袁叔忍不住讽刺了他一句，阮家也一样。你们不愧是世交。夏明之没反驳他。如果你愿意告诉我，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我随时都有空。袁叔没再说话，夏明知道了一声再见，就挂断了。他在车前盖上摁灭了烟头，橘红色的火在黑夜中一下子熄灭了。他看着手机上已经结束的通话，心想袁叔会告诉他的，一定会。其实他刚刚有2个选择，他还可以打给那个叫林安的 Omega。 他知道的关于阮清的事情一定也不少，但他却毫不犹豫的打给了袁叔。因为虽然只是短短的几面，和袁叔最深切的交往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但他却察觉到袁叔对他的一点微妙的恨意。虽然精心的掩饰过，却还是被他察觉到了。他看着他的眼神永远是冰冷的，即使努力维持和平的样子，但他眼睛深处却充满了冷意。他起初以为是因为自己抛弃过阮清，但现在他才明白，他是在为阮清不值，也在为阮清不平。他真正憎恨的是阮清遭遇了这么多折磨才活下来，凭什么他和阮家这样的罪魁祸首却一无所知的继续着生活，甚至能和阮清重归于好？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他。夏明之确信。他把烟头扔到了车里的烟灰缸里，重新发动汽车，准备离开。然而车子才刚刚启动，夏明之就又收到了一条消息，来自于阮清。信息很短，说他下午有事没听到夏明之的电话，但他今晚还有事情，就先不回家了，他住在袁叔那里。夏明之拿着手机看了许久，他第一反应就是阮清说谎了，并不是觉得他住在袁叔家里说谎，而是如果阮清下午真的在忙，忙到接不到他的电话，他应该也会在忙完事情以后立刻回一个电话给他，而不可能仅仅发了一条短信来解释。可他也没有再试图给阮清打电话，他回了一个好，就把手机重新扔回了副驾驶，驾着车离开了这个地方，往他和阮清的家里开去。虽然他明知今天的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袁叔心烦意乱的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他不得不承认，夏明之说的是对的，他怎么能甘心就这么轻易的放过夏明之？陪在阮清身边整整4年的人是他，看见过阮清有多崩溃绝望的人是他，苦苦哀求阮清不要放弃的还是他。而夏明之什么都不知道，明明是压垮阮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却什么也不知道。更令他绝望的是，夏明之什么都不用做，就能重新的又拥有阮清，就好像这4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还是天生一对，是高度契合的 Alpha 和 Omega 绝配。袁叔的视线落在旁边桌子的相框上，最中间的相框里是他和阮清还有林安。
3个人的照片，而旁边的更小的一个相框里却是阮清的独照。那是18岁的阮清，坐在学校的栏杆上，穿着白色的校服衬衫，头发软软的贴着耳朵，笑起来眼神明亮，眉眼弯弯。这张照片是他偶然捕捉到的，他拿着相机路过，恰好的拍下了这一幕。照片上阮清笑得这么好看，却不是对他在笑，而是对着他不远处的夏明之。这世间就是这么不公平。袁叔想到，他在沙发上坐了许久，也想了许久，最终打断他思考的是门铃声。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走错了的，然而隔着猫眼往外一看，他就立刻开了门。站在门外的是阮清，是眼睛红红的，一看就哭过了，失魂落魄的阮清。袁叔被这样的阮清吓了一跳，他急忙把阮清拉进来。玄关的灯光底下，阮清的脸色稍微有了一点血色，嘴唇也是红的，但是上面却有一圈清晰的咬痕。阮阮，你怎么了？袁叔急得不行，他上下打量了阮清几眼，阮清身上并没有外伤。他差点脱口而出，是夏明之怎么你了吗？但他随即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如果是和夏明之吵架了，夏明之刚刚应该不会和他打这个电话。阮清却没有说话，只是疲惫的把额头靠在了袁叔的肩膀上。他和袁叔的身高差不多，额头不怎么用力的抵着袁叔的肩膀，像一个落魄无依的鸟，终于找到了停歇的地方。他起初还强忍着，但很快他的眼泪就浸湿了袁叔的衣服。袁叔甚至不敢动，他小心翼翼的轻轻摸了摸阮清的背脊。他很熟悉该如何安抚阮清，当年他陪着阮清治疗的时候，医生说过抚摸背脊也能让人稍微放松一点。他听着阮清的抽泣声，心都要搅在一起，脑海里飞速的做起了排除法。如果不是夏明之，难道是阮家又对阮清做了什么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却听见阮清模模糊糊含在喉咙里的声音，这声音这么轻，却像蛛丝一样缠绕在他的心上，勒紧，让他有一瞬间的窒息。他听见阮清说，我下午去了医院，做了验血，验血的结果显示我怀孕了。袁叔本来高悬的心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摔得粉碎。他慢慢抚摸着阮清背脊的手僵住了。他是知道阮清最多秘密的人，他知道4年前阮清就是误以为自己怀孕，才会设计夏明之标记自己。他也知道阮清曾经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可他随即又听见阮清低微的声音，圆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袁叔这下子是彻底愣住了，而阮清也站直了身体，离开了他的肩膀。他刚刚太疲惫了，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思索着这件事。他还没有考虑好是否要告诉夏明之，可是他一个人又无法消化这件事情。而看见袁叔的一刹那，他站在灯光下这么担忧的看着他，他才突然觉得有点委屈，才显露出一点崩溃。但现在他又慌乱的擦掉了自己睫毛上的眼泪，掩盖掉刚刚的狼狈。他努力的对袁叔笑了一下，可是甚至没能维持1秒。袁叔和阮清并排坐在了沙发上，阮清的身体不适合喝酒，袁叔就给他倒了一杯牛奶，但是阮清喝了2口就喝不下去了。他的胃里现在翻江倒海，像是塞了几块沉甸甸的石头。他蜷缩在沙发上，明明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却像个婴儿一样蜷缩起来，是极其没有安全感的姿势。他抓着热牛奶，而袁叔正在看阮清的检查单，上面明确的告知阮清已经怀孕。袁叔注意到这张报告单皱的不成样子，像是被人几次卷成一团。他听见阮清说，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夏明之。袁叔抬起头看他，你怕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吗？袁叔问，这是他本能的第一反应，毕竟当年阮清和夏明之闹到这么难看的分手，也有夏明之不想要被家庭所累的元素。可阮清却摇了摇头，不是这个原因。
虽然他拿到报告单的刹那就想起了夏明之曾经震怒的脸，可是冷静以后他就清醒了。他说道，夏明之虽然以前不想要孩子，但他不是个一意孤行的人。我能感觉到他现在是爱我的。如果我说我想要这个孩子，阮清的眼神柔软了一秒。他估计明天就会拉我去登记结婚。他了解夏明之，夏明之这个人并非是没有责任心，恰恰是责任心过重。一旦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就会被完全的牵绊住。所以他干脆提前预防，不给自己这个机会。可是之前阮清发现夏明之在查找蜜月旅行的地点，背着他偷偷查的。他假装没有发现，但他看着夏明之在厨房里给他做早餐，他又忍不住的露出一点微笑。他已经不像19岁时那样渴望婚礼，渴望标记了。可是发现夏明之在考虑他们的将来，他一边忐忑，一边又忍不住的觉得有点幸福。那是为什么？袁叔忍不住问道，阮阮，你怎么会不想要这个孩子？他太清楚阮清曾经有多渴望一个家庭了。阮清握住了手上的热牛奶，像是怕冷，他又蜷缩起来一点，喝了一口。他垂下了眼睛，没有看袁叔，说道，我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我是不敢要。不敢和不想完全是天壤之别的两个词。圆圆，你大概不能明白这个孩子对我意味着什么。一旦这个孩子出生了，他身上带着我和夏明之两个人的血。阮清盯着杯子里的牛奶，轻轻的满是自嘲的笑了一下。我就再也不会允许夏明之离开我了。什么意思啊？袁叔没有听明白，他有点困惑的看着阮清。阮清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会儿。袁叔看上去是这么的担忧，一双眼睛里写满了不安。黄急的看着他，阮清心里更难受了。他总是这样，他总是让身边的人陷入和他一样的焦虑。他一直感激袁叔陪他接受治疗，如果不是袁叔一直坚持，他可能早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了。可他有时候又会觉得是他拖累了圆圆。袁叔花费了太多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在他身上，而事到如今他还在麻烦他。圆圆，你陪着我做了这么多心理治疗，你应该最清楚我现在是什么样子。阮清低声道，我虽然放下了自杀的念头，努力的从抑郁的情绪里挣扎了出来，可我的安全感，我对于感情的信任已经完全崩溃了。他接连的被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夏明之抛弃，这两个人是他在世界上所最依赖的人，可他们居然在同一时刻里离开了他。尤其是阮爱敏，阮清永远都忘不掉，他咬牙切齿的说，如果你没有出生就好了。这句话一直盘旋在他脑海里。阮三小姐素日里温柔的脸居然可以变得这么狰狞，这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自己是个罪证，不值得被任何人爱。他最好现在就去死。阮清心里头有点怅然，他说道，所以我最初回国的时候，我虽然和夏明之在一起了，但我完全没有奢望他爱我。我觉得他只是出于愧疚、怜悯，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做好了他会离开我的准备。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偏偏在每一天的相处里，逐渐让我相信他原来是爱我的。阮清苦笑了一下，这世上最能腐蚀人心的永远是温柔与爱。他4年的心理暗示居然也会在夏明之的每一个吻里慢慢融化，让他重新相信夏明之是爱他的，不论多少总是有的。我心里就生出了贪念、渴望。原先我只是想他现在是爱我的就好，但一旦这个孩子出生，我就回不了头了。我会要他永远在我身边，不能再离开我半步。阮清看清楚了袁叔脸上的神情，他知道袁叔在想什么。他摇了摇头，我说的永远不是开玩笑的，我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了。如今他回到我身边，我不能再承受失去他第2次。他迟疑了一下，却还是说出口，我几乎隔几天就会梦见夏明之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
而我把他关进了玻璃笼子里。梦里面，夏明之变成的蝴蝶一直撞着玻璃盖子，撞得头破血流，可他却只是无动于衷的看着。他心里满是冷漠的想，明明是你说要永远在我身边的，现在你怎么能离开我？而他醒来以后，看着安静睡在身边的夏明之，感觉到浑身发冷。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他也希望变得和4年前一样天真直率，笃定的觉得自己会和夏明之走过一辈子。可他已经被这4年摧毁的面目全非。阮清自嘲的笑了一声，我知道我这样的心态是病态的，所以我一直克制着自己。但是一旦我和他有了一个孩子，我就有了理由无休止的纠缠他。婚姻可以解除，标记可以去除，但孩子却永远都在。一旦他让我感觉到不安全，我甚至可能拿孩子威胁他。我知道夏明之现在是爱我的，可我已经不敢相信童话了，不敢相信任何人能无条件的爱我永远。也许直到我们死的那天，我才能安心。阮清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停住了，仅仅是几秒，他的眼睛里就又蓄满了泪水，颤巍巍的粘在睫毛上，又落了下来。他轻声道，连我都讨厌这样的自己，夏明之又能忍受我多久？他没有看原书，而是拿手掌贴着自己的肚子。这里什么都没有，一片平坦，可他却隐约能感觉到手掌下是个跳动的生命。如果他能平安的度过10个月，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白嫩的小孩子，躺在他的臂弯里。这曾经是他梦寐以求的场景，可现在他的心却微微发起抖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得面目可憎，拿他当作威胁的筹码，你说他会不会和我问出同样的问题？阮清痛苦的看着袁叔，他会不会有一天走到我面前，像我问阮三小姐一样问我，爸爸，你为什么要生下我？他光是想一想，都觉得心里痛苦到无法呼吸。他曾经作为孤儿长大，他想过，如果有一天他有了孩子，一定要给他全世界最充沛温暖的爱。可他现在却变得这么可悲，他很害怕自己变成另一个阮三小姐。他感觉到袁叔拉住了他的手，可他抬起头，先看见的却不是袁叔的脸，而是他旁边的桌子上的照片。照片上是18.9岁的他，天真温柔的对着镜头外面笑。我到底是怎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阮清看着那张照片喃喃自语，那照片上也是夏天。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眼神明亮，身后是一片开得正好的蔷薇。仅仅是4年，他就变成了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样子。袁叔捧住了阮清的脸，他能感觉到阮清的眼泪滚到了他手上，滚烫。他听见阮清说，我也不想变得这么面目可憎。他拿面目可憎形容自己，声音压得很低，身体不易察觉的发着抖，像个落水的小动物，彷徨且无助。袁叔心都在痛，却只能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道，我知道你不会这样的。他当然知道，但他劝不了阮清。这世上如果有人能打开阮清的心结，那人一定叫夏明之，而不是他袁叔。最后阮清先去客房睡觉，他今天一天都过得浑浑噩噩，精力早就被抽干了。等他稍微平静下来，困意就一阵一阵的传来。他穿的是林安留在这里的睡袍，他刚刚慌慌张张过来，没记得带自己的衣服。他站在门口和袁叔说晚安，林安的睡袍是红色的，衬得他肤色愈发冷白。袁叔还没准备睡，坐在沙发上也跟他说晚安。他看着阮清，觉得他此刻看着像《聊斋》里的艳鬼一样的苍白冷冽，偏偏又有一股勾人的味道。可是《聊斋》里的艳鬼都是去欺负别人的，要别人为他们剖心取胆，走火入魔。而阮清只是生了一张祸国殃民的脸，心肠却这么软，软到只会为难自己。客房的门已经关上了，阮清不知道能不能很快睡着，但袁叔不想去吵他。刚刚阮清进去前，他问他
到底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阮清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挣扎，混合着一点仓皇与害怕，最后迷茫地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而不是他不想要。袁叔叹了口气，觉得自己今天是睡不着了。他走到阳台上坐着，点了支烟，却不抽，就这么放在旁边，等这支烟燃尽。空气里慢慢混入了一点薄荷味。手机上的时间显示已经到了凌晨1点。袁叔疲惫地看着窗外夜色阑珊。刚刚陪着阮清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2年前的事情。他和阮清2年前其实回过一次国，但特意绕开了他们长大的龙城，只是在周边走了走。可就是那一年，他和阮清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寺庙，在深山里，据说是很灵验，烧香的人络绎不绝。回程的路上，他和阮清坐在车里，他问阮清刚刚许的10邀愿。阮清闭着眼睛，像是在闭目养神，慢吞吞的回答说：“许愿他和林安都一切顺利。”袁叔笑了笑，没说什么，因为他许的愿也和阮清有关。可是又过了一会儿，他都以为阮清睡着了，却又听见阮清很低很低的说了一句：“我还给夏明之许了个愿，我不想祝他感情顺利。”阮清轻轻的咬了下嘴唇，又道：“但我希望他一生无忧。”因为他这一句话，袁叔险些开错路，他趁着红灯侧头看了一眼。阮清还是紧紧的闭着眼睛，鼻尖却有点粉红。阮清的睫毛是湿的，袁叔觉得自己心都凉了。那时候是阮清刚刚在心理医生那里评价好转，他看上去越来越健康，慢慢的从过去的阴影里挣扎出来了。可是他许的愿望里还是有夏明之。袁叔想到这件事情，低低的嗤笑了一声。他翻开了手机，来电显示第一个还是夏明之的电话。下午夏明之恳求他告诉自己，阮清这4年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回过头往阮清的房间里看了一眼，那门闭得紧紧的。他本来是不想说的，他答应了阮清不告诉任何人。他不能背弃和阮清的承诺，当一个出卖朋友的小人。但现在他改主意了。一滴眼泪掉在了袁叔的手机屏幕上，但又很快被他自己擦掉了。他给夏明之发了条短信，短信送达以后都没有2秒，夏明之的信息就回复过来了。上面干脆利落，只有一句话：好的，谢谢你。袁叔又笑了一声，他抬手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可是眼泪还是不断的从眼眶里往外掉。桌子上的那支香烟已经燃尽了，空气里只余下一点浅淡的薄荷的烟味。这个牌子是阮清喜欢的香烟。阮清第2天醒过来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头疼。他从客房里走出来的时候，袁叔刚买了早饭回来，沙发上还放着一套新的衣服。阮清看了一下，是自己的尺码。早安，你今天准备怎么办？袁叔拿了个豆浆给他，今天是周末，你不用上班。要和夏明之见面吗？阮清还有点不清醒，眼睛也有点肿，他迟钝的摇了摇头。我先回自己家。阮清喝了口豆浆，我还没有告诉林安，你也先别告诉他吧，他会担心的。我知道，可你就准备自己一个人做决定吗？袁叔的视线落在阮清的小腹上，他还穿着艳丽的红色睡袍，腰带在腰侧打了个结，能看得出腰肢很细软软。我怕你后悔。阮清咬着豆浆的吸管，苦笑了一下，我也怕我后悔。可是袁叔，我要怎么告诉夏明之呢？我要怎么和他解释？为什么我不要这个孩子？阮清摇了摇头，有点怅然。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我的所有物，我也不能这样蛮不讲理的去要求他。现在才1个月，我还有时间考虑。阮清最后说道。袁叔没再多说什么，但他看阮清只喝了半杯豆浆，就什么也吃不下了。接下来的几天，阮清都没有和夏明之见面。他临时和同事交换了一个出差的工作，去外地3天，避开了和夏明之的相处。
他这个理由光明正大，夏明之也没办法让他回来。袁叔知道后，倒是说了一句：“你总不可能一直不和他见面。”我知道，但我现在还做不到。阮清苦笑道：“我怕我一看见他就溃不成军，把什么都说出来。孕期的 Omega 本来就需要 Alpha 的安抚，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过夏明之在他身边。可他也害怕和夏明之见面。他花费了这么久，把自己伪装的刀枪不入，可是如今一个孩子，就逼得他原形毕露。不说了，我得工作了。等回来以后，我会再去医院检查一次。”阮清说道，虽然知道可能性不高，但还是想试试。“你几号回来检查？”“8号就回来，预约的检查是9号。”阮清说道。“怎么了吗？”“没什么，我就问问。”袁叔说道。可他却拿笔在9号上画了个圈。这是他和夏明之约了见面的那天。一个人的4年到底有多长呢？是365天乘以4，1460个日夜的辗转反侧，是4个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然而落到纸上，却可能只是寥寥几语，短短的几行。当夏明之在医院里看见阮清的时候，脑海里想到的就是这段话。他看着阮清坐在连排的座位上，周围人来人往，而阮清只有独自一人，苍白消瘦，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也许转眼就没了踪迹。夏明之和袁叔约好见面的这天是9号，地点是袁叔的办公室。夏明之没想到，袁叔最终交给他的是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属于阮清的沉甸甸的4年。他们的见面远比夏明之想象的要平静得多，没有铺天盖地的指责，也没有尖锐的怒骂与攻击，只有平静的，仿佛递交仪式一样。袁叔把2样东西交到了他手里，一个是装着各种复印件的档案袋，另一个则是一个黑色的录音笔。你想要的关于阮清的4年都在那个档案里了。袁叔说道。袁叔把东西递给了他，就没有再说话，而是站到了窗边，背对着夏明之，看着底下的车水马龙。在和夏明之见面之前，他的心里五味杂陈，心像是被悬挂在了万米高空，落不了地。可等真的到了这一天，他居然觉得解脱了。夏明之先打开的是档案袋，那几页雪白的纸落在夏明之手里，轻得像没有分量，却承载了阮清的4年。夏明之一页一页认真看过去，这纸明明是白色的，可是看久了，他居然看出了猩红的颜色，仿佛一滩陈年的血，顺着他的手心缓缓淌下，最终凝聚成了一把尖刀，插在了他心头。最开始的几章是关于阮清抑郁症的诊断和就诊记录，记录着阮清到底经过了多少次治疗。然而再往下翻，是一张抢救的通知单。17年的3月，阮清因为服用安眠药过量，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人事就过来了，却因为体重实在太轻，依旧要住院查看。夏明之看着这一页许久，他以为知道阮清曾经自杀过的那一天。他已经够痛了，他做好了准备才来面对属于阮清的这4年。可是等真的看到这几页纸，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痛太浅薄了。是浮于水面的浮冰，看上去冰冷刺骨，其实不过是春日里最后一点残余的冷意。而阮清却是真真切切的被埋在冰下整整4年。在他不知道的那些时候，阮清差点没了第2次，而陪在他身边的人依旧没有他。夏明之没说话，他的牙齿咬住了舌头，没有让自己发出任何一句声响。他把这页纸翻开了，却发现下面放着的是几张阮清的照片。阮清的毕业照，照片上阮清穿着学士服，他看上去已经不再消瘦的可怕了。夏日的阳光里，他的肤色虽然还有点苍白，但是脸上却笑得很开心。这一年他已经基本康复了，有了更多的朋友，还参加了不少活动。很多人追求他，仰慕他，可他却拒绝了所有人。夏明之凝视着照片上阮清的笑脸许久，才把这张照片翻过来。
然后突然愣住了，因为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几行字。第一句话是：明之哥哥，今天我毕业了，可是你不在。这场毕业典礼来了这么多人，唯独你不在。而隔了好几行空白，有一行更小的字。这一行更小的字已经有点模糊了，却比什么都要刺穿夏明之的心脏。夏明之咬着舌头的牙齿松开了，嘴里弥漫开一点血腥味。他盯着那一行更小的字，那是阮清的笔记，他绝不会认错。可他又不敢相信那是阮清写的，因为那行字是：可我有点想你了。夏明之抓着这张照片，嘴唇微微发抖。他一直阮清是知道爱他的，可是在看完阮清4年来经历的所有以后，乍然再看见这行字，他险些不敢相信。我有点想你了。他不敢想阮清到底是以什么心情，在被他伤害了4年后写下这句我有点想你了。他毕业了，终于从抑郁里走出来了，重新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他应该把夏明之远远抛在脑后，像丢弃一个过去的废物。可他却在毕业的这天说我有点想你了。柔软的像是蚌类从壳里露出了软绵绵的肉，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摊开，交出了自己所有的弱点。夏明之的眼泪从眼眶里掉下来，砸在了照片的背面。袁叔不知道什么时候转了过来，他平静的看着夏明之坐在位置上，手里死死抓着那张照片。他轻声道：这里面所有都是我陪阮清治疗的时候留下的，唯独这张照片是我偷偷藏下来的。那时候他搬家，这张照片掉了，被我捡到了。我不希望他还记着你，我希望他能有不一样的人生，随便去爱哪个 alpha 都可以，唯独不要爱你。所以我把这张照片藏下来了。但现在我认命了。袁叔说道，他能听见自己心里高楼垮塌的声音，像是4年来所有隐秘的愿望在一瞬间崩塌了。这是他的人生，我无权干涉。这世界上有无数人，可偏偏他只爱你。袁叔走过去，走到夏明之身边。夏明之手里还握着阮清的那张照片，袁叔把录音笔拿在了手里。我今天其实不是来和你聊阮清这4年过得多苦的。袁叔低头看着夏明之，你所看见的每一份资料都属于过去的阮清，现在他已经康复了，他自己走过来了，不管你是后悔痛苦，对他来说都太迟了。但有件事你现在做还不迟。他摁下了录音笔，这支录音笔是他平时用来记录会议材料的，阮清来找他的那一天，这支笔就放在桌子上，可是他们谁都没在意。等到他发现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录音笔是打开的状态，把他和阮清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忠实的保留了下来。袁叔摁下录音笔的那一刹那，在心里说了声再见。他不知道自己这个行为对不对，他不是阮清，他无从干涉阮清的人生。他之所以选择让夏明之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是他怕阮清总有一天后悔。可无论他的理由是什么，他都背叛了和自己相互扶持了4年的朋友。这一支录音笔大概就是他和阮清友谊的终点了。录音笔被打开了，里面在嘈杂的几声以后传出了阮清沙哑的声音。他说，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夏明之这件事，我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我是不敢要。夏明之听了几句就勃然变色。而袁叔重新站起来，他看着窗外的日光，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他想起了6年前高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懦弱胆怯的贝塔，就因为敏感害羞，差点被当时的老师性侵，是阮清发现以后，想办法引开了老师，拉着他飞速的奔跑出去，跑得自己都跪在地上，还要叫他快走。一转眼居然6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后，夏明之带着那个档案袋和录音笔离开了袁叔的办公室。他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里，开着车去了嘉禾医院。袁叔刚刚告诉他，阮清今天在嘉禾医院做第2次抽血检查，确认自己是否怀孕。而就在他离开的时候，袁叔告诉了他最后一件事，
有件事你可能也不知道。袁叔抱着手臂站在窗口，他的眼睛在日光里染上了一点金色，像冰冷的捕猎者的眼睛。阮清4年前之所以设计你标记他，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怀孕了。验孕棒的结果出错了，让他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铤而走险。夏明之开着车去往医院，在下午4点的阳光里，他似乎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自从阮清回国以后，他没有一天不再患得患失，每一天都惶惶不安。他不明白阮清怎么能在经历这么多以后，还不计前嫌的回到他身边。他也不敢相信阮清会跟他走到最后，因为他不值得原谅。可直到今天，他才明白，对于阮清来说，对于那个爱他的、绝望到放弃一切都不能放弃他的阮清来说，他即使是个无可救药的罪人，也是阮清最喜欢的人。夏明之冲进医院的时候，阮清刚刚站起身去拿检查单。他没有发现夏明之就在离自己10几米的地方慢慢的站起身，低头看了下手上的东西，然而就转身去拿检查单。他在人群里并不算高，然而只是背影也清瘦挺拔，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夏明之看着阮清的背影，从来没有这么清晰的意识到，这4年已经如流水一样过去了。他错过了阮清的毕业礼，让阮清一个人孤独的站在花树底下，在照片背后仿佛轻描淡写的写了一句我有点想你了。所有浓烈的爱恨，4年里的辗转反侧，一页页压缩下来，到最后原来只剩下这一句我想你了。夏明之看着阮清一步步走远，他终于迈开腿追了上去。即使换了一家医院，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改变，依旧是显示已怀孕。然而阮清在拿到检查单的一刹那，心里反而有了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在他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生命，也许再过几个月就会变成一个嫩白可爱的小孩子。可孩子的另一个父亲却还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阮清凝视着检查单上的白纸黑字，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眼眶却胀得发疼。他不合时宜的想起了阮三小姐。他想，20多年前他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情呢？其实他也是他和所爱之人结合才孕育的孩子，是他们短暂爱情里唯一留下的见证。可他的出生给他带来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以至于他出生后没有温柔的拥抱，也没有落在额头上的亲吻，可能都没来得及握一握自己母亲的手指，就被送到了偏僻冷落的孤儿院里。而他这样一个被遗弃、被亲生母亲诅咒的人，如今居然要有自己的孩子了。阮清忍不住把手放在了小腹上，他知道现在这个孩子可能还没一个花生米大，他不会给他任何回应，可他还是忍不住想感受到一点他的存在。如果他可以选择，会希望被他生下来吗？也就是这个时候，阮清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拿出来一看，居然是夏明之的电话。阮清盯着手机看了好一会儿，才摁下了接听键。夏明之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过来：阮阮，今天晚上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阮清在听到夏明之的声音的一瞬间，就情不自禁的红了眼。他死死的咬住了嘴唇，把喉咙里的哭音硬生生咽了回去，才强装镇定的开口：有什么事吗？我可能还没有办法面对你。但夏明之却罕见的打断了他：阮阮，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无论如何你今天都必须跟我走。阮清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心脏在心口砰砰的跳起来。他近乎委屈的想，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明知，可我却这样没用，甚至不能走到你面前告诉你这个消息。而电话那头，夏明之停顿了1秒，又道：阮阮，我已经来接你了。阮清终于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了，夏明之的声音靠得太近了，而且并不仅仅是从手机里传来。阮清心里慌起来，
下意识把那张检查单抓进了手掌心里，然后才抱着一丝侥幸转过身去。然后他就看见了夏明之，穿着黑色薄风衣的夏明之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正站在离他不到2米的地方和他通话。医院里还是人来人往，到处都是说话声，可是阮清的世界却在一瞬间安静下来。被他攥在手心里的检查单似乎无声无息的变成了一把碎瓷片，刺得他的手隐隐作痛。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夏明之挂了电话，往他走了过来。他下意识想要后退，却被夏明之一把抱进了怀里。他嗅到了属于夏明之的信息素的味道，一个湿漉漉的吻落在了他的嘴唇上，夹杂着眼泪的味道，说不清是他的还是夏明之的。他感觉到夏明之小心翼翼的亲着他的嘴唇，像是对待什么易碎的稀世珍宝。两个人的鼻子轻轻的碰在一起，可以感觉到彼此的睫毛轻轻扫在脸上。对不起，软软，对不起，他听见夏明之低声说道，哽咽声压在喉咙里。然后他就被夏明之抱了起来，一路往医院外面走。阮清下意识的抱住了夏明之的脖子，可他的脑子里浑浑噩噩的。他不明白夏明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突然和他说对不起。周围的人看见这一对抱在一起的年轻情侣，都有少见的漂亮面容，就忍不住多看了2眼，但也很快就移开了视线。这医院里每日的悲欢离合上演的太多，他们也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阮清就这么被夏明之一路抱到了车上，他的体重很轻，夏明之抱着他几乎不费力气。而等夏明之把他放进后座的时候，阮清才稍微回过神来，刚想开口问什么，夏明之却也坐了进来，然后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唇。车厢里的遮光板都升起来了，车子里变得昏暗模糊，铺天盖地都是夏明之信息素的味道，檀香里带着一点清苦的味道。阮清不自觉嗅了一下，总觉得今天的苦味变浓了，而夏明之的吻也远比刚才那个焦灼苦涩。阮清被动的承受这个吻，他这次分辨出来了，他尝到的苦涩味道是夏明之的眼泪。夏明之哭了，抱着他的手都在发抖，像是被伤了命门的野兽一样惨痛，却不知道怎么发泄，还小心翼翼的把他护在怀里。阮清情不自禁的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夏明之的背脊，他已经没有信息素能来安抚他的 Alpha 了，可是感觉到夏明之的痛苦，他却还是情不自禁的想抱着他。等夏明之松开他的时候，他一只手摸上夏明之满是泪痕的脸，忍不住问，你怎么了？夏明之把头靠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看着阮清，心想都到了这个时候，阮清居然第一句话还是问他，你怎么了？世上怎么有人能这么傻？阮清又是怎么做到一点不恨他，反而认真的告诉他，当年的种种并非他的错。太傻了，你才是唯一的受害者，你有对全世界发泄的权利。你可以不用这么好，不用这么乖，我依然会爱你。他把额头和阮清轻轻贴在一起，两个人的脸挨得很近。他看着阮清的眼睛，轻声道，阮阮，我知道你怀孕了。阮清的脸色下意识一白，夏明之急忙安抚的摸了摸他的背脊，你听我说，阮阮，我不会不要这个孩子，更不会不要你。阮阮，我今天知道了很多事情，知道我曾经有多轻狂自负，后来我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们之间存在多少误会。阮阮，求你了，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夏明之一直握着阮清的手，他轻轻的在阮清额头上蹭了蹭，我不要再和你错过了，我们已经错过了4年了，人能有多少个4年？他再也不想让阮清一个人站在花树下，心里说我有点想你了。阮清余生里的每一个时刻，他都要参与其中，我是要和你过一辈子的，阮阮。阮清没想到夏明之会带他来到那个在市区边缘的庄园，
他19岁时，夏明之帮他补办成年礼的地方。别人的成年礼都是18岁，唯独他是19岁。因为18岁时，他还是阮家透明人一样的养子。可是19岁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个叫阮清的 Omega 是夏家二少爷的新奸人，容不得一点委屈。他还记得夏明之当着所有宾客亲吻他的额头，跟他说：“你20岁的生日会比这个更好。”可他没能等到20岁生日那天，他们就分手了。如今夏明之再带他来到这里，阮清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不明白夏明之要做什么。他注意到庄园里似乎格外安静，夏明之开进去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看见人影。我把这里包下了1个月，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夏明之在旁边说道：“今天这里只有我们2个。”他的视线一直看着前方，在拐过了几个弯以后，他停下了车，到了。他们现在到了庄园的后半部分，面前是一片碧绿的草坪和湖水，而在湖水旁边是一个白色的小教堂，现在在夕阳下染上了金色。这个教堂是这个庄园最初的主人修建的，因为精致好看，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夏明之帮阮清拉开了车门，下来吧。阮清抬头看了夏明之一会儿，才慢慢走进来。他被夏明之牵着手走进那个小教堂里，他心里现在有很多疑问。他不知道在没见面的这几天发生了什么，直到教堂的门被推开，下午的阳光透过教堂的玻璃顶洒下来，将室内的点点滴滴都清晰地呈现在了阮清眼前。这间教堂被重新装饰过了，简单的木质墙已被换掉了。室内满是温柔的蓝白色，绿色的植物从墙壁上垂下来，枝枝蔓蔓，夹杂着还没开放的花苞，仿佛要迎接一场婚礼。夏明之牵着阮清的手走到了中间，他们站在教堂的玻璃屋顶下，阳光已经不再炽热，轻纱一样披洒在他们身上。他们都穿着日常的服装，仿佛2个普通的游客误入此地。可阮清却听见夏明之说：“我本来准备过几天邀请我们认识的朋友都到场，在这里和你求婚的，可我等不及那天了。”夏明之看着阮清的眼睛，在这间不大的教堂里，认真的问道：“阮清，我不想要其他人见证了，我只想问你，你愿意标记我吗？”教堂里面安静了好一会儿，而教堂外的湖面上，几只天鹅懒散的在梳理羽毛，丝毫不关心里面2个人类在说什么。夏明之看见阮清因为理解不了他的话，露出了茫然的神色，小动物一样歪着脑袋，像是当年遇到了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直紧绷的心情突然放松了1秒。他虽然策划求婚已经策划了很久，心里却一直患得患失，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来和阮清求婚。但今天他不怕了，他知道阮清一定会答应，因为阮清比所有人都爱他。夏明之把阮清抱起来放在了一个座位上，自己却郑重的在阮清面前单膝跪下。他看着阮清的眼睛说道：“我有件事情一直瞒着你，因为我不想拿这个绑架你原谅我，但我今天倒发现我错了，我一直欠你一个解释。”夏明之握紧了阮清的手，一眨不眨的盯着阮清的表情。他知道这是他横亘在他和阮清中间最深的那道伤口。阮阮，4年前我拒绝标记你，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是我没有办法标记你。我妈妈是在我18岁时候去世的，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号称绝对安全的标记清除手术。当年她陷在痛苦的婚姻里，我劝她离婚，劝她去做了标记手术，可她最后却没能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至今日，回忆起这件事，夏明之依旧不知道自己做的对还不对。他鼓励自己的母亲丢开过去的一切，却最终让他连生命也失去了。而阮清则不可置信地看着夏明之。夏明之说道：“从那以后，我就患上了标记障碍，无法标记任何 Omega。一旦真的咬到了 Omega 的性腺，我就会变得失控，变得极度暴躁，甚至伤害我爱的人。
就像4年前那天一样。夏明之紧张的看着阮清，不知道阮清能不能相信他。而阮清呆呆的看着他，心里有种荒谬感。他问：那你为什么4年前不告诉我？眼泪从阮清的眼眶里滚落出来，他像个被揭开了旧伤的小动物。明明没有想哭，眼泪却转瞬间掉下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不是不相信夏明之的解释，可他等了4年，不断的说服自己，不断的找理由让自己相信夏明之不爱他，一切都是他痴心妄想，咎由自取。即使夏明之后来告诉他，他一直爱他，他也不敢去追问你为什么离开我。他在黑暗里独行了这么久，他已经放弃得到一个解释了。夏明之却又在这时候告诉他，我不标记你，不是因为不爱你。夏明之也觉得4年前他简直愚蠢的罪无可恕，却又不得不和阮清解释，因为我那时候不承认我有这么爱你，我太傻了。阮清，在遇见你之前，我没有爱过任何人，没有想标记任何一个 Omega。 我以为我对你特殊，只是因为信息素，只要离开你，我就会恢复正常。可是你离开了1年、2年，整整4年，我从来没能有片刻忘记你。所以第2年我开始接受治疗，到今年1月才基本康复。夏明之捧住了他的脸，他看着阮清哭得泣不成声的样子。这4年里，有多少个夜晚阮清曾这样失声痛哭过，可他却不在他身边。他的手碰到了阮清脖子上的颈环，冷冰冰的贴在他的手上。阮阮，我接受了2年多的治疗，现在已经可以接受 OA 的标记了，但你已经不能被我标记了，对吗？阮清说不出话来，他的颈环后面至今都还带着夏明之的名字，他的心理上一直被夏明之的标记禁锢着，可他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生理上接受标记。没关系的，阮阮，你不能被标记没关系。夏明之心疼的看着阮清通红的眼睛，我请求的是你来标记我。夏明之引导着阮清来摸自己的性腺，藏在他后颈处的性腺。阮清的手指只是轻轻的触碰到他的皮肤，高等级的契合度也让2个人同时感觉到一点轻微的触动。檀香在金色的阳光里变得愈发的浓郁。现在已经有 OA 反向标记的技术了，夏明之眼睛也是红的。2个人像哭过的小孩子一样面面相觑，可夏明之却慢慢的笑起来。你可以标记我了，阮阮， OA 的标记是终身不可逆的，一旦你标记我了，我的余生就都交给你了。夏明之微微撑起上半身，搂住他的肩膀，让他向自己靠近，然后吻了他。阮清听见夏明之在他耳边说，阮阮，我这是在祈求你禁锢我终身。夏明之抱住了阮清，他想起了下午听见的录音。阮清想把他永远的留在身边，再也不允许离开。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是锁链，是束缚，可对于他来说却是甘之如饴。阮清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眼前的这一切几乎是他梦里才会有的场景。夏明之在这个被装扮成蓝白色，环绕着绿植的小教堂里，请求他标记他。他只需要一个点头，夏明之就永远的属于他了，再也不能离开他半步。这个诱惑对他太大了，像是一个快要干涸而死的人眼前突然出现了绿洲，他即使拼尽全力也难以抵抗。可他认真的看了夏明之一会儿，他这么喜欢面前这个人，从他的少年时代虔诚的爱他至今，连最绝望的时候都舍不得伤害他半分。阮清慢慢的摇了摇头，我不能答应不可逆的事情，可是夏明之根本不给他机会说完，他就知道阮清不会乖乖点头。夏明之飞快的说，你如果不答应，我就背着你自己做手术。我早就偷偷提取过你的信息素了，手术做完我就全网发通告，说我被你始乱终弃，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和别人结婚。阮清简直被他噎住了。夏明之还要威胁他，我说到做到。阮清被他堵得说不出来，无措的看着他。
夏明之放软了口气，我不是18岁的少年人了，我知道我要什么。阮清，如果我的余生里没有你，那我就不要这余生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想拿戒指，他定做的求婚戒指还没有完工，只能拿母亲留下的那枚戒指凑个数。可是他手伸到口袋最里面，才发现那枚戒指因为太匆忙，居然也没带。但他很快找到了替代，他从旁边的花坛上摘了一根细茎的植物，纤细柔软，顶端是拇指大的一个粉色花苞，还没来得及开放，却颜色正好。他拉着阮清的手，把这根细细的花枝绕在了阮清纤细的手指上，做成了绿色的指环。那个粉色花苞代替了钻石的位置，点缀着阮清的手指。阮清的眼泪在眼眶里摇摇欲坠。夏明之亲吻了他手上那个简单的花苞戒指。好了，你收了我戒指了，就是答应嫁给我了。他说的这么蛮不讲理，却温柔的看着阮清。阮清还能说什么？他抬手擦了一下自己的眼泪。他这一生都在等待被别人选择，被动的被人收养、宠爱、抛弃，而这一次，夏明之却把主动权连带自己的余生完全的交到了他手上。外面的日光逐渐冷却了，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教堂外的湖泊。几只天鹅却突然像被什么惊动了，纷纷拍着翅膀游到了湖中心。而在教堂里面，靠近湖泊的那一面墙壁上，阮清被夏明之抵在墙上亲吻。他们顾忌着肚子里的宝宝，动作不敢太大。夏明之始终小心翼翼的避开他的腰，可是夏明之的吻却比所有东西都能点燃阮清身上的火，让他情不自禁的就沉浸其中，软倒在夏明之怀里。孕期的 Omega 本来就极度渴望 Alpha 的信息素与爱抚，他和夏明之已经好几天没见了，如今只是一个简单的吻，都足以让他的眼神变得潮湿。桃花一样漂亮的嘴唇微张着，迎合夏明之对他唇舌的进犯。空气里一时间只有暧昧的水声和越来越浓的信息素的味道。夏明之的吻慢慢从他的嘴唇移到了脖子上，浅色的衬衫被解开了，随手扔在了窗台上。阮清不得不咬着自己的手背，才没有发出声音。窗户里还透出一点微弱的阳光，阮清昂着头看见了教堂顶部的壁画，还有十字架。他满是羞耻的想，他怎么能在这里和夏明之做这些事？而另一方面，他却能感觉到夏明之温暖的口腔和灵活的舌头，这简直快把他逼疯了。羞耻与快感一起涌上了，他像是变成了春天里枝头的一朵花苞，在夏明之的手里一点一点绽放。到最后，阮清已经腿软到站不起来了，他像一个被温柔抚慰过的小猫一样缩在夏明之怀里，说不出话来，眼睛和鼻子间都是红的。他看得出来夏明之忍的都快爆炸了，顾及到宝宝。刚刚夏明之一直在照顾他，却没有做到最后。他极度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要不要我帮你？夏明之亲了他一口，然后忍痛拒绝。刚刚阮清的衬衫已经变得完全皱皱巴巴了，但是没弄脏，勉强还能穿。夏明之用风衣把阮清包在怀里，然后把他抱起来放在窗台上。外面已经完全天黑了，一片茫茫的夜色。夏明之说道：我本来打算1个星期以后和你求婚的，我是今天才知道你怀孕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孩子，我也早就打算好了要和你求婚，请求你标记我。他怕阮清误会自己是为孩子求婚的。阮清眼中带着点笑意，我知道，不过今天急急忙忙就带你来了，很多东西都还没布置好。夏明之有点可惜，但他随即又想起了什么，不过有一个还是可以让你看一下。等我一下。阮清不知道夏明之要干什么，他舍不得夏明之走，又不好意思说，只能乖乖的抱着夏明之的风衣坐在窗台上。他看着窗外一片夜色深沉，不明白夏明之想要做什么，但很快他就明白了。只见窗外的湖泊不知何时有了一点蓝色的萤火，在夜空里面醒目又瑰丽。一开始只是湖中心的一点，结果慢慢
慢慢的扩散了，像是有千万只萤火虫从湖中心飞了出来，风一吹就四散开来。湖边的树也逐渐被这蓝色的萤火点亮了，从树尖的地方一点点亮起来。阮清不由打开了窗户，以这个教堂为中心，外面完全变成了一片瑰丽的蓝色的萤火虫之海。我记得你18岁特别喜欢一个电影，最后的场景就是萤火虫之海。一边看一边哭，夏明之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从后面环住阮清，别的都没布置好，只能给你看一下这个了。夏明之不怎么乐意的想，他记得那电影还是慕云生演的。阮清转过头看着夏明之，教堂里面没有开灯，只有窗户外的月光和蓝色的萤火照进来。夏明之也在看着他，他们慢慢的吻到了一起。阮清的手搂着夏明之的脖子，他手指上那个绿色的花苞戒指还牢牢的圈在他手上，被外面的萤火染上了一点淡淡的蓝色。夏明之想，他枪毙了这么多求婚方案，一心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捧到阮清面前，可到头来所有计划都没派上用场。但是那又怎样呢？他要娶到阮清了，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一直到快要12点，夏明之和阮清才从庄园里离开。阮清本来想再待一会儿，但夏明之担心他感冒，坚决把他抱到了车上。他给阮清扣好安全带，看见阮清还平坦的小腹，又忍不住亲了一口。这里面有一个属于他和阮清的孩子。而阮清这个时候才终于想起有什么不太对，他疑惑的问夏明之：“你是怎么知道我怀孕了？”他知道自己怀孕才会让夏明之仓促间求婚，却想不通夏明之怎么知道的。夏明之差点给阮清扣错安全带。他想起下午在袁叔办公室里，袁叔跟他说：“你完全可以告诉阮清是我说的，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袁叔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可夏明之把安全带扣好，说出来的话却是蓝无为告诉我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他是我朋友，也是心理医生，这几年都是他在给我治疗。你去的医院就是他们家开的，然后他就正好看见你了，然后通知了我。夏明之毫不心虚的把帽子扣在了蓝无为头上。反正阮清和蓝无为也没见过几面，谈不上交情。阮清还记得蓝无为这个名字确实是夏明之的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一时激动告诉了我。夏明之凑过去吻了吻阮清的嘴角。你别生气。阮清的视线从后座位的卡槽那里划过，那里放着一个档案袋，而档案袋的背后一角隐约露出了半张照片。那照片是背面，隐约能看见照片后面写了几个字。阮清抬头看了夏明之有点紧张的脸，笑了一声，然后摇了摇头：“我不生气。”夏明之把阮清抱回了公寓。他们好几天没在一起了，刚刚虽然在教堂里温存过，回了家夏明之还是忍不住把阮清压在床上亲吻。他沿着阮清的脖子一路吻到腹部，阮清的腹部很柔韧，因为有一层薄薄的柔韧的腹肌，并不是完全软绵绵的。然而腰线却十分流畅漂亮，肌肤细腻的手掌覆上去就舍不得移开。夏明之炙热的吻落在上面，阮清的腰就跟着抖了一抖。夏明之略微抬起身，看着阮清还是很平坦的小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想，这里面居然藏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个延续着他和阮清血脉的孩子。这个孩子会有和阮清相似的眉眼，会有和阮清一样漂亮的嘴唇，会拿小小的手指牵住他和阮清。仅仅只是想到这点，他心里就一片柔软。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又有点紧张的看着阮清，问道：“阮阮，你想要这个孩子吗？”他想起录音里面阮清对于是否留下这个孩子犹豫不决，他认真的对阮清说道：“阮阮，你在我心里比所有人都重要。我知道这个孩子来的仓促，如果你还没准备好，我们也可以等一等。”
不过婚礼是一定要举行的，夏明之飞快补充道。你都答应我了。阮清忍不住笑了一声。夏明之这么撒泼耍赖的样子还真是少见。他抬手摸了摸夏明之的脸，他又想起在夏明之车里看见的那半张照片，他能认出来，那是他曾经失踪的毕业照，照片上只有他一个人。可是下午在医院里，他也以为他是一个人。然而人潮往来中，他转过身，一眼就看见了夏明之。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他人生里有许多个无助彷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只能一个人走过来。但也有那么几次，他一回头，他最想要看见的那个人就在他身后。我想要这个孩子，阮清轻声说道。房间里一片昏暗，只有月光从轻纱后透进来，照亮了他依赖的眼神。我很怕我养不好一个孩子，可我还是想留下他。明之，只要你在我身边。他的手轻轻搂住了夏明之的脖子。我还是想要有个你和我的宝宝。他怎么会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这是他从19岁自己还没长大的时候就期盼着的孩子，他怎么能真的舍得不要他？夏明之抓住他的手亲了下，笑着说道：那我们得快点举行婚礼。阮清手上那枚花苞戒指已经逐渐失去了水分，花苞也变得卷曲。可是自始至终阮清也没有把它取下来。床上的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了地上，深蓝色的丝绸被子，流水一样柔滑。一只素白若玉的手抓住了床沿，随着几声轻微的气音，细长的手指死死地抓紧了床单，指甲也染上了淡淡的桃粉色。虽然夏明之求婚的时候就说了反向标记手术这件事，但阮清以为这还只是个提议。可他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才感受到夏明之对反向标记手术真的谋划已久，只等一个实施的机会。他睡得糊里糊涂，还没完全搞得清楚状况，就被夏明之抱上车，带去了医院给手术签字。在阮清有意避开夏明之的这几天，夏明之也没闲着。威逼利诱蓝无为给自己找好了做手术的医生，医疗器械也全部到位。只等一个签字和夏明之本人躺上去就万事俱备。可阮清握着笔，看着那份手术同意书，却皱起了眉头。因为是 OA 反向标记，阮清作为要提供信息素的 Omega， 必须签字，手术才能合法进行。但夏明之已经说漏了嘴，如果阮清不签这字，他也一样能让手术进行。夏明之殷切地看着阮清，等他签字。他们现在已经说开了，他知道反向标记的不可逆带给阮清的不是束缚，而是安全感。可阮清却迟迟不落笔，他的视线在黑色的字体上来回扫视，最后他放下了笔，看着医生问：在我签字前，您能和我解释一下反向标记的具体作用和目前已有的成功比例吗？他对这个手术的了解根本不全面，就被夏明之拖过来签字了。即将给夏明之动手术的是蓝无为的一个堂叔，年纪比在座的几个人都要年长，辈分也是最大的。即使夏明之疯狂给他使眼色，这个堂叔还是慢条斯理的给阮清解释了。是这样的，反向标记相当于切断了这个 alpha 对其他 omega 信息素的感知能力，它被你标记以后，就只受你的信息素影响，终身都无法再感受到其他 omega 的信息素，也无法标记别人。堂叔说到这里，颇为佩服的看了夏明之一眼，这可不是哪个 alpha 都能下定决心的。他就像变成了一座孤岛，只有你能安抚他，一旦长期离开你，他会变得暴躁易怒，敏感不安，就像孕期的 omega 一样。阮清紧接着又问：那目前关于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是多少？医生挑了挑眉毛，这个手术虽然推出不久，但技术很成熟，目前的成功率很高，即使没成功，一般情况下只是没标记上而已。但我得说的是，国内目前总共也才800多个手术案例，失败的几个人中，有一个人永远失去了性腺。不过你们的契合度这么高，标记不了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医生又补充道。可是这句话并没能安慰到阮清。夏明之清楚的看见阮清的脸色冷了下来，他立马阴恻恻的看了蓝无为一眼。蓝无为抬头研究天花板，假装这一切和他没关系。果然，阮清说道：“我不同意这个手术。”他看着夏明之说道：“我不会签字的，我不是质疑医生的技术，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他歉意的对医生笑了一下，医生耸耸肩：“我非常能理解。”夏明之和阮清对视了几秒，他扭过头对蓝无为说道：“我能和阮清单独聊几分钟吗？”蓝无为忙不迭点头，拉着他还准备说几句的唐叔迅速开溜。房间里只剩下了阮清和夏明之两人，办公室里只是少了2个人，却像是一下子空旷下来，安静的能听见呼吸声。阮清拒不合作的把手术同意书推得更远了一点，夏明之无奈的笑了一下：“阮阮，我明白你在顾虑什么。”夏明之把阮清的椅子转过来，2个人面对着面，膝盖碰在一起，他看着阮清认真说道：“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以后大事小事都可以你做主，唯独这件事你要听我的。”夏明之又道：“这个手术很安全，唯一一个失去性腺的案例还是因为医生的失误导致的。我在做手术之前是看过了大量资料的，我还要陪你过这么多年，我不可能去冒这个风险。但我们明明可以不做这个手术。”阮清坚持道，他带着点固执的看着夏明之。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完全是击中了他潜藏在心底的渴望。他比任何人都期盼着能标记夏明之，让夏明之永远属于他。可他一听到这个手术目前才有800多个案例，心就慌乱了起来。当年标记清除手术也很成熟，失败率仅有 0.3%， 而且大部分的失败仅仅是清除不到位而已。可夏明之的母亲依旧这么不幸的遇上了最严重的那个后果。阮清迟疑了一会儿，又小声说道：“我们可以选择 AO 标记的。”他说出这句话是认真的，虽然只是提出这个建议，就让他的心跳不自觉加快。可他却抬起手，准备解下自己的颈环。然而夏明之把他的手摁住了。他疑惑的看着夏明之，夏明之的神情有点复杂，混杂着高兴和无奈。阮阮，你不明白这个手术对我的意义。夏明之把阮清的手放在了自己的颈后。我当然渴望标记你，但我更渴望属于你。我需要的就是它永不可逆。这个技术在医学上来说意味着不够完善，意味着缺憾，但对我来说它是完美的。因为这个手术让他和阮清真正意义上的终身都彼此连结。一纸婚书随时可以撕毁，但 OA 之间的联系却是一辈子的。这是我的选择。夏明之说道，你得尊重我的意愿。他把那份手术同意书拿了过来，把笔也塞进了阮清的手里，然后包住阮清的手，将笔尖落在了签名处。夏明之把阮清的上身圈在了怀里，他在阮清耳边说道：阮阮，如果我想，我完全可以隐瞒你，自己做完手术再告诉你，但是我没有，因为你是我的伴侣。我希望我出了手术室，醒过来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你。阮清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夏明之耐心的等着，片刻后，他感觉到阮清的手指放松了力道。明亮的房间里，夏明之握住了阮清的手指，黑色的签字笔在雪白的纸上签下了阮清2个字。手术安排在了下午，快得让阮清来不及反应。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夏明之就已经换上手术服，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的大门在他眼前合上了，而他只能坐在外面的等候区。这不是一个困难的手术，整个手术所需时间只有1个多小时。可这1小时对阮清来说几乎是半生。蓝无为也在外面一起等着，他给阮清买了一杯热可可。阮清接过来，心不在焉的说了声谢谢，甚至没有喝一口，就继续盯着手术室的大门。蓝无为悄悄的打量了阮清一会儿，
他和阮清其实没见过几面，仅有的几次碰面还是4年前。那时候他觉得阮清又乖又软，一看被夏明之吃得死死的，心里还偷偷可惜，这么个好孩子怎么就栽夏明之手里了。那时候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夏明之会失魂落魄的走进他的咨询室，说他放不下阮清，而后就是长达3年的心理治疗。蓝无为看阮清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清了清嗓子，说道：“你别担心，夏明之他肯定不会有事的。真的，他惦记着娶你已经惦记了好几年了，如今好不容易你点头了。要是因为一个手术耽误婚礼进度，夏明之能气得把我医院拆了。”阮清转过了头，他和蓝无为并不熟悉，可是看见他这么努力的安慰自己，还是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了句谢谢。蓝无为也放松了点，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糖，还是个薄荷口味的，塞进阮清手里。夏明之跟我说你喜欢这个牌子的糖，要是看见你紧张就给你塞点。吃完他就出来了。蓝无为对阮清眨了眨眼睛，阮清怔怔的看着掌心里那几粒糖果，墨绿色的包装，圆鼓鼓的像小元宵，确实是他以前喜欢的。他心里突然酸了一下，掩饰般低下了头。蓝无为自己也往嘴里塞了个草莓味的，他抬头看着天花板，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阮清，我跟你虽然没见过几面，但是这3年夏明之一直在我那里接受治疗，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也发现了夏明之在感情里就是个大傻逼，但他也是我的好兄弟，所以谢谢你还愿意回到他身边。真的，不然夏明之这辈子就算完了。”他之前是不赞成夏明之做这个反向标记手术的，因为这个手术对被标记的人太不公平了。可是今天他看见夏明之和阮清站在一起，笑得比这4年里每一天都要开心。他突然觉得公不公平也没这么重要，夏明之自己喜欢就好。阮清一时没说话，他拿了一颗糖剥开了，放进嘴里，薄荷与醇厚的奶味一起化开在嘴里。夏明之从来不知道，他之所以特别喜欢这个牌子的糖，是因为当年夏明之把他从暴怒的阮三小姐身边抱走的时候，看他哭得抽抽噎噎的，随手摸了一把糖塞在他手里，哄他别哭。夏明之当时拿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糖果。后来的很多年里，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个小小的糖罐子，里面都装着这种糖，假装是夏明之送他的。如今夏明之在里面动手术，给自己打上终身的烙印，却还记得让人拿糖哄他，哪怕他早就长大了。阮清的舌尖顶着那颗糖果滚了一圈，他听见了蓝无为说的话，轻声回答道：“我以前总是不敢回来，觉得如果他身边有了别人怎么办？可我现在想，我要是早一点回到他身边就好了。”蓝无为哑然，但随即又笑了。两个人重又安静的等着，时间滴滴答答过去了，指针指向了5点。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阮清和蓝无为一起站起来，扑到了夏明之的身边。夏明之是局部麻醉，人还清醒着，眼睛有点雾蒙蒙的，似乎很疲惫，但他一直看着阮清，轻轻勾住了阮清的手指。蓝无为的堂叔随后走了出来，对他们笑了一下，说手术挺成功的。阮清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握着夏明之的手也笑了一下，眼睛却慢慢的红了起来。夏明之只在医院里住了2天就出院了，就像蓝无为堂叔说的那样，手术很成功。一开始的2天，夏明之的信息素处于封闭状态，颈后贴着隔离贴，走出去别人几乎察觉不到他是个 alpha。然而第3天，阮清不仅闻到了夏明之的信息素，还闻到了信息素里多了一点别的味道，多了一点属于他的味道。他们2个坐在书房里，阮清被夏明之抱在腿上，一点一点帮夏明之撕开了颈后的隔离贴。
夏明之的后颈现在完全是光洁的，看不出任何手术的痕迹。阮清的手轻轻按上去，那里的皮肤还有一点红。夏明之信息素的味道逐渐释放了出来，原先冷冽的檀香味道已经被悄然改变了，混入了一点温柔的花木香气，潮湿的、温润的，缓缓的和夏明之原本的味道混在一起，却又不至于喧宾夺主，像是一团浓墨里包着一粒雪白柔软的内核。这是他被阮清打上的烙印。现在我身上都是你的味道了。夏明之蹭着阮清的鼻子说道。阮清不知道要说什么，外面下雨了，他和夏明之坐在灯光昏暗的书房里，桌上一盏暖黄色的台灯清楚地照亮了两个人的眉眼。阮清觉得自己的鼻子有点酸，而夏明之看了他一会儿，突然笑起来，说：软软，这个反向标记手术好像还差了最后一个步骤。阮清顿时紧张起来，什么步骤？我们要回医院吗？他险些要从夏明之腿上跳下去，可是夏明之一把按住了他。不用回医院，你就可以帮我。夏明之的嘴唇轻轻贴上了阮清的嘴唇，两个人厮磨了好一会儿，夏明之才慢慢退开，看着阮清的眼睛说道：软软，你还没有咬我的后颈。他在阮清面前温顺的低下了头。阮清即使坐在他腿上，夏明之还是比阮清，可他却温柔的弯下了脖子，将已经恢复的光洁白皙的后颈暴露在了阮清面前。台灯温暖的光照在他后颈的皮肤上，像是镀上了一层金色。阮清呆住了。可是你才刚做完手术，而且我咬你也没什么用。阮清有点慌乱的去拉夏明之，你不用这样。但是夏明之却在轻轻的咬着他的喉结，含着他的喉结吮了一下。阮清的腰情不自禁的跟着抖了抖。可是我想要你咬我的后颈，夏明之说道。我问过医生了，手术后3天性腺已经完全恢复了，一个咬痕根本不能造成伤害。夏明之重新低下了头，挠了挠阮清的手心，带着点撒娇的说：软软，我想要你。阮清没说话，但是隔了几秒钟，他感觉一个温暖的嘴唇覆盖到了他的后颈，然后轻微的刺痛了一下。阮清咬住了夏明之的性腺。其实 Omega 的牙齿根本无法像 Alpha 一样形成标记，他即使深深的咬下去，最终也不过是形成一个咬痕，过几天就会慢慢淡去。可是阮清闻见了夏明之新的信息素的味道，他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下来，落在夏明之的后颈上。他从少年时期起就一直爱着夏明之，一直都爱着。即使有过这么多绝望，有过这么多难熬的漫漫长夜，他也无法停止。对夏明之的喜欢已经成了本能，而直到今天，他最爱的这个人终于属于他了。阮清松开了嘴，一个圆形的并不深的咬痕出现在了夏明之的后颈上，也许明天就会消失不见。他舍不得咬太重，但他知道他标记了夏明之，这就足够了。一直到1个星期以后，夏明之都没有出现任何排斥反应，阮清才算是放下心来。阮清自己也已经不戴防标记颈环了，是医生建议的。孕期的 Omega 最好还是不压抑自己的信息素。他那一排黑色的防标记颈环被他放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每一个颈环内部都刻着夏明之的名字，仿佛一场无可言说的暗恋。阮清的手指在上面一个个轻轻拂过，最终还是关上了柜子。刚开始没有颈环的时候，他是很不适应的，脆弱纤细的脖颈完全暴露在空气里，后颈处白皙的像细腻的心血，是还没有被 Alpha 盖上烙印。温柔又让人舒心的花香无时无刻不散发出来，带着一点夏季雨天般湿润的味道。夏明之头疼的发现，他的情敌又变多了。那天他去接阮清下班，就看见一个毛头小子磕磕绊绊的夸阮清的信息素好闻，脸红的像个番茄，还要低着头说要是能约你去看个电影就好了。阮清无奈的笑了一下，刚准备拒绝，
就发现夏明之臭着一张脸走过来，戳了戳这个年轻男生的背。男生一脸茫然的转过去，发现一个比他高了一个头的 Alfie 阴森森盯着他。夏明之皮笑肉不笑的说：“打扰一下，我来接我老婆去看电影了，麻烦你让一让。”男生顿时如遭雷击，不可置信的看了看阮清。阮清笑了笑，把手递给了夏明之。哦，对了，我妻子最近怀孕了，可能容易觉得闷，要是方便的话，麻烦跟你们领导说一下，多通风。夏明之牵着阮清的手准备离开，还不忘给情敌千疮百孔的心再加一刀。那年轻男生的脸已经从通红变得煞白，可怜巴巴的在原地恍惚了许久。等他好不容易缓过神来，想再和阮清说一句的时候，面前早就没人了。电梯里，夏明之靠在阮清的肩上，跟一条大型犬一样哼唧。喜欢你的人也太多了，我一个没看住，就有人来骚扰。阮清只能安抚的摸了摸夏明之的脑袋，像给哈士奇顺毛。还有那个林卡尔，夏明之提到这个人就来气。这个林卡尔还对阮清贼心不死，前阵子居然还天天往阮清的办公室送花。一个19岁的小屁孩恬不知耻的捧着阮清的手，说：“我不介意当你孩子的继父。”夏明之觉得他这几年脾气是真变好了，要搁4年前，林卡尔坟头草都3米高了，而如今他不过是和林卡尔的哥哥友好协商了一下，让他哥借着历练的名义，把这个私生子重新赶去国外了而已。阮清倒也不是不知道夏明之这些小动作，但是乱吃飞醋的夏明之在他眼里也是可爱的。明明是这么强悍的 Alpha， 却还要故作可怜，哄他一点欢心。偏偏阮清明知他是装的，也要上当。阮清没办法的想，他这辈子是真的被夏明之吃死了。电梯门打开了，阮清一边往外走一边问：“我们待会儿要去哪里？”“去看电影啊！”夏明之搂住他的肩膀，把阮清和周围的人群隔开一点距离。“我没有开玩笑，我那个书改编的电影今天首映。”他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筹备拍摄了1年半，到如今终于快上映了。中间几次他都想叫停了算了，可是他坐在安静的书房里，默默的看着已经做好的海报。那上面是2个看不清楚脸的少年人的剪影，都穿着干净利落的白衬衫。明明是彼此背对，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手却还牵在一起，背道而驰，却又藕断丝连。他看了又看，最终没有舍得放弃。夏明之带着阮清上了车，凑过去在阮清额头上亲了下。“我们先吃饭再去，你还可以先睡会儿。”虽然是自己的电影首映式，夏明之却并没有带阮清参加前期的宣传活动，只在电影要开始前带着阮清悄悄走进了后排。这场电影的主要参与人员都在。阮清坐下之前，惊鸿一瞥看见了电影的主演之一，是一个19岁的 Omega 男生，正侧着脸和身边的人说话。他有一张明净白皙的脸和柔软的头发，头发微微带着棕色。阮清看着他，不由惊讶了1秒。这个男孩的侧脸和他有几分相似，然而等男孩的整个脸转过来，又没有这么像了。影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所有人的脸都在黑暗中变得模糊了，而电影屏幕上开始出现电影的名字《长相思》。明明是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主角也还年轻，名字却叫《长相思》。阮清没有事先看过剧本，但是当他看见这个名字，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看着电影里的那对年轻人，从相识到相恋，躲在阳台上接吻。窗户的纱帘里面是明亮的宴会大厅，满堂的宾客都说着虚伪客套的社交辞令，而他们却躲在阳台上，还穿着黑色的正装，彼此咬着嘴唇，眼神炙热到像要把这个寂静的夜晚煮沸。这分明是他和夏明之的影子，是他少年时代那场恋爱的一场旧影，被取下一点斑驳的碎片，融到水中，涂抹在了电影的屏幕上，仿佛雾里看花，别人都看不真切，唯独他懂。
这满场的人，包括主演，看的都只是一场电影，唯独他和夏明之看的是从前。可是和现实不一样的是，电影里的那对年轻人最后没有分手，阴差阳错下，他们本该背道而驰。可在离电影结束的10分钟前，他们却在机场里面重聚了，隔着人海，隔着屏障，但却拼了命的伸出手，触碰到了彼此的指尖。他们没有分开，没有4年的裂痕，也没有生离死别，就这样重新又走到了一起。电影快落幕的时候，阮清听见了夏明之的声音，他的声音很轻，被电影里的声音掩盖了，只有在他身边的阮清能听到。这部电影很可笑，对吧？像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编织一个完美的结局，却只能用来骗骗自己。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写完这个故事以后，陷入了极端的自我厌弃，几次想把书都毁了。可这个故事里埋藏的是他最深的心愿，他愿意付出一切去换时间倒流，倒流回4年前机场的那一天。他没有摁断阮清的电话，他回了头，一切都还来得及挽回。其实他并非不知道要向前看，也并非不知道要用以后的每一天去弥补这4年。可是这个编造的谎言太美了，让人情不自禁就会想，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阮清侧过头去，黑暗里夏明之的侧影比荧幕上的主角更为英俊，可他看着电影屏幕的眼睛，在黑夜里似乎格外的亮，带着一点湿漉漉的水汽。可是再仔细看，这点水汽似乎又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化不开的怅然。阮清眨了眨眼睛，手越过座位，把自己的手掌塞进了夏明之手里。黑暗里他们十指相扣，就好像从不曾分离。电影散场以后，阮清和夏明之是最后走的。此刻夜已经很深了，他们牵着手走在林荫道上，满地都是月光，像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银。而走到车边，夏明之刚打开车门，突然停住了，让阮清去后备车拿个东西。阮清不疑有他，走过去，却发现后备箱已经打开了。在夜色下，后备箱里却是明亮的，几个小小的烛火发出温暖的光。那后备箱里放着一个小花篮，里面塞满了白玫瑰和绿色的洋桔梗，花瓣是柔软的，像是刚刚从枝头摘下。而在花的中间，那个银色的小托盘上放着一枚戒指。夏明之不知道何时走到了他身边，求婚的那天。戒指还没有送过来，只能今天补上了。他把戒指从托盘上拿下来，他看了阮清一眼，阮清也看着他。此时天地间只有他们2个，安静的像是与世隔绝，只有树梢的月光是唯一的见证。夏明之慢慢的把戒指给阮清戴了上去。阮清的手指很细，羊脂玉一样的润白，金色的戒指圈住了他的手指，天衣无缝。我们下个月就结婚好吗？夏明之问他。阮清在月光底下伸出手，那枚钻戒在月光下熠熠生辉。他侧过头看了夏明之一眼，月光底下，时间像是突然从他身上退去了。一瞬间，他又变回了19岁的模样，眼神天真明亮，带着笑意。好啊。9月底的时候，阮家的老爷子阮振生在医院去世了。阮振生虽然年纪已高，还退居2线好些年，但谁都看得出来，他一直是阮家不容置疑的主心骨。如今他一走，只留下几个不成器的儿女独挡门面，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阮家的笑话。花边小报更是津津乐道的细数阮振生的风流历史，把他的3任妻子和每个情人都拿出来评论一番。末了还要说一句，阮振生一生看似显赫，葬礼上却没有一个儿女落泪，不得不说是晚年凄凉。阮清翻了翻报纸，发现上面居然还有阮三小姐的照片，只占了很小的一个角落，旁边的介绍也只有短短的1行字，说她是阮家排行第3的小姐，在世时很得父亲宠爱。这张照片是阮三小姐18岁成年礼时的照片，
照片上他穿着粉色的礼服，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天鹅般的脖颈，耳边垂了一对极其明亮的钻石耳坠。他被父亲挽着手走出来，温柔微笑着，看上去真的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阮清对着照片出了会儿神，所有人都不知道阮老爷子过世前其实是给他打过电话的。也许是人之将死，他也变得软弱了，开始拼了命的回忆从前，也愈发的想念自己唯一疼爱过的女儿。他在病床上给阮清打电话，声音老迈，说他还是想再见阮清一面，一面就行。我就是想看看你。阮老爷子的声音已经很衰弱了，透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我知道你不想认艾米，可你到底是他唯一的孩子，是我的外孙。你如果愿意回来。阮老爷子停顿了一下，说道，阮家还是可以接纳你，艾米留给你的东西也还是你的。阮清哑然失笑，事到如今，阮振生想要用来诱惑他的筹码，这还是金钱权势。阮清握着手机，心想，如果他现在混得落魄街头，也许会不得不低头去接受阮家的馈赠。可他离开阮家的4年里，一直过得很好，哪怕赚的不算多，也好过仰人鼻息。而他在阮家的时候，物质上虽然不算受亏待，他却宁愿回去孤儿院的那个小房间，即使吃的差一点，穿的少一点，起码外面的阳光是暖的。人是自由的。阮老先生，蒙您错爱，但我实在不觉得我有回去的必要。阮清平静的说道，阮三小姐留下的东西，您爱给谁给谁，烧了都行。阮振生急了，他猛地咳嗽了几声，在电话里听起来撕心裂肺。阮清，他焦急的叫着阮清的名字，你只要回来一次就行。嗨嗨，我都没几天好活了，你对一个将死的人也要这么狠吗？啊，阮清，你好好想想，你不要以为攀上夏明之就算好，他会娶你吗？夏家是什么人家？你无依无靠，真的以为凭着爱可以走下去吗？阮振生嘲讽的笑了一下，却又放缓了声音，别傻了。阮清，你是艾敏的孩子，我怎么会害你？阮清面无表情的听着，当年阮爱敏抛下才出生的他，不叫残忍；阮家囚禁殴打他，逼他为阮爱敏的自杀负责，也不叫心狠。而他如今不过是拒绝去见一个厌恶的人，就被指责太狠了。阮清彻底没了交谈的欲望，他推开窗，让外面新鲜的空气涌了进来，手放在窗台上，左手上的钻戒在自然的光线下也璀璨生辉。不劳您费心，我和夏明之已经快要结婚了。阮清靠在窗边，望着外头一株桂花树，淡淡说道，婚礼定在了下个月的15号，就不请您参加了。您如今时间不多，多留给自己的子女吧。阮清说完，不等阮老爷子再开口，就挂了电话。如今离那通电话也不过才6天，阮振生竟然已经去世了。看来阮振生那天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活不了几天了。阮清把那些报纸扔在一旁的书篮子里，阮老爷子和阮三小姐的脸一同被盖在了下面。阮清仰躺在靠椅上，外头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场秋雨，空气里有湿润的桂花香。微甜，他慢慢闭上了眼睛，脑海中浮现起阮三小姐惨白的脸，阮家罚他跪了1天的那间黑屋，还有囚禁他的那间暗室，以及无数个午后，他躲在房间里，从窗子里往外张望。这些东西构成了他的少年时代。可是片刻后，这所有的一切又在他脑海里粉尘一样崩塌了，最终烟消云散。他仓皇无依的少年时代，似乎到今天才真正的落幕了。阮清不知道自己在躺椅上睡了多久，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抱到了床上。外头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夏明之在旁边的沙发上不知道看着什么。他没有发现阮清醒了，鼻梁上难得戴了一副眼镜，头发松散的垂下来，多了一点斯文俊秀的味道。
你在看什么？阮清哑着嗓子问。夏明之抬起头，对他笑了一下，他丢下书，走到阮清身边坐下。看 Omega 的孕期注意事项。他摘下了眼镜，在阮清额头落下一个吻。你都看到了一些什么？阮清问。看到说，孕期的 Omega 会非常需要 Alpha 信息素的安抚，或者是 Beta 伴侣的陪伴。夏明之的吻从他的额头又落到鼻尖，最后落在阮清的嘴唇上。他的声音有些模糊，轻轻吮着阮清的唇瓣。我还得再多陪陪你。他的信息素在空气中越来越浓。阮清确实感觉到舒服，像是被泡在了柔和温暖的水流之中。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背脊，让他想要像个猫一样蜷缩起来。但他看着夏明之在灯光下格外柔和的眉眼，却有点出神。其实孕期的 Omega 并不都需要额外的信息素安抚，是因为他没有被夏明之标记，才会渴望更多。他抬起手摸了摸夏明之的后颈，他想起阮振生口口声声质问他，夏明之会和他走下去吗？问得这么笃定，如果是几个月前，他可能会被干扰的说不出话来。可是自从他回国，夏明之一点点打开了他的心房，到最后选择了 OA 反向标记，将自己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上。他已经可以斩钉截铁的反驳阮振生，说夏明之会陪他走下去的。已经没有任何阴霾可以横亘在他和夏明之之间了。连4年前他们分手决裂的那个夜晚，如今再回忆，虽然还有点钝痛，却也说不上撕心裂肺了。阮清看了夏明之好一会儿，看得夏明之都有点莫名其妙，好笑的问他，你在看什么？阮清躺在床上，柔软的头发铺开在枕头上，肌肤在灯光下是柔和的奶白色。阮清轻声道，明之哥哥，你要不要试试标记我？夏明之没想到阮清会突然提出这个，愣在那好一会儿，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无奈的笑了下，摸了摸阮清的额头，说道，阮阮，你还在孕期，是不能接受标记的。阮清如今还在孕早期，肚子里装着一个娇嫩脆弱的宝宝，身体根本无法承受一场激烈的情势。更何况夏明之的视线落在阮清细白的脖子上，虽然这里已经没有了防标记的颈环，柔和甜美的信息素味道毫无阻挡的弥散在空气中，可夏明之心里清楚，阮清对于被标记这件事曾经有多抗拒。他们之间最深的那道裂痕，就是因为标记而起。阮阮，你不需要勉强自己。夏明之微微收敛了一点笑意，认真说道，我承认我很想标记你，但我被你标记了，也一样很满足。阮清稍微撑起一点身体，把头放在了夏明之的腿上。他看着夏明之说道，我没有勉强自己，我也知道现在还不能终身标记。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怎么说，睫毛在灯光底下眨了眨。他又往夏明之怀里靠了靠，说道，我原先不希望你标记我，是因为我总觉得你有天会离开我，标记只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安慰而已。等你离开的那天，我还是一无所有。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阮清把玩着夏明之的手指，轻轻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他的眼睛很明亮，倒映着夏明之的影子。我现在想，你不会离开我了，那我为什么不试试？我总不能永远困在过去里。你努力的向我走了这么多步，我也应该朝你走一点。给我一个临时标记吧，明之哥哥。阮清吻了吻夏明之的手指，他看上去如此乖顺，近乎天真的看着夏明之。夏明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道，你真的想要吗？阮清点了点头，夏明之又看了他好一会儿，阮清的眼神始终没有退缩，相反，他微微侧过了头，让自己细腻光滑的后颈都暴露在夏明之的视线里。夏明之的手指在阮清的性腺上轻轻按了一下，阮清猝不及防被触及到敏感的地方，咬着嘴唇哼了一声，但随即他就感觉到夏明之把他抱了起来，他坐到了夏明之的腿上。
夏明之的嘴唇正好触及他的后颈，温热的呼吸扑在他的后颈上。阮清情不自禁地抓紧了夏明之的衣服，从这个角度他看不见夏明之的脸，只能看见对面墙壁上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剪影。软软，夏明之的嘴唇吻了吻他的后颈，低声道：“会有点痛。你如果想停下来，我不想停下来。”阮清抱着夏明之的脖子，他闭着眼睛，用力地赶走脑海里4年前那天的画面。我不想停。夏明之闻到了湿润的花木香气，让人想起一切美好的东西。他张开嘴，露出了两侧尖锐的牙齿，眼睛里隐隐透着点猩红，然后重重地咬了下去。他死死地咬住了阮清柔软的后颈，獠牙刺破细嫩的皮肤，刺破了阮清的性腺。那湿润的花木香气似乎从来没有这么浓郁过。阮清在他怀里情不自禁地绷直了腰，像个被弄痛了的小猫一样，从喉咙里发出呜咽声，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可夏明之没有心软，Alpha 的本能让他更深地咬住了他后颈处的软肉。他心里隐隐地躁动起来，想完全地占有怀中的这个 Omega， 让他只能为他一个人哭泣，为他一个人发出妩媚的低吟。他想和这个 Omega 结合，听他用温柔低哑的嗓音叫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过了多久，夏明之才松开了牙齿。阮清的后颈处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咬痕，完整的覆盖在他的性腺上，昭示着他为谁所有。夏明之扶住阮清的腰，让阮清的脸转过来，两个人面对着面。灯光底下，阮清的脸上湿漉漉的，嘴唇红润。夏明之心头一紧，失控的理智又被收了回来。软软，你还是不能接受吗？阮清却摇了摇头，他的眼睛还是湿润的，却对着夏明之笑了笑。他把头靠在了夏明之的肩上。我啊，之前去定做颈环的时候，每一个我都刻了你的名字在颈环里面。那时候我想我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标记了，但你的名字贴在我的性腺上，也许和标记也没有差别。可是刚刚夏明之真的咬上他后颈的那一刹那，他从未如此清晰的闻到属于夏明之的味道，冷冽霸道的把他包裹起来。他像是一个漂泊无依的旅人，在天地之间终于找到了归宿。明之哥哥。阮清叫了夏明之一声。我很高兴。夏明之吻了吻他的额头，声音也有点哽咽。我也很高兴。临时标记虽然不像终身标记这样稳固，但对于孕期的阮清已经有足够的安抚作用了。刚标记的那2天，夏明之根本不愿意离开他，但随着婚礼越来越近，需要安排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夏明之又舍不得阮清辛苦，就只能事事自己过目。但是10几天很快就过去了，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走到了婚礼的前2天。这一天，阮清没有和夏明之待在一起。夏明之被他那群朋友嫁出去喝酒了，庆祝他这下子彻底告别单身。阮清听见韩乔嚷嚷说让夏明之体会一下单身狗的愤怒，而阮清则是和袁叔还有林安待在一起。他们3个一起躺在阳台的躺椅上，就像过去无数个无所事事的傍晚一样，仿佛提前进入了老年生活。3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以前大学里的事，聊袁叔举办的校园比赛，最后夺魁的居然是他的死对头，聊林安交往过的历任男朋友，聊阮清3年级睡过头，险些挂了一门课。谁也没有去提明天的婚礼，就好像时间还停在过去，他们3个都是20岁刚过的年纪，因缘巧合下走到了一起。中途的时候，林安离开了一下，阳台上只剩下袁叔和阮清2个人。阮清正在喝最后一点果汁，却听见袁叔在他旁边突然说道：“是我告诉夏明之你怀孕了的。”阮清叼着吸管转过头去，袁叔没有看他，而是看着外面。我知道夏明之帮我打了掩护，说是他一个医生朋友告诉他的，可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的掩盖掉这件事。我本来想等你婚礼结束
再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但我想了想，你也许不想要一个出卖自己的朋友出现在婚礼上了。袁叔说完这句话，就带着点视死如归的看着阮清，等着他发落。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背弃了朋友这种事，连他自己都无法接受。可是阮清奇怪的看了他一会儿，阮清又咬住了吸管，喝掉了最后一点果汁。他歪着头看袁叔，说道：“可我早就知道了呀。”这回轮到袁叔愣住了。你知道？我不仅知道是你说的，我还知道你是怕我后悔。阮清放下了杯子，他眼神温柔的着看袁叔。圆圆，如果没有你和林安，我可能都不在这里了。如果你再觉得我会因为这种事就和你绝交，我就真的生气了。阮清故作严肃的看着他。袁叔呆了一会儿，但他看着阮清带着笑意的眼睛，隔了好一会儿，突然失笑。阮清却凑了过去，盯着他。不过我只知道这一件事情。你不会还有秘密瞒着我吧？有吗？有的话得从实招来。袁叔被阮清逼近的视线逼得退了一点，下意识说了实话。我最近可能有交往对象了，算不算？林安拿完吃的，正准备回到阳台上，才刚刚拉开阳台门，却突然听见阮清一声尖叫。他吓得东西都掉在地上了，迅速冲过去。怎么了，阮清？肚子疼吗？撞到了吗？阮清却一把抓住他。林安低下头，头一次看见阮清这么震惊的脸。阮清艰难的和他解释，圆圆她有男朋友了。母胎 solo 20余年的袁叔有男朋友了。林安呆了一秒，随后阳台上又响起了更大的一声尖叫。啊！袁叔堵着耳朵缩在角落里，万分后悔自己脑子短路交代了出去。之后的3个小时里，阮清和林安完全忘记了明天还有一场婚礼。抓着袁叔拷问出了所有细节，阮清信誓旦旦和袁叔保证，后天就是作弊，他也要把捧花扔进袁叔怀里。而等真的到了婚礼的那天，婚礼被安排在了离龙城1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岛上。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夏明之曾经想过很多次他和阮清结婚的场景，婚礼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安排的。他的黑色礼服上别着一个百合花的胸针，那是曾经属于他母亲的饰品。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但是如今他的小儿子要结婚了。夏明之总觉得，也许他能冥冥之中知道他曾经操心到放不下的小儿子已经长大了。如今他要迎娶自己心爱的人，而在他身边站着的是他哥哥夏明一。夏明一是今天婚礼的证婚人。阮清还没有在红毯的那头出现，夏明之偷偷跟他哥说：“我紧张的有点冒汗。”夏明一也从嘴角回答他：“正常，我娶你嫂子的时候一夜没睡好。”夏明之放心了，看来不是他一个人这么怂。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听见夏明一说道：“其实婚礼当夜也没睡，但还是非常精神。”夏明之从中听出了一点微妙的意味，看了他哥一眼。他哥给了他一个只可意会的眼神，而仅仅过了几秒，阮清就出现在了红毯的另一头。夏明之下意识往前走了一步，被他哥死死的扯住了。阮清今天并没有父母陪同，但是袁叔和林安一左一右陪着他走了过来。夏明之呆呆的看着他，虽然早已经看过阮清穿着礼服的样子，他却还是觉得阮清今天的模样格外温柔美好，几乎像是一场梦。阮清没有穿白色的西装，而是穿了一件定做的白色长袍，袖口绣着浅色的玫瑰花纹，金色的小纽扣圆圆的，一路扣下来，在腰的位置变成了一串金色的腰带，收出了纤细的腰肢，丝毫看不出她已经怀孕了2个月。林安和袁叔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阮清走到了夏明之的面前，他们两个四目相对，夏明之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却下意识地对着阮清笑起来。袁叔把阮清的手交到了夏明之手里，他看着夏明之，郑重地说道：“以后请你照顾阮清了。”他和林安陪了阮清4年，
而此后的很多年，陪在阮清身边的人就是夏明之了。我会的。夏明之握紧了阮清的手，然而看着林安和袁叔，认真说道：“谢谢。”阮清看着夏明之为自己套上了戒指，这是他爱上夏明之的第7年零5个月。他曾经以为自己永远的失去了面前这个人，以为他此生都要抱着回忆度过下半生。但此刻，他站在婚礼的现场，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和夏明之交换了戒指，而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属于他和夏明之的孩子。他听见证婚人问他：“你愿意这个 Alpha 当你的丈夫吗？无论贫穷与富贵，健康或残疾，你愿意终身都与他在一起吗？”阮清看着夏明之的眼睛：“我愿意。何其有幸，才能和你共度终身。”然后夏明之吻了他。他隐约听见下面有人喊新婚快乐，但他顾不上了。他要和自己的丈夫接吻。